女孩本是首富家的掌中宝，被保姆带去公园玩时，却被人贩子拐走。6个手眼通天的哥哥用尽所有手段，妹妹都毫无音讯，因此首富父亲一夜白头，女强人母亲也病倒在医院。几个厉害的哥哥深受打击，事业每况愈下，全家都笼罩在无尽的阴霾之中。然而3年后的我却在零下10度的夜里，被逼着跪在大街上乞讨，地面冰冷刺骨，头发和脸都脏兮兮的，冻得整个人都瑟瑟发抖，却丝毫不敢反抗，因为旁边还有个老男人看着我。死丫头机灵点，讨不够钱晚上回去打死你！听到老人的威胁，圆圆条件反射般的身子一抖，满脸惊恐。叔叔别打圆圆，圆圆很乖，会努力讨钱。那就给老子哭，哭出来就会有人同情你了。老人说完就要伸手掐他，圆圆见状害怕的往后退去。不要！慌乱之间，小手不小心碰到了旁边路过的一对母女。死乞丐没长眼睛吗？我这身可是高店，弄脏了你赔得起吗 ？What？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就是看什么看？小女孩看到圆圆被踹飞，兴奋地跑到圆圆的身前，抬起脚学着女人的样子拍她。此时的圆圆已经没有了反抗之力，只能双手抱头蜷缩成一团，发出痛苦的呜咽。好了，萱萱，这乞丐这么脏，到时候把你的鞋弄脏就不好了。臭乞丐，今天萱萱就先放过你，下次再碰到萱萱一定要让李叔叔把你眼睛挖出来。母女俩离开后，圆圆刚缓过一些，想要爬起来，却被老人一把揪住后领，扔到了旁边的巷子里。给钱货，一天天的讨不到钱，净给老子惹事。叔叔别打圆圆，圆圆下次不敢了。下次？你还想有下次？那娘们身上的貂皮少说也要5位数，这次是遇到人家好心不要我们赔，要是下次遇到个硬茬，就是把你宰了都赔不起。男人的声音充斥着暴怒和戾气。顾晨阳闻言，好奇地走上前查看，然后就看到一个男人拎着一个小女孩，举起拳头就向小女孩的身上砸。小女孩身上脏兮兮的，脸上也布满了血渍，根本就看不清样貌。但顾晨阳在看到她的瞬间，心脏不自觉地一揪，紧接着便不过脑子地冲了上去，一脚把她踹飞了出去。哎呦，是谁他妈踹老子？是你爷爷！见他起身，便上前补了一脚，解决了李大富。顾晨阳转身走向坐在地上的小女孩，小女孩被打得遍体鳞伤，已经意识不清，模模糊糊看到有人向自己走来，顿时吓得蜷缩成了一团。叔叔别打圆圆，圆圆会乖，努力讨钱。圆圆害怕地闭上眼睛，准备承受更剧烈的打击，然而意想当中的疼痛没有到来，下一秒反而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你叫圆圆？哪个圆？圆圆是你的小名吗？你大名叫什么？爸爸妈妈呢？怎么会跟着这个人在路上讨钱？圆圆不知道，圆圆就叫圆圆。圆圆小脑袋一歪，就靠在顾晨阳的臂弯里昏睡了过去。圆圆，你醒醒！顾晨阳见人晕过去，着急摇晃着。他的妹妹小名也叫圆圆，他从来不信运气，可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巧了一些，一样年龄，一样的小名，还有一样被人贩子拐卖的经历。杨哥，你哪捡的小孩？再晃该给你晃死了！我把人带去医院，你们3个帮我把垃圾堆底下那人绑了交给警察。杨哥，你不是要去火车站找你妹妹吗？不去了，她有可能就是我妹妹。就在这时，顾晨阳突然看到圆圆脖梗后的一小块桃花形状的胎记。桃花形状的胎记，顾晨阳手忙脚乱地拿起手机，拨了他大哥的电话。大哥，我找到妹妹了，她脖梗上有个胎记，和妹妹小时候的一模一样。你要是为了逃课编这种理由来骗我，你今天就死定了。刘伯圆圆找到了。怎么找到的？在哪里？我马上打电话告诉老爷和夫人。先别告诉他们，我去医院和陈阳会合，亲自验证一下。还有，马上给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让他倾尽全部资源救治陈阳送过去的女孩。好的，大少爷。陈阳，你带来的那个小女孩呢？大哥，你说圆圆吗？她正在里面做手术。陈阳，你和我说实话，她真的是圆圆？大哥，我平时虽然不太靠谱，但也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那样的胎记整个华国也没有几个，而且年龄什么的都对得上，绝对是圆圆没错。行，我就信你这一回。不过光你说没用，等取了爸妈的血液样本验过 DNA， 确定了身份再通知家里。这些都听大哥的，但是圆圆受了伤，短时间内不一定能抽血，一切都等她做完手术出来再说。医生，我妹妹怎么样了？手术很成功。圆圆，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顾明琛原本还有些担心弟弟认错人，如今亲眼看到，无需查看胎记便已经确定面前的人是自己妹妹，无他，因为这张脸就是妹妹周岁17的成长版。漂亮哥哥，圆圆这是死了吗？接上集，被人贩子拐走动了，全家找寻无果。然而3年后的我却被逼着在大街上乞讨，也许是老天也看不下去，冥冥之中被3哥遇见。漂亮哥哥，圆圆这是死了吗？胡说什么？什么死不死的？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可是没有死，圆圆怎么会住进这么漂亮的房间呢？小虎哥哥和圆圆说过，人死了是会上天堂的，天堂里很漂亮，
平时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里面都有，这里肯定就是天堂。漂亮哥哥，你一定是宋圆圆来的天使，对不对？圆圆，这里不是天堂，是医院。这个病房是大哥下午专门花钱为你布置的。顾明琛内心剧烈波动，但面上还勉强能维持冷静。顾晨阳却红了眼睛，他的妹妹是在外面过得有多苦，竟然把大哥草草几个小时布置起来的房间当做了天堂。不是天堂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房间。你要是喜欢房间里的东西，你以后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哇，好漂亮的娃娃！圆圆看到这个娃娃的瞬间就挪不开眼了，下意识的伸手去接，伸到一半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十分不舍得缩回手。怎么又不拿了？是不喜欢吗？不喜欢的话，大哥再给你换一个。喜欢，可是圆圆现在没有钱，大哥哥能不能先把娃娃留着，等圆圆讨够了钱再跟大哥哥买它？顾明琛听到妹妹说要上街乞讨，心里一揪，主动将娃娃递到了她的手上。圆圆，这个娃娃本来就属于你，你是顾家的千金，这些东西都是你应得的。顾家千金？没错，你姓顾，小名叫圆圆，大名叫顾安圆，是金氏豪门顾家的女儿。我叫顾明琛，是你的大哥，这位是你的三哥顾晨阳，除了我们，你还有4个哥哥。原来圆圆不是孤儿，之前李叔叔还说圆圆是扫把星，生下来就被爸爸妈妈给扔掉了。什么狗屁李叔叔，简直满嘴胡言！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女孩，一生下来就是家里的小公主。圆圆，你说的李叔叔是不是就是今天打你的那个人？圆圆没讨到钱，还不小心弄脏了一个阿姨的衣服，李叔叔很生气，所以才打圆圆。这不是你的错，这个李叔叔是坏人，是人贩子，就是他把你从我们身边拐走的。圆圆不用怕，以后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你现在刚做完手术，肯定很累了，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什么都别想。顾明琛没有继续再提李叔叔，而是伸手揉了揉妹妹的脑袋，哄得她放松下来。圆圆的情况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严重许多，不仅被虐待，还被人贩子给洗脑了。看来以后自己得多花点时间去引导她，给她足够的自尊心和安全感，才不会像现在这样，一有事就自我检讨。刘伯，星云联系上了没有？大少爷、二少爷已经联系上了，10分钟前他刚拍完戏下工，现在正在从影视城赶来医院的路上。那差不多还要半个小时，我现在有事出去一趟，等星云来了你就送陈阳回去。大少爷，我们这是要去哪？去之前那个巷子，圆圆已经做完了手术，我也是时候去和那人贩子会一会了。放开我，快把我放了！我警告你们，我背后可是有人的。你们几个小崽子要真送我去警局，等我出来一定要你们好看。闭嘴吧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处境，还有胆子反过来威胁我们？就是杨哥的妹妹感动，我看你是活腻了。送你去警局还算好的，要是顾大哥要把你留下来，你就别想睁着眼出去了。见他嘴里骂骂咧咧没个消停，几人便轮流上前，每人都给他来了几脚。此时被踹了好几脚的李大富，一气之下竟挣脱了手上的绳子，举起一旁的椅子就往离自己最近的高书文上砸。你就是李大富？接上急，从人拐子手里救下的我。经过家人商量后，三哥负责在医院照顾我，大哥则是来到了仓库找人拐子谈谈心。你就是李大富？顾大哥，你怎么来了？我再不来人都要被你们放跑了。怎么会？门口不是还有顾大哥您派的保镖吗？再怎么样人也不会跑的。就是，顶多我们受点伤，3个打1个总能打赢的。李俊飞3人闻言笑着打哈哈道，心里却心虚的不行。刚才他们一个没防备，高书文的脑袋都差点开花了。行了，我让司机送你们3个回去。今天的事切记不要往外传，都给我烂在肚子里。顾明琛知道3个小子是好心，倒没有怪罪他们的意思，摆了摆手打发他们回去。顾大哥放心，我们都是逃课去网吧被逮回去的。对，我这手也是翻墙的时候不小心摔的。你就是那几个小崽子说的大哥，我可警告你，我背后。大富一句威胁的话还没说完，又被顾明琛一脚踹飞了出去。你背后有什么人尽管爆出来，敢动我顾家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你是金氏顾家的大少爷顾明琛，看来你认得我。认得，当然认得。顾大少，这件事肯定有误会，我们有话好好说。误会？你绑了我妹妹还说是误会？顾大少，这件事真的是误会，我确实是干这个的，但怎么有胆拐您顾家的孩子？您一定是认错人了，我确实是干这个的，但也不是大街上随便看到一个小孩就下手的。团伙里的成员在动手前都会提前踩点摸清楚目标对象的情况，但凡家里有点背景的都不会碰，免得为了那么点小钱把整个组织都赔进去。
我的亲妹妹我会认错。今天那个叫圆圆的小女孩就是我妹妹，要不是被我三弟碰巧遇到救下，不得被你活活嘎了。顾大嫂饶命，那孩子是我2年前从南省拐来的，南省和京市离得有108000里远，我怎么也想不到您的妹妹会跑到那边去呀。你说你是在南省拐的我妹妹？对，当时我们手头已经有了7个小孩，正准备收手把货运去北边，谁知离开县城的时候口袋里的烟不见了，我下车去买烟，正好看见旁边一户人家大门敞开着，里头的竹床凉席上躺着一个小孩。你说的这些最好都是真的，要是敢在我面前胡编乱造。真的，千真万确。顾大嫂要是不信，可以让人去 C 省南市的云水县查，就在云水县里自来水厂，对，自来水厂对面的那户人家，往右2、3间还有一家小卖部。李大富焦急地回忆当年的场景，强烈的求生欲下硬是将周围标志性的建筑给描述了出来。你把你刚刚说的都写下来，还有你背后团伙成员和组织据点也一并写给我。顾明琛见李大富的模样的确不像是说谎，于是喊人进来扔给他一副纸笔，让他在纸上写好后签名按手印。如果李大富说的是真的，那么圆圆被拐事件必定还有其他人插手。到底是什么人想害我们顾家？是人组织背后的势力，还是生意上的仇家？顾大嫂，我写好了，您看看。顾明琛闻言回过神来，伸手接过纸张，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而后折好放进口袋里。在李大富殷切期盼的眼神中，转头看向保镖道：“我现在出去办事，你们把人看好了，先饿他个3天，快断气了再喂口水给他。”李大富闻言脸刷的一下就白了，连滚带爬地上前想要抓住顾明琛的裤子。顾大嫂，求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我当初真的不知道那是你妹妹，要不您把我交给警察，我愿意在警局认罪服刑。不着急，以后会把你送进去的。等你把施加在我妹妹身上的痛苦一一还回来，我再把你送进局子里，把她拖下去，好好招待我们的这个朋友。在顾明琛离开仓库去调查这件事的时候，另一边得到消息的顾家2少爷顾星云也终于赶到了医院门口。怎么了，小杨？二哥来了，你不高兴？二哥，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大哥明明都已经告诉你了，你一来我就要回家去。今天回去又不是明天就不能来了，现在太晚了，你先回去收拾收拾睡觉，明天放学我让司机去接你过来。顾晨阳听到这话瞬间就高兴了，忍不住上前给了自家2哥一个拥抱。还是二哥你对我好，不像大哥又凶脸又臭。大哥也就表面严肃，其实对我们都很好。顾星云闻言笑着伸手揉了弟弟脑袋一把，而后再度将目光投向了床上的圆圆。此时的圆圆正用小靠垫支撑着坐在病床上吃饭。圆圆，你怎么自己吃上了？医生说过你刚做完手术还不能乱动，你乖乖靠着，等哥哥喂你。不用哥哥喂，圆圆记几次。圆圆见顾晨阳上前来抢，立刻伸出小短手护住面前的碗，同时用力捏住勺柄，活像只护食的小猫。圆圆别哭了，哥哥不是不让你吃，是怕你自己动手伤到身体。见到妹妹哭得厉害，顾晨阳赶紧将碗筷递还给了妹妹，果然后者立刻停止了哭泣，迫不及待地张嘴嗷呜嗷呜地吃了起来。看到圆圆吃的狼吞虎咽的样子，顾星云一把将顾晨阳拉到一边。二哥哥说圆圆很可爱，可爱到想要无时无刻揉圆圆的脑袋，捏着圆圆的脸。小杨，圆圆这样很有可能是护食了。护食？不是小猫小狗才会护食的吗？人也会，只是你没见过而已。3年前我跟着剧组去 F 国的一个镇上取景，在路边看到一个饿得蹲在地上啃野草的男孩，我看他可怜，就把我手里的盒饭给了他。谁知道刚走没多久就有人来抢，当时那小孩被2、3个人围住，被打野死死的抱着饭盒不放开，后来干脆抓着东西往嘴里塞，3、2下就把一整盒饭给吃完了。顾晨阳越听脸色越加凝重，双手也不自觉地紧握了起来。所以圆圆也是和这个小孩一样。是了，从自己把餐盘拿出来开始，圆圆就变得不对劲了。虽说大哥特意让营养师做的定制餐味道肯定不差，但圆圆的表现也太夸张了一些，几乎是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食物上面，其他的一切都没放在眼里。顾星云脸色也很不好看，他们几兄弟出生在豪门，从小经尊玉跪地长大，没体验过人间疾苦，从来也没为温饱担心过，甚至因为吃的东西太多还有些挑食。但一想到在他们挑3拣4，不吃这不吃那的时候，圆圆还在外头吃不饱饭，被逼迫着去乞讨换一口吃的，心里顿时涌上浓浓的愧疚，难受的不行。2少爷、3少爷，你们不必自责，这不是你们的错，只要接下来好好照顾圆圆小姐，让她有足够的安全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刘伯说的对，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照顾好圆圆。顾星云赞同地点了点头，打起精神走回到了妹妹的床边。然而顾星云刚刚鼓起的士气，下一秒就被圆圆一句话给戳破了。刘伯伯，这个叔叔为什么要戴着帽子遮住脸的？
他是不是坏人啊？叔叔，二哥你成叔叔了，还是个坏叔叔。不是叔叔，是哥哥，我是你二哥顾星云。虽说三弟还是高中生才17，但自己年纪也不大，明明上个月才刚过完20岁的生日，满打满算也就比三弟大3岁，准确来说还不满3岁，比3岁还差2个月呢，就2岁010个月的年龄差，怎么三弟是哥哥，自己就成叔叔了呢？而且还是坏叔叔，一定是自己这个魔尊装害的。早知道就先拿工具去洗手间卸妆了，卸完妆就不需要用口罩帽子遮着脸了。二哥哥只比三哥哥大2岁010个月吗？魔尊装那又是什么的？圆圆的话一出，顾星云还没反应过来，顾晨阳先惊讶的开口道：你怎么知道二哥比我大2岁010个月的？我记得大哥给圆圆介绍家庭成员的时候，没有告诉圆圆几个哥哥的年龄，圆圆又是从哪里得知他们2兄弟这么具体的年龄差的？是二哥哥自己说的啦。他说的，刚才不是只说了一句话吗？二哥哥刚刚明明说了很多话。二哥哥说三哥哥只有17岁，但自己也才20岁，上个月刚过完20岁的生日。二哥哥还说自己是因为魔尊装才被圆圆认成坏叔叔的，早知道就先去洗手间卸妆，就不用拿口罩帽子遮着脸的。圆圆每说出一句话，顾星云的脸色就变化几分，等他说完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和石化了一般一动不动。二哥，你不会真的在心里说了这些话吧？顾星云闻言回过神来，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而是把病房里的其他人都先支出去，等房间里只剩下他们兄妹3人，才凝重地点了点头。没错，我刚才在心里是想了这些。那就是说咱们的妹妹能听见别人的心声。什么是心声？心声就是人心里的声音。圆圆，你能听听二哥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二哥哥说圆圆有可能是小神仙转世，还说圆圆很可爱，可爱到想要无时无刻揉圆圆的脑袋，捏着圆圆的脸。圆圆可以让二哥哥捏一下脸，但是脑袋不行。小虎哥哥说了，小朋友的脑袋是不能摸的，摸多了就长不高了。内心的想法被妹妹一字不落地说出，顾晨阳先是忍不住老脸一红，但很快就顾不上害羞了，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顾星云。现在圆圆拥有了这个能力，乍一听也许很酷，实际上却十分危险。他们作为哥哥不会对妹妹做什么，但别人就不一定。别有用心的人知道后，也许会利用圆圆的能力为自己谋利，也有可能为了利益将她送去做研究，这些都是他们绝对不想看到的。就在顾星云和顾晨阳正在烦恼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时，圆圆忽然掀开被子，就迫不及待地跳下床往门口跑去。圆圆，你去哪里？你刚动完手术，不能乱动。二哥哥放开圆圆，圆圆要去找刘伯伯。二哥哥放开圆圆，圆圆要去找刘伯伯。圆圆，你找刘伯伯做什么？你现在不能乱动，你身体里面断掉的那根骨头刚刚接好，要是乱动伤口就会裂开，到时候不仅疼，还要让医生叔叔拿针重新给你缝起来。可是圆圆身上一点也不疼呀，平时疼的时候圆圆还帮忙干活呢。圆圆一脸不解地看着二位哥哥，之前被李叔叔打的时候，我浑身都疼，还是照旧干活，还有去路上乞讨，现在一点也不疼，为什么连床也不能下拉？不疼不代表没事，你好好躺着，三哥哥去找医生给你做个检查。妹妹从小被养在人拐子身边，挨着打长大，可能对疼痛已经麻木了。妹妹不懂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却不能，必须时刻看住她，免得妹妹再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给弄伤了。听到两个哥哥心里如此担心自己，圆圆也懂事的不再闹腾，乖巧的躺回床上，拉上被子，睁着一双大眼睛看向顾星云道：二哥哥，圆圆听你们的话，乖乖待在床上，你和三哥哥不要再为圆圆担心了。圆圆真乖，你告诉二哥哥，你去找刘伯伯做什么？李叔叔说圆圆生下来就是扫把星，没有几个人会喜欢圆圆，乞讨时遇到的好心叔叔阿姨给圆圆钱，也只是嫌圆圆脏快，想快点赶圆圆走，表面看着和善，心里却很讨厌圆圆。现在圆圆有了听别人心声的能力，就可以去听听有多少人喜欢自己了。大哥哥、二哥哥算一个，三哥哥也算一个，现在已经有3个人了。圆圆还想找刘伯伯问问。哼，李叔叔是骗你的，他是坏人，没有人喜欢他，所以才会骗你说也没人喜欢你。二哥哥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这么可爱，肯定很多人喜欢。要不信，我现在就叫刘伯伯进来，我保证他心里想的和嘴上回答的一样。那二哥哥赶紧把刘伯伯叫进来。我叫人进来可以，
不过事先说好了，你只能悄悄的对比，不能告诉刘伯伯你能听到心声的能力。为什么不能告诉刘伯伯？因为这个能力很稀奇，全世界可能都没有第二个。如果被人知道，很可能会把你抓去实验室做研究，到时候你就见不到我们了。听到要被抓走，圆圆紧张地使劲摇头。圆圆不要被抓走，圆圆要和哥哥在一起。圆圆好不容易找到了家，找到了亲人，圆圆不要离开哥哥们。圆圆，你不用害怕，要是有一天你真的不小心说出去了，我们也会保护你的。圆圆不会说出去的，圆圆要和二哥哥拉勾勾，谁说出去谁就是小狗。见自家妹妹严肃着一张小脸，要和自己拉勾，顾星云也是笑着伸出手，将自己的小指头和圆圆的小手指勾在了一起。好，我们拉勾勾，谁说出去谁就是小狗。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在圆圆开心的和顾星云拉勾玩耍的时候，被顾晨阳喊来的主治医生正好从门口进来，见小患者躺在床上，笑得整个人都一颤一颤的，顿时上前小心的扶住了他，也顾不得顾家人的身份，生气的转头训斥道：做完手术不能大笑，刚接好的肋骨会笑断的，你们几个大人是怎么看孩子的？又是下地跑又是哈哈大笑，这样别说恢复了，手术说不定都要重做。刘医生，我们错了，您快检查一下圆圆的身体有没有问题。对，刘医生，您快看看我妹妹的手术伤口怎么样了？我做完手术后都和你们叮嘱过了，小朋友的身体比成年人要脆弱，要更加用心的去看护。你们这么折腾，这伤口肯定要裂。刘医生闻言板着脸上前，一边说一边拿着工具小心翼翼地揭开圆圆身上的纱布。等他低头去看圆圆手术伤口缝合情况时，话音却是戛然而止，紧接着整个人都石化在了原地。刘医生怎么了？情况很严重吗？不是，是手术伤口不见了。什么？伤口不见了？这怎么可能？圆圆都说身上已经不疼了，二哥哥和三哥哥还不信。顾星云两兄弟上前来查看圆圆的伤口，果然看到下午做手术的皮肤伤口已经愈合，光滑如初，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然后一脸色严肃地把门关上，将刘医生拉到了一边。还没等顾星云开口，刘医生便抢先保证道：顾二少，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圆圆的情况我不会说出去的，任何人都不说。刘医生是聪明人，他知道如何选择。虽然医院是私立医院，但这里的待遇和工资比外头的公立医院好10倍不止。顾家的人只要一句话，他就能走人。其实这件事说出去对你我都没有好处，顾家也不想节外生枝处理额外的麻烦。不过还是多谢刘医生，愿意为我妹妹保守秘密。顾二少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那我妹妹接下来的检查就麻烦你们了，我不想有其他人再知道这件事。辛苦你了，多跑跑，加班，加班费和奖金绝对不会少你们的。放心吧，顾二少，接下来圆圆的所有身体检查都由我亲自来，绝对不会让第二个人参与。做完检查后，顾明琛也赶了回来，见妹妹没什么大碍，然后就回了家。此时的别墅内却正在举行一场晚宴。怎么回事？我爸什么时候把别墅场地借出去了？场地没有借出去，今晚宴会是顾总举办的，顾总和老爷子都在里面呢。我爸自己办的，那怎么没告诉我？顾总办宴会不是为了别的，还是和以前一样，为了结交人脉，打探小小姐的消息。这些天您和二少爷满华国寻找人子的线索，都没时间回家。顾总不想给你们再增添负担，就没把办宴会的事情告诉你们。让他不要再忙活了，我这边已经有了重要线索，相信很快就会有眉目。大少爷，你说的是真的？小小姐的事情真的有眉目了？你去告诉我吧，以后这种宴会就不要开了。顾明琛原本还想进去看看顾国兴，但一想到圆圆还在车里，便准备回去。然而还没等顾明琛走到车前，别墅里突然响起一阵喧哗，圆圆不知何时从车里跑了出来，一群小孩将她堵在了里面。大哥哥，大哥哥救我！快来人啊！这个臭乞丐想要偷蛋糕，快来人把这个小偷给扔出去！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抓小偷。对，抓小偷。这个小乞丐想偷盘子里的蛋糕，被我们发现了。大哥哥，圆圆没有偷蛋糕，圆圆只是站在门口看着。5分钟前，圆圆见自家大哥下车，便趁着二哥不注意也偷偷溜了下去。正巧那几个小孩正围着别墅门口的点心架挑选甜品，圆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种类的甜品蛋糕，一时间眼睛都看直了，不自觉地凑上前去看。谁知道还没走近就被他们当成了小偷给抓住了。骗鬼呢！你一个小乞丐混到宴会里来，不就是想偷东西吃吗？萱萱妹妹说的没错，这个小乞丐昨天还跟着一个老头在路上讨饭吃呢。听说还不长眼，弄脏了萱萱妈妈的衣服。萱萱妈妈看他可怜，都没和他计较。萱萱，你们母女俩好心，这个小乞丐可不一定领情，说不定他就是故意在你妈妈的衣服上留下痕迹，
好跟踪你们到这里来偷吃。大哥哥，我没有，昨天我是不小心才撞到那个阿姨的。那个阿姨和这个姐姐还踢了圆圆好几下，李叔叔也是因为这件事才生气打圆圆的。顾明琛闻言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伸手擦了擦妹妹的眼泪，将她抱进怀里，转头看向对面的小女孩问道：你昨天踢了圆圆？本小姐踢了又怎么样？她一个小乞丐，踢她还脏了我的鞋呢。你父母是谁？顾明琛还不至于对一个4、5岁的小孩子动手，但能教出如此恶毒的熊孩子，他倒要看看是一对怎么样的父母。我爸爸叫徐海峰，是许家的家主。哦，原来是最近风头正盛的许家呀。许家以美妆产品发家，近10年才入的豪门之列，之前一直在及格线边缘徘徊，直到3年前和他们顾家搭上线，谈成了一笔长期生意合作，这才飞速发展，在圈子里站稳脚跟。两家的合作对于顾家而言不过是顺手而为，但对于许家这样的小豪门而言，却是一道飞黄腾达的桥梁。怎么，现在怕了就给本小姐磕头道歉，要不然我让我爸爸把你和这个小乞丐一起打包扔出去。然而许家轩话音刚落，一个穿着华贵的女人便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轩轩，你疯了，那是顾家大少爷顾明琛，你怎么能这么和他说话？不可能，妈妈，你明明说顾家大哥哥认我做干妹妹了，他要是顾家大哥哥，怎么可能帮这个小乞丐不帮我？干妹妹，张口就让我跪下和他磕头的干妹妹，我顾明琛可要不起。顾明琛闻言怒极反笑，看着许家母女俩的眼神仿佛在看两个死人。混账东西，还不跪下和顾大少道歉？我平时在家里教你的为人处事都教到狗肚子来了吗？竟然敢背着我和你妈在外头横行霸道胡乱说谎！徐海峰打的这一巴掌很是响亮，啪的一声引得周围人纷纷看去，许家轩更是整个人都被打懵了，反应过来后便捂着脸的大哭了起来。呜呜，我没有错，是这个小乞丐偷蛋糕，我想抓住他，顾大哥哥就吓唬我。呜呜，圆圆没有偷东西。顾大少既然是误会，那把这个偷东西的小乞丐赶出去，再让轩轩和你好好道个歉，这事就算了吧。是啊，顾大少，轩轩毕竟才6岁，不小心做错事也是可以理解的。您大人有大量，就别和一个孩子计较了。夫妻俩一同无视圆圆，顾明琛冷下脸正要发作，赶过来的顾星云却是抢先一步骂道：没听到圆圆说她没偷东西吗？顾二少，您怎么也来了？徐海峰没想到简简单单的一件小事还能引来2尊大佛，我再不来，圆圆就要被你们给冤枉死了。顾二少说笑了，这孩子没有大人带住，也没有宴会请帖，就算没偷东西，也是不该到这里来的。可笑，这是我顾家的别墅，圆圆是顾家千金，这里面的东西包括整栋别墅都是她的，还用得着请帖？顾明琛的话一出，顿时全场哗然，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顾明琛怀里的小女孩，纷纷和身边的同伴议论感叹了起来。顾家千金，她就是顾家最小的女儿顾满月。刚才没仔细看，现在一看这孩子和他2个哥哥还挺像的。怎么可能？顾家千金不是失踪了吗？顾总半个小时前还和我打探消息，问我有没有人贩子的线索。我爸还不知道，今晚我正要带圆圆来找他。圆圆，我的宝贝圆圆。大哥哥救我！爸，你动作轻点，吓到圆圆了。圆圆，你不认得爸爸了，我是爸爸。爸爸？对，爸爸。圆圆，我是爸爸。大哥哥，他真的是圆圆的爸爸吗？没错，他就是爸爸。圆圆要过去给爸爸抱抱吗？顾国兴听到儿子这话，立马跟着蹲了下来，努力克制自己脸上激动的神色，配合地张开了手。圆圆见大哥哥点头，又转头看了看面前一脸期待看着自己的顾国兴，试探着往前迈出一小步。来，圆圆，过来爸爸这里。圆圆原本还有些害怕面前的人，但看到顾国兴含着泪水通红的眼睛，突然就不那么害怕了，于是迈着小短腿直接奔到了他的怀里。爸爸，爸爸在，爸爸在。圆圆，你告诉爸爸，刚才是不是他们欺负了你？圆圆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孩。圆圆，你告诉爸爸，刚才是不是他们欺负了你？昨天圆圆不小心撞到这个阿姨，但是没有碰到她的衣服，圆圆第一时间就道歉了，但他们还是不肯放过圆圆。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他们踢圆圆，骂圆圆，还把擦过鞋的纸扔在圆圆脸上。这个小姐姐还说下次要是再碰到圆圆，就让人把圆圆的眼。今晚圆圆只是下车走到别墅门口看一看，就被许家千金带着一群小孩当成小偷围起来，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他就要被摁在地上打了。没错，他们还冤枉圆圆偷东西，说他是乞丐。顾家3兄妹每说一句话，王慧丽的脸变白1分，到了后头直接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徐海峰的脸色更加难看，也顾不上面子上前，就给王慧丽来了一脚。你是瞎了吗？顾家的小千金也认不出来，
还总督轩轩欺负他，快去给顾总磕头道歉。顾总，我错了，是我有眼无珠，没认出顾小千金。您打我骂我出气都可以，只求您放过轩轩，放许家一马。现在是法治社会，我不会打你，也不会打许家其他人。但你们因为没认出我女儿身份就随意欺辱打骂她，说明人品道德十分有问题。我顾家不会和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合作。从今天开始，顾家断掉一切和许家的生意来往。有谁愿意和许家合作的，也一律不要再出现在我顾家面前。顾总，您行行好，饶我们这一次吧，这些都是我老婆孩子做的错事，我是一点也不知情啊。你不知情？刚才是谁一口一个小乞丐，说要把圆圆赶出去的？顾二少冤枉啊！我当时不知道那是您妹妹，我以为那是中途混进宴会偷吃的小孩。行了，不要说了，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三个，你们赶紧过来把人给撵出去。顾总别赶我们走，我错了，我们一家三口都给顾小千金跪下磕头认错。海峰大喊着被拖了出去，王慧丽和许家轩也被赶出大门，还有那几个跟着许家轩嘲笑过圆圆的孩子和孩子家长，也一个不漏的将人给请了出去。圆圆怎么了？有谁惹你不高兴了吗？爸爸，圆圆现在还是很像小乞丐吗？圆圆怎么会像小乞丐呢？圆圆长得这么好看，明明像个小天使。没错，圆圆你不仅长得好看，还有爸爸妈妈、6个哥哥、爷爷姑姑很多亲人疼爱，你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孩。圆圆听到爸爸和哥哥这么说，小脸上总算是露出了笑容，跟着重复道：圆圆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孩。父子几人一边聊着一边上了车，而等他们一走，宴会也就提前结束了。人散去的同时，连带着消息也传播了出去。刚从公司回来的顾国林一到家就被妻子陈文秀拉到了楼上。到底什么事？赶紧说，我还要去拿衣服洗澡。国林是大事，你弟弟的女儿被找回来了。什么？我就说当初不该动手的，现在孩子回来了，你弟弟一家迟早查到我们头上来。急什么？我这不是在思考对策吗？那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准备礼物，明天一早我们就去老宅那边拜访。哪里？国林，你疯了？这关头我们还主动送上门去，要是被发现是我们干的怎么办？不会被发现的，他们只是找到了人拐子，我们又没有和人拐子勾结，当初只是顺手将那丫头扔到路边给他们捡个便宜罢了。可是这能行吗？没什么可是的，当时参与这件事的人我都处理干净了，顾国兴他们查不到我们头上来，我们只要和往常一样正常上门拜访就好了。那好吧，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陈文秀一走，顾国林就把自己的保镖兼助手赵德山叫了过来。小生，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明天我去一趟顾家看看，那是不是我真的侄女？是的话，我们就再找机会搞她一次。好的，顾总，这件事先不要告诉文秀，她胆子小，容易紧张，我怕她坏事。没有顾总的吩咐，我谁也不会透露。而此时另一边的顾家老宅，顾国兴一行人也到了家里。哇！圆圆喜欢吗？这些都是爸爸找人来布置的。喜欢，这些灯和星星一样，花花全都开在星星里。圆圆说的对，的确像星星。明天白天爸爸再带你来看。庄子里还养了兔子，爸爸让人逮2只来给你玩。还有小兔子。你很喜欢小动物吗？喜欢的话你自己也养一只，只要不违法，什么动物都可以。你二哥说的对，圆圆你喜欢什么动物？爸爸明天就去买。圆圆不买其他小动物，圆圆只想要养小咪。小咪对圆圆很好，如果小咪能住进这么漂亮的花园，它一定会很开心的。小咪是猫咪吗？它现在在哪里？小咪是圆圆被关在小黑屋里的时候遇到的，圆圆哭它就过来贴贴，圆圆饿就从外面叼东西送进来给圆圆吃。圆圆，小咪给你的这些，你不会都吃了吧？爸爸，你想什么呢？圆圆怎么会吃这些？小老鼠和小蟑螂、小蜘蛛那么好玩，圆圆当然是留着它们在小黑屋里当玩具呀。那就好。什么？你把小老鼠当玩具？把小老鼠和虫虫当成玩具有什么不对吗？圆圆和小虎哥哥还有妞妞妹妹都很喜欢玩。对上女儿单纯疑惑的眼神，顾国兴内心一滞，一把将她搂入怀中道：小老鼠和虫虫身上带着细菌病毒，玩多了是要生病的。圆圆现在不用玩这些了，你想要什么玩具爸爸都给你买。爸爸说的对，以后你想要什么玩具我们都会给你买。你看这个娃娃是不是比老鼠好玩很多？大哥哥那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娃娃，全部摆在你的房间好不好？
圆圆闻言点了点头，将娃娃一把接过抱在怀里，但抱过娃娃后又忽然想起了什么。可是圆圆有玩具，小黑屋里的其他小朋友没有，妞妞妹妹和小虎哥哥他们还在那边关着，只有圆圆一个人出来了。圆圆别担心，大哥哥已经派人去找他们了，这2天就会把之前和你关在一起的小朋友都救出来。真的，大哥哥真的能把小虎哥哥他们救出来？当然是真的，你大哥哥很厉害，他说能救肯定能救，到时候爸爸再出钱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帮助这些小朋友找回亲生父母。对，圆圆你别担心，他们救出来后我们会出钱将人安顿好，保证吃得饱穿得暖也有玩具玩。太好了，谢谢爸爸、大哥哥还有二哥哥。圆圆一笑，顾明琛3人也不自觉地跟着笑了起来，一个个上前轮番捏他的小脸揉他脑袋。因为天色已晚，圆圆回来的也比较突然，顾国兴也没有通知家里。圆圆现在这么晚了，你5哥哥和6哥哥都已经睡觉了，你累了一天也早点洗洗睡，明天起来爸爸再带你和他们认识。除了5哥哥和6哥哥，还有妈妈、爷爷、4哥哥呢？他们都不在家里吗？顾国兴闻言表情复杂，家里现在的情况比较糟糕，却不知道如何和女儿开口。顾明琛看出了父亲脸上的为难，于是主动上前帮忙解释。爷爷有事情出远门了，过几天就回来。妈妈生病了，你4哥哥心情不好不想见人，大哥哥明天带你去找他们好不好？妈妈生病了，生的什么病？圆圆要去看她。看到圆圆往来时的路上跑，顾国兴立刻追了上去，一把将她抱回怀里。你都不知道妈妈在哪里，你一个人跑出去怎么找她？圆圆知道，妈妈在岐山疗养院，圆圆有3哥给圆圆的零花钱，圆圆自己打车去。你是怎么知道妈妈在岐山的？圆圆这话一出，顾国兴和顾明琛皆是愣住了，齐齐低头看向他道：圆圆听到爸爸心，对不起爸，是昨天我和3弟聊天的时候没注意，不小心被圆圆给听去了。你3弟不懂事，你怎么也跟着胡闹？这种事情怎么能在你妹妹的病房里聊？青叔的状态很不好，女儿又生着病，这怎么能和他说？圆圆被顾星云一提醒，想起了他和2哥哥拉钩约定不能说能听到别人心声的事，于是赶紧帮着2哥哥说话。爸爸不是2哥哥的错，是圆圆睡觉醒来不小心听到的。顾明琛看着自家妹妹和2弟眉来眼去的样子，猜到了他们之间有秘密，没有当场揭穿，反而上前帮他说话道：爸，要不还是带圆圆去吧，她知道了地质晚上肯定睡不好。再说了，妈每天都念叨着妹妹的名字，说不定见一见病就能好了。那好吧。第2天清晨，一早就开车来到了岐山疗养院。我不知，把这些东西拿走，我要找我的女儿。我女儿被你们藏到哪里去了？爸爸，疗养院好漂亮，圆圆能陪妈妈一起住在这里吗？这里是医院，妈妈是生病才暂时住在这边的，圆圆没生病不能住。圆圆小脸上的笑容消失，声音也跟着低落了下来。圆圆想起来了，爸爸，你说过妈妈的脸受伤了。顾国兴点了点头道：没错，妈妈以前很漂亮，经常演电视电影里的女主角，现在脸受伤，心情不好，所以等会儿上去的时候，圆圆记得说话做事都要小心一些，不要吓到妈妈。妻子脸之所以受伤，其实是因为女儿走丢后成日魂不守舍，在某天煮粥的时候不小心炸了锅，把脸给炸伤了。顾国兴怕女儿有压力，并不打算把这些细节告诉她。谁知圆圆早就用读心能力听到了她的心声，听到妈妈因为太过思念自己，精神恍惚把脸炸伤，眼睛一下子就红了，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怎么哭了？是爸爸说错了什么吗？没有，圆圆只是有些心疼妈妈。不哭了，妈妈看到圆圆一定很高兴，我们现在就进去找她好不好？好。圆圆闻言用力地点了点头，一行人快步往疗养院里头走去，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了里头传来一声尖叫。我不知，把这些东西拿走，我要找我的女儿。我女儿被你们藏到哪里去了？顾夫人，我们没有藏您的女儿，您先穿上鞋，不穿鞋会感冒的。是啊，您先穿鞋回房间去吧。您不想吃，我们马上就把东西撤走，别再往门口跑了。青叔，国兴，我刚刚又梦到圆圆了。圆圆看见妈妈如此伤心，于是走到妈妈面前，主动牵住了她的手。妈妈不要哭，圆圆在这里。何青书动作猛地一顿，有些不可置信地低下头，然后就看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出现在了面前。国兴，我的病是不是严重了？我怎么好像看到了圆圆？自己几乎每日都做梦，梦到女儿回来，但每次梦醒却发现只是一场梦。平日发病也常常出现幻觉，所以当圆圆真正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已经不敢相信，却也不敢动弹，生怕眼前的美好幻象消失。
青叔，这次不是病也不是幻觉，我们的女儿真的回来了。妈妈，圆圆不是幻觉，不信你摸摸，圆圆是真的。何青书的手被圆圆拉着触碰到了她的小脸，小团子的脸蛋粉嫩嫩，如同软乎乎的棉花糖，触感 QQ 弹弹，还带着一丝暖意。这股暖意从指尖传递到了心里，何青书眼泪瞬间夺眶而出，蹲下身抱住女儿，控制不住的嚎啕大哭起来。妈妈不哭，圆圆在这里，圆圆不会再走丢了，以后一辈子都会陪在妈妈的身边。我的圆圆长大了，都长这么高了，妈妈差点都没认出来。哼，妈妈骗人，明明你一眼就认出了圆圆。就属你最机灵。当然，圆圆是最聪明的，妈妈不许再哭了。圆圆以后肯定能看好自己，不会再走丢的。圆圆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帮何青书擦眼泪，小手触碰到她脸颊时，却不小心掀起了侧脸的头发，露出了脸上的疤痕。圆圆，别看妈妈，妈妈的脸很丑，会吓到你的。妈妈不要难过，你的脸会好起来的。你不怕？不怕。之前在小黑屋的时候，圆圆身上也有很多刀疤，其他哥哥姐姐更多。小琴姐姐手臂上的伤疤就和妈妈脸上的一样，圆圆还摸过好几回呢。小黑屋是哪里？你受过伤？什么样的伤？伤得重不重？快让妈妈看看。听到女儿说自己身上有很多伤疤，何青书顿时就顾不上自己的脸了，着急的查看。妈，你放心，妹妹身上的伤都已经好了，我们在医院刚给她做了全身体检。对，青叔你就别担心了，圆圆现在身体很好很健康，倒是你光着脚在外头站这么久，担心着凉。被母女俩冷落在一旁的顾国林父子三人此时终于派上了用场，上前将母女俩往屋子里带。真的没有伤了？圆圆说的小黑屋是哪里？她这2年都去哪儿了？圆圆2年前被人拐子给拐走了，过得不太好。前天在路上乞讨，被陈阳和他的同学正好撞见，救下送去了医院，这才被认回来。什么？圆圆被人拐子拐走，还上街乞讨？妈妈，圆圆已经没事了，坏叔叔被哥哥抓起来了。哥哥说会把欺负过圆圆和其他小朋友的坏人都交给警察叔叔，让他们接受惩罚。妈妈别再难过了，不要再去想以前的事，陪圆圆笑一笑好不好？都听宝贝女儿的。圆圆今晚就陪妈妈在这里睡吧。青叔，你记得吃点东西。护工说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你要是生病，我可就把圆圆带回去了。母女俩闻言皆是眼睛一亮，圆圆更是激动的在何青书怀里打起滚来，撒娇道：妈妈赶紧吃东西，圆圆想留在这里。好，都听宝贝女儿的。小旺，麻烦你帮我去小厨房煮1碗面端过来，再加2个荷包蛋，我女儿也要吃。好的，夫人，我马上去做。圆圆今晚就和妈妈睡一张床，我记得柜子里有新的床单被套，是绒面的，很暖和，我现在就去拿出来换上。被子我来换，你刚从院子里吹风回来，哪儿也别去，就好好在床上待着。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做，妈你多陪陪圆圆。而就在疗养院这边其乐融融的时候，远在京城另一边的许家却是炸开了锅。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怎么会如此不长眼的得罪顾家？爸，这件事我也不知情，都是轩轩年纪小不懂事，才闹成现在这样的。轩轩年纪小，你也年纪小吗？他这么跋扈，还不是你惯的。在宴会上被打了巴掌，受了惊吓的许家轩见爷爷追着爸爸打骂，哇的一下就哭了出来。哭就知道哭，你除了哭和欺负人还会做什么？爸，你别激动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与其打骂，还不如一起坐下来想想办法。滚，都给我滚！带着轩轩滚去顾家道歉，他们不见你们就跪在门口，1天不见就跪1天，2天不见就跪2天，总有一天会放你们进去的。爸，你疯啊！你这是想逼死我们呀？爸，你让我们一家一直跪在顾家门口，先不说吃什么喝什么，轩轩受不受得住？就是受得住，那也会立马上新闻，我们许家的脸就要丢尽了啊！我们许家的脸早就被你们丢光了，那还有脸可丢？滚都给老子滚出去！许老爷子闻言怒火攻心，骂到最后一口气没上来，眼皮子一翻，竟直接被气晕了过去。爸你怎么了？许家晕的晕，哭的哭，屋子里乱成了一锅粥。还是家里的保姆见情况不对，出门喊来了司机，才将老爷子一起抬上车送到了医院去。圆圆，妈妈给你念睡前故事好不好？那圆圆是要听小红帽暴打大灰狼，还是美人鱼逆袭当海王，或者是灰姑娘修仙战后娘？圆圆要听灰姑娘修仙战后娘。从前有位皇后生了个女儿，
因为女儿的皮肤和雪一样白，便取名叫白雪。你们妹妹走丢后的这2年，每天晚上你妈妈都要读绘本，家里卧室和疗养院都放了许多。现在妹妹回来，爸你也就不用每天听童话故事了。妈妈的绘本终于派上了它真正的用场。顾国兴听到儿子这么说，十分赞同的点头道：“你说的对，以后你妈有的忙了。”父子俩笑着坐在院里聊天，房间里听着故事的圆圆很快就睡着了。何青书听着女儿均匀的呼吸声，微笑着抱着她闭上眼睛，一会的功夫也睡着了。希望妈妈的病快点好起来，一家人健健康康。愿喜欢圆圆的朋友们好运连连，财运滚滚，心想事成。我的脸，顾夫人出什么事了？顾夫人，您脸上的疤怎么不见了？青叔发生什么事了？国兴，我脸上的疤不见了，我的脸好了。你不仅脸好了，好像还变年轻了。哎呀，怎么会？昨天晚上还满是疤痕的脸，一夜之间恢复如初，这实在是太诡异了。顾国兴闻言正要说话，小团子便从门外挤进来，抢先回答道：“是圆圆许愿让妈妈好起来的。”听到女儿的话，顾国兴并没有相信。圆圆，你先到房间里玩一会儿，爸爸和妈妈有事情要商量。可是爸爸妈妈不就是在讨论疤的事情吗？爸爸，你不相信圆圆说的话？相信啊，爸爸怎么不相信？肯定是你昨天帮妈妈许了愿，妈妈才能这么快好起来。爸，圆圆说的可能是真的，妈脸上的伤也许真的是她治好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顾圆圆说这话她能够理解，但大儿子都已经22岁了，怎么还把妹妹的孩子话当真？爸，其实我们有事瞒着你们。前天圆圆被3弟救回来的时候，其实伤得很严重，光是手术就做了3-4个小时，肋骨都断了一根，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完好的。顾明琛原本是不想把这件事说出来的，圆圆伤好的速度本就诡异，加上爸妈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理想，便不想让他们多虑。什么？圆圆之前受了重伤，那些人拐子把她打成重伤了？没错，这是圆圆之前的检查报告单。我现在就去嘎了那些畜生。爸，你别激动，嘎人是犯法的。没错，爸你冷静一下，妈和妹妹还看着呢。那圆圆就白被欺负了，这口气我实在是忍不下去。爸爸别生气，圆圆已经没事了，大哥哥早就把李叔叔抓起来了。听刘伯伯说他现在可惨了。圆圆，你现在还疼不疼？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都告诉爸爸。爸爸放心，圆圆早就不疼了。其实李叔叔打我的时候也没有很疼，因为天气太冷，圆圆身上都冻僵没有知觉了。小团子的本意是安慰爸爸，谁知他这话一出，爸爸的眼睛也跟着红了，竟和妈妈一样流下眼泪来。爸爸不哭，圆圆被坏人抓走，说不定是神仙伯伯给圆圆的考验呢。神仙伯伯的考验？对呀，不然圆圆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能力？不仅能治好自己伤，还能把妈妈的脸也给治好。圆圆说的没错，那么重的伤原本少说也要1-2个月才能好，如今1天之内就完全恢复，说不定真的有神仙在背后庇佑。要是平时顾星云说鬼鬼神神，早就要被顾国兴给骂了。但今天发生的事确实离谱，又听儿子这么一说，也就信了几分。圆圆，你还记得你身上和妈妈脸上的伤是怎么变好的吗？圆圆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只很大很大的怪兽，是他帮圆圆的。圆圆，是长得什么样怪兽？它长得有房子那么高，脑袋像老虎，身子像龙，头上还有一个尖尖角。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现实中应该没有这种动物吧？顾明琛和顾星云皆是摇了摇头，后者拿出手机备忘录记下妹妹说的细节，一边记一边道：现实中当然没有，不过说不定神话故事和传说中有，我先记下来，回头有空去查查。看着二儿子这么认真，顾国兴没忍心打击他的积极性，在他看来这个四不像的怪兽根本就是小女儿自己想象出来的，和治愈受伤没有什么关系。顾明琛和顾国兴的想法差不多，于是也没有再继续问圆圆有关治愈能力的问题，而是将重点转移到了何青书的身上。先回家吧，晚上带妈去医院做个检查。刘医生和护士小丽是知情人士，圆圆就是他们安排的，我现在就打电话过去预约。对，先给你妈体检，还有不能再在外面住了，不然以后总发生这样奇怪的事情，花再多的钱也挡不住别人的嘴。顾家一家人忙着收拾东西和善后，却不知道网络上有关首富和走丢女儿相认的内容逐渐变了质，顾家认亲的话题很快就上了热搜。爸爸，圆圆不想走路，圆圆肚子饿了，走到半路肯定会走不动的。
这些人是瞎了眼吗？明明就是许家母女先欺负我们圆圆，我们又没逼他们跪，怎么到头来卖可怜，就全都成我们的不是了？二哥哥别生气，坏人会有报应的，不要气坏自己了。你妹妹说的没错，许家这点小心思，明眼人一眼就能看透。网上骂的那些人不过是眼红顾家，才故意泼脏水。你爸我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你也不用因为这个生气。既然许家想借助舆论把事情闹大，那我们就帮他们一把。你们3个人跪在我家门口做什么？保安，保安呢？快把这3个扰民的家伙赶出去！顾晨阳看到这大小3个人渣就拳头发硬，恨不得上去一人给一拳，但知道周围还有记者在，便硬生生忍了下来。顾三少，求求你饶了我们一家吧，我们真的不是故意把顾小千金当成乞丐。是啊，您看在我们跪了这么久的份上，就饶我们一回，下次我们一定擦亮眼睛，不会狗眼看人低了。嘿嘿，顾晨阳可是少爷劝了有名的纨绔子弟，京海中学鼎鼎有名的校霸，就他这暴躁冲动的性子，随便激怒一下还不对我们出手。徐海峰2夫妻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现在周围都是他们请来的记者，要是顾晨阳在无数的镜头下动手，那顾家仗着全是随意欺辱打压弱小的罪名就坐实了。一想到这里，徐海峰他们抱着顾晨阳大腿的手更加用力了。你们不会以为我蠢到任你们摆弄的地步吧？顾三少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听不懂？你们也许不怕别墅里的监控，但是一定怕红枫道路上的监控嘛。你们母女2人在红枫道路上可是要了我妹妹半条命啊！我大哥早就已经把你们虐打圆圆的监控证据都收集好了，要是不想丢脸，就继续在这跪着，等警察过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你们带走，你们就真的在整个华国都出名了。顾晨阳每说一个字，徐海峰和王慧丽的脸就白一分。你们好好想想吧，我还要给我妹妹收拾房间，就不奉陪了。顾晨阳看到2人的脸色，就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感觉到抱着自己腿的手有所松动，便直接挣开他们往前走，进了庄子里。3少爷，真的不用叫保安去赶人吗？不用赶，我保证他们5分钟内就会自己起来走了。和顾晨阳预料中的一样，才过了2分钟，门口的徐海峰就起身拽着王慧丽和许家轩跑了。许家人怎么走了？顾国兴都还没出来呢。听记者说是8点开始跪的，说顾家不原谅就跪3天3夜，现在半个小时都没到呢。是不是顾家3少爷说了什么话威胁他们？肯定是了，许家3少爷可是有名的纨绔，什么事做不出来。许总不要怕，我们都支持你。新的出来后，大部分人还在为许家人说话，纷纷骂顾家要为许家一家3口撑腰，但很快他们就骂不出来了，因为顾国兴亲自出面将宴会上的监控，还有前2天红枫路上的道路监控都发了出来。你们看，这小乞丐不就是顾家刚认回来的小千金吗？大不说，我还没发现，这小乞丐蓬头垢面的看不清脸，没想到竟然就是顾家走丢的小千金。怪不得顾家人在宴会上这么对许家的人，换成是我女儿被这么对待，我也会把人给赶出去的。一会王慧丽母女虐打顾家小千金的话题很快就冲上了热搜，2个把事件的前因后果展现得明明白白。顾家既没有仗势欺人逼迫许家，也没有以大欺小对许家小女儿动手，一切都是许家的过错。键盘侠和跟风为许家说话的网友们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一部分竟自发去了许家，往许家别墅门口扔垃圾。徐总夫人，不好了，有人在别墅门口砸臭鸡蛋。谁在门口捣乱？让保安把他们都抓起来。去抓了，但人太多了，而且他们扔了就跑，一个人跑了另一边的人接上，保安也拿他们没办法。谁他们敲的门？快给老子赶出去！徐总，是警察。你就是徐海峰吧？有人举报你名下的公司海丰集团非法经营和偷税漏税，我们现在要带你回去调查。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们家的公司怎么会非法经营？一定是弄错了。王慧丽是吧？你当街虐打3岁孩童致2级轻伤，受害人家属已经递交了相关的证据，我们也要带你回警局调查。看到徐海峰和王慧丽都被警察带走，哭喊着要冲出去，却被管家追上前给抱了回来。爸爸妈妈，你们要带我爸爸妈妈去哪里？小姐听话，徐总和夫人现在有事情要忙，我带小姐去找姑姑好不好？徐老爷子生病住院，徐总和夫人也被警察抓走，如今许家没了人，只能向徐总的姐姐徐海婷求助了。许家老管家带着许家轩坐车去找他姑姑徐海婷，另一边顾国兴几人也终于是回到了顾家老宅。爸爸，圆圆不想走路，圆圆肚子饿了，走到半路肯定会走不动的。哇，是小白兔，是小白兔，好可爱，它在看圆圆哎。爸爸，为什么要下车？圆圆不想走路。我们不走路，
是换一辆车进去。顾国兴闻言笑着将女儿抱进庄园，一进去便看到一辆粉色的观光车停在门边。圆圆，这是爸爸亲手为你设计的庄园观光车，你喜不喜欢？圆圆喜欢。哇！圆圆，你看这是什么？哇，是小白兔，是小白兔，好可爱！它在看圆圆哎。圆圆接过小白兔，感觉到掌心传来的温度和毛茸茸的触感，紧张的一动也不敢动。圆圆，你不用这么紧张，这兔子很喜欢你，你可以随便摸它揉它。真的吗？圆圆摸它，它不会跑吗？当然是真的，你试试看，小兔子也会喜欢的。圆圆听到大哥这话，大着胆子伸出了小手。小兔兔，你要乖乖的呀，圆圆只是摸摸，不会伤害你的。圆圆一开始只敢用手指轻轻摸他的脑袋，一边摸一边还小声的安抚他。到了后来见小兔子没有反抗，胆子便越来越大，2分钟后直接将它当成了毛绒小球，在掌心里反复揉搓。圆圆，你要是喜欢就把小兔子带回去吧，仓库有之前买兔子时候送的笼子还有木板，二哥可以帮你把木板做成一个小窝，让你把小兔子养在房间里。圆圆真的可以养它吗？养啊，你要是喜欢，爸爸再给你在庄子里抓个10只8只，或者直接带你去宠物市场挑，那边什么品种的兔子都有。听到爸爸的话，小团子闻言心中感动，摇了摇头拒绝道：谢谢爸爸，圆圆没养过小动物，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将动物养好，先养小白一只试试看，如果能养好再考虑养其他小动物。没想到我女儿小年纪还挺有责任心的，不愧是我顾国兴的女儿。在顾国兴回到别墅和儿子高高兴兴给女儿的兔子搭窝的时候，远在隔壁市的顾老爷子却火急火燎地订了回京机票，一边赶去机场，一边气急败坏地给他打电话。老爷子您别急，说不定顾总有事手机关静音了呢。静什么音？当我不知道今天周六他休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真是把老头子我当成外人了。顾老爷子打了一通电话又没接，气得脸都涨红了，恨不得长翅膀飞到老宅去，将自己那叉烧儿子狠狠打上一顿。1个小时前的顾老爷子刚结束一场象棋比赛，到场外围观其他选手下棋，谁知还没看多久就听到了旁边有人八卦他们顾家的声音，说顾家小千金真可爱，好幸福，像小公主之类的话语。顾老爷子闻言满心疑惑，舔着老脸上去和那2个女生搭话，一问才得知竟是自家宝贝孙女找回来了。您别激动，顾总可能真的有事情在忙，他之所以不告诉您小姐的事，肯定是怕您年纪大又有高血压，知道后万一太过激动在外地出事就不好了。那也不能这么多天了也不告诉我，随便找个借口先把我从避世叫回来不就成了吗？助理小费闻言不敢反驳，只默默地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老爷子骂骂咧咧了一路，到了航站楼安检口才停下来。这飞机怎么这么慢，还要1个小时才起飞？要不把家里的私人飞机调过来算了。助理见顾老爷子拿出手机就要打电话，赶紧上前拦住他道：老爷子您可千万别，您忘了私人飞机要想飞的至少提前1天申请，现在离我们这班航班出发只有50分钟不到了，您随便在附近逛逛时间就过去了。这附近有什么好逛的？我又不喜欢买东西。您不喜欢买，但是小姐说不定喜欢啊。您还没给小姐准备见面礼吧？外面有一家玩偶店，剩下几10分钟，您正好可以给她挑一个好看的玩偶当礼物。耶，你不说我都把这茬给忘了，我还没给我的宝贝孙女准备礼物呢。我们现在就出去买。接上集，准备回家看望孙女的顾老爷子来到玩具店，准备给孙女买礼物。欢迎光临，请问先生想要买什么样的玩偶？把你们这里最新最受小女孩欢迎的玩偶都拿出来看看，我要挑一个最好看的送给我孙女。先生您可以来这边，我们这排货架陈列的都是最新最受欢迎的款式。店员一听老爷子这话就知道他不缺钱，于是带他来到了一处货架，把最贵的一排娃娃指给了他。货架上的娃娃制作的都很精致，头发和衣服的样式甚至瞳孔的颜色都各不相同。但顾老爷子不太会挑小女孩的东西，看了一圈头都看大了，于是伸手将助理小费拉了过来，让他来挑选。小费，你觉得这里头的娃娃哪个最好看？助理小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站在货架前了许久，最后纠结地挠了挠脑袋道：我觉得都好看。都好看，那就全都带回去，总有一个是宝贝孙女喜欢的。二哥的木工活可真厉害了，都可以直接转行当木匠了。
这没什么，我在剧组空闲时候帮组里的场务做过道具，多做几遍就会了。二哥，你在剧组拍戏还要做木工的吗？没背景的新人在组里打杂帮忙是常事，除了麦哥，别人都不知道我是顾二少爷。2年前他正读高3，刚生出当演员的想法，原本想学习才艺转考电影学院，谁知家里却突然传来了妹妹走丢的噩耗。顾星云颓废了好一段时间，等缓过神后再想艺考就晚了。于是高考结束后，他报了一所普通大学，一边上学一边去剧组打工，隐藏身份，从最底层210天的群演做起，既是锻炼也是为了忙碌起来麻痹自己。顾晨阳不知道顾星云内心的想法，闻言气愤地为他打抱不平。二哥，你这又是何苦？我记得你前段时间又被人造谣了吧？现在网上搜你名字都是骂你的，娱乐圈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处处危机四伏。二哥，你单枪匹马的闯进去，累死累活好不容易出了头，又各种被黑被造谣，照我看就该把顾家二少爷的身份亮出去，给那些造谣的红眼兵一人一个耳光，狠狠打他们脸。二哥哥，三哥哥说的对，圆圆已经回来了，你以后就不要让自己这么辛苦了。放心，二哥哥以后不会随便让人欺负了。感觉到腿上的温暖，顾星云心中一热，蹲下身反手将妹妹抱进了怀里。之前这么做是想让自己沉浸在忙碌和压力中，暂时忘记伤痛。现在妹妹已经找回来了，这些都不需要了。你想通了就好，爸晚上就让咱们家的专业团队出动，把网上那些骂你的水军和键盘侠通通清理干净。顾星云刚刚想通，准备反击，另一边一直打压和造谣他的对家胡安言，又从狗仔手里拿到了关于他的新黑点照片和视频。好啊，没想到顾星云还真把小孩虐待进了医院，这下都不用我编故事了，直接把这些照片视频发上去就能把他给锤死。胡安言的经纪人郑田看到这视频，却没觉得有哪里不对，转头对着自家艺人提醒道：小妍，这小女孩也有可能是顾星云的妹妹或者亲戚，她来医院说不定只是探望一下，陪她看病而已。要是探病，有必要提前收工连夜赶过去吗？顾星云这2天都请假没去剧组，肯定是虐待别人家的小孩败露后被家长叫去医院的。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知道那个小女孩是谁就不会这么想了。那可是顾家刚找回来的小女儿。你说的是热搜上挂着的顾小千金？没错，住院部的5楼网上都是顾家的专属病房。顾星云和他经纪人一进电梯就按了7层，我让狗仔从消防通道上去蹲了大半夜，从门缝里拍到了顾家的人。郑田看到照片里和顾大少走在一起的顾星云，不可置信地开口道：难道顾星云是顾家的少爷？半年前顾星云演一部网剧的男二小火了一阵子，当时就有人说他和影后何青书长得像。何青书那可是顾家夫人，首富顾国兴的妻子，和他长得像又被拍到和顾家人一起，还这么巧都姓顾。顾星云该不会就是顾家的二少爷吧？你脑子秀逗了，他要是顾家少爷，我们现在还能安安稳稳地站在这里聊天吗？咱早就被顾家给收拾了。说的也是，我听说顾家2夫妻对每个孩子都很好，没道理顾星云就被丢在外头自生自灭。不和你废话了，文章我都叫记者编辑好了，等把照片里面顾家人的脸给遮住，就让干爹买热搜发出去。二哥哥虐待我，是造谣，有人嫉妒你二哥哥的才能，偷拍了照片，想要用谣言和舆论攻击他，让他退圈。让圆圆也看看。咦，真的是圆圆和二哥哥、三哥哥，这些人都在说什么？有帮二哥哥骂那个坏人吗？有啊，有很多人在帮你二哥哥说话，这件事你不用管，你二哥哥很快就能处理好。对，圆圆你放心，评论区里很多都是骂坏人的。还好圆圆不识字看不懂，不然肯定要被网上这些难听的评论给气哭。二哥哥、三哥哥骗人，他们明明全都在骂二哥哥。圆圆刚才都听到了。顾晨阳和顾星云闻言一愣，这才想起来妹妹有听别人心声的能力，于是纷纷懊恼地上前，对着圆圆安慰补救道：二哥哥没有骗你，这件事真的很快就能解决，到时候那些骂我的人一定会被狠狠打脸。对，你二哥哥已经打算公开身份了，只要他以顾家二少爷的身份站出来，谣言就能不攻而破。刚才2个弟弟分明没有收到线，圆圆是怎么知道评论区都是骂人的？圆圆你识字？圆圆不识字。这是怎么回事？圆圆不识字怎么会知道评论区的内容？可能是刚才圆圆在学习区的时候，我们讨论的声音太大被听到了吧？对，肯定是我刚才骂人的时候太激动被听到了。大哥，我们还是先解决二哥被造谣的问题吧。顾明琛看着他们沉默了几秒，2个弟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有没有撒谎自己一眼就能看出来。好，先解决星云的事，等解决完了你们再主动来和我坦白。说完便转身出了房间，下楼找顾国兴商量公开顾星云身份的流程去了。顾总，我之前实在是被逼的没办法，所以才被逼。
你收了王春波的钱还有脸说被逼，明摆着就是故意欺负我儿子。陈有发的确是没什么根基的小导演，抵挡不了霍安言干爹王春波的压迫，但这件事情当中他并没有多少为难，反而收了钱乐在其中。顾总，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是我该死，我马上就去微博把现场的监控视频发出来，公开道歉，帮顾二少澄清。限你5分钟把视频发出来，还有你和你剧组里其他人与王春波的金钱交易记录，半个小时内也全部给我补上，不然就等着被警察带走吧。陈有发听着电话那头的忙音，整个心也跟着空落了下去。回想刚才顾国兴的话，不敢再浪费时间，赶紧先把视频传到微博，然后挨个给剧组里的人打电话。于是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不断的有人在微博上给顾星云道歉，有导演，有演员，也有剧组的工作人员，并贴出了转账记录，表示自己之前被金钱蒙蔽了脑子，才任由造谣者颠倒黑白。事情在短短1小时内不停反转，黑子们删博的删博，消耗的消耗，吃瓜群众大为震惊。没想到顾星云竟然是救人，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剧组的人为了钱连良心都不要了。顾星云演技本来就很好，要不是霍安言和他干爹故意造谣败坏他的名声，现在说不定都能演大制作的角色了，白瞎了这半年。话说霍安言这个人咋和他干爹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怎么还不滚出来道歉？网友们发现自己被欺骗后，纷纷将矛头转到了霍安言和王春波的身上。干爹，您快救救我！我不想退圈。你还有脸想让我救你？顾星云是顾家的少爷，现在不只是你，我也要完了。干爹，我真的不知道顾星云是顾家少爷，他以前是和我合租跑龙套的，每天跟着大家抢戏蹲着吃盒饭，就是打死我也不知道他是来体验生活的呀。霍安言，你别在我面前装可怜，你敢保证以前和顾星云合租一次都没有听到他和顾家人打电话吗？我看你是早就知情了，故意攀上我，把我当枪使。干爹，我没有，我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有多远滚多远。干爹，干爹，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他喊干爹？啧啧，这声调不愧是爬床上位的贱货。哈哈，我当然听到了，那声音听得我起一身鸡皮疙瘩。霍安言却站在门后，红着脸紧握着拳头，迟迟没有推门出去。现在王春波不管他，经纪公司也不管他，网上和现实里全都是骂声。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完了。二哥哥，你们看，这些人都夸圆圆好看，让圆圆再发新的照片。是谁这么有眼光夸我孙女好看啊？爷爷，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 B 市参加象棋比赛吗？圆圆回来了，我还参加什么比赛？当然是带见面礼来找我的宝贝孙女了。上集算计拐走圆圆的大伯找上了门，然而他却不知道，锦鲤女还可以听见别人的心声。哇，好漂亮的皇冠！怎么样，圆圆？爷爷送给你的见面礼喜欢吗？喜欢。顾老爷子看到原本还有些怕生的小团子成功被皇冠给吸引，顿时庆幸自己往城东跑了一趟，笑着将盒子往他面前递得更近了一些。爷爷，这不是你上个月在拍卖会上花1亿多拍下，说要高价转卖出去的天使之心吗？怎么，你还想我卖了天使之心后分点零花钱给你？顾晨阳被猜中了心思，赶紧心虚的转移话题道：没有，我哪敢有这样的想法。您把天使之心送给圆圆是最合适不过了，圆圆戴上很漂亮，比外国女王戴着还要好看。在顾家其乐融融的时候，顾国兴的哥哥顾国林一家3口也是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来到了顾家老宅门口。大哥大嫂，你们怎么来了？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都没来得及做准备。抱歉，我听说圆圆回来太高兴，忘了给你打电话，就着急赶了过来。大哥你太客气了，你们人来就好，没必要带这么多礼物的。哈哈，要是平时我肯定不带，但是圆圆是我唯一的侄女，她好不容易回来，我是一定要买礼物送给她的。顾国林闻言一边说着一边看向门内，不着痕迹地寻找圆圆的身影。自从他爸决定将继承权交给对方开始，顾国林就再也没有把他当成弟弟。他这些年拼命努力，暗中设计将侄女交到人拐子手里，就是为了看顾国兴一家分崩离析。所以顾国林这次来，表面上是恭贺，实际上是为了验证顾国兴找回来的是不是真的顾安源。如果是真的，那就想办法再除掉他一次。顾国兴完全不知道自家大哥心中的算计，热情地招呼他们进门，而后跑到楼上去喊人：圆圆，你大伯伯来看你了，他给你带了很多礼物。圆圆又有礼物了。圆圆，你看，这是大伯伯送你的儿童学习机，还有电话手表，还有2个芭比娃娃套盒。国林那小子怎么送这些东西？圆圆有手机，也有专门的学习电脑，芭比娃娃玩具区也有一大堆。这有什么？爸，你在机场不也买了一堆重复的玩偶吗？这哪能一样？
我又不知道阿琛买了一样的玩偶。礼物贵在心意，不在内容。不管大伯伯送什么，圆圆都喜欢。那圆圆和爸爸一起下去谢谢大伯伯好不好？大伯伯还带了乐乐哥哥来，你可以和他一起玩。大伯送圆圆东西，圆圆要下楼去和大伯伯说谢谢。圆圆来了，2年没见，都长这么大了呀。圆圆，这是你大伯和大伯母，就是他们送礼物给你的。大伯好，大伯母好，谢谢你们送给圆圆的礼物，圆圆很喜欢。哎，我们家圆圆可真乖，小年纪就这么会说话。顾国林从见到圆圆起就一直仔细打量她的五官，心里一直猜想她是不是真的顾安源，于是忍不住将顾国兴拉到一边，小声问道：国兴，大哥问你，圆圆你们是怎么找回来的？验过 DNA 了吗？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女儿我还会认错？大哥没有别的意思，大哥只是担心你被人给骗了。这些年很多人为了钱专门找了相似的孩子上门冒认，和圆圆年龄相仿长得很像的也不是没有。顾国兴听了顾国林的解释，神情稍稍缓和，拿出了亲子鉴定报告单，递到了顾国林的面前。大哥你放心吧，圆圆一回来我就带她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了，是我和青叔的女儿没错。那就好，那就好，这样大哥我就放心了。顾国林看着屏幕上亲缘关系99.9%的字样，越想越生气，脸上的笑容都有些控制不住的变得扭曲起来。大哥你怎么了？脸抽筋了吗？哈哈，没错，年纪大了毛病就多了。我上个月被诊断出间歇性面瘫，时常会做出奇怪的表情，你们可别被我吓着了。为啥大伯伯要生圆圆的气？三哥哥，大伯伯笑起来好可怕。顾晨阳听到妹妹说害怕，立刻蹲下身将她抱进了怀里。大哥接到警局电话，配合找人拐子去了。二哥也去了经纪公司处理造谣事件后续。家里现在只有他一个哥哥，定是要担起责任，照顾好妹妹。圆圆别怕，有三哥哥在呢。你大伯伯只是生病了，他要是听到你说他可怕，肯定会难过的。可是大伯伯看起来就像坏人。小团子躲在顾晨阳的怀里不肯出来，几个人轮番哄劝也没有办法，最后还是陈文秀见事态不对，推了自家儿子一把，示意他上去行动。圆圆妹妹，你想不想和小熊一起玩？和小熊玩？对呀，和小熊还有我一起玩。我叫顾雨乐，是你堂哥，你可以叫我乐乐哥哥。顾晨阳正因为妹妹莫名其妙的害怕大伯而有些不知所措，见堂弟主动邀请他一起玩，而妹妹看着也很感兴趣，便说道：圆圆，你想和乐乐哥哥一起玩吗？想的话就带他去你房间一起玩玩具。好，圆圆带乐乐哥哥上楼。圆圆妹妹，你这个房间里有监控吗？圆圆睡觉的地方没有装监控。没有监控就好。乐乐哥哥，你怎么不过来？这里有很多玩具，我们可以一起玩。圆圆没有听到顾雨乐的嘟囔，见他还站在原地，便拿起一辆玩具车走过去递给了他。顾雨乐装了一路的好哥哥，可把自己给憋屈坏了，现在知道房间里没有监控，索性也就不装了。这种破烂玩意儿有什么好玩的？你陪我玩别的游戏。小汽车被砸在地上，直接摔了个四分五裂。圆圆被吓得整个人一激灵，不自觉地后退了2步，转身就往门口跑去。你跑什么？我们还没开始玩呢。乐乐哥哥好可怕，圆圆不想和你玩了，我要下楼去找爸爸妈妈。乐乐哥哥好可怕，圆圆不想和你玩了，我要下楼去找爸爸妈妈。想要走可以，但是你得和我玩玩游戏再走。乐乐哥哥想玩什么游戏？玩角色扮演。你不是当过小乞丐吗？我来当大少爷，你来当乞丐，你学你以前的样子和本少爷讨钱，讨得我高兴了就放你走。哼，圆圆才不要当乞丐，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说过，自己之前只是被坏人抓走了，所以才会在街上乞讨。现在圆圆已经回到了家，身边还有很多亲人疼爱，早就不是小乞丐了。你真不玩？不玩，你想要当小乞丐就自己当，圆圆才不陪你玩。看来不教训你一下，你都不知道谁是哥哥了。顾雨乐看着站在自己面前凶巴巴瞪着自己的小团子，心中也是来了气，上前2步抬手就朝着他的肚子打去。圆圆才没有你这样的坏哥哥。圆圆哭得很厉害，即使房间有隔音，也很快通过门缝传到了楼下。青叔，我怎么好像听到圆圆在哭？我也听到了，好像就是圆圆的声音。顾国林其实也听到了一点哭声，但害怕自己儿子闯祸，还是上前拉住了弟弟，想要将他糊弄过去。国兴，你肯定是听错了，
要是圆圆哭，乐乐肯定下来告诉我们了。顾国兴听到顾国林这么说，还以为自己太担心女儿出现了幻觉，谁知下一秒何青书却直接站起身，就往楼上跑去。看到何青书上了楼，他们也二话不说上了楼。圆圆，妈妈，小团子看到了何青书，立刻从地上爬起来，扑到了他的怀里。圆圆不哭，妈妈在这里。圆圆，出什么事了？你怎么哭了？乐乐，你是不是玩玩具的时候不小心给摔着，或是被东西砸到了？顾雨乐闻言抽泣着摇了摇头，缩到了顾国林身后，满脸恐惧地看向不远处的圆圆道：不是，是圆圆妹妹，她是妖怪。刚刚就是她变出怪兽打伤我的。那个怪兽长得很奇怪，身形只有狗一样大，比奥特曼里的怪兽还要吓人。乐乐，你是不是疼傻了？这世上哪里有什么怪兽？是不是你圆圆妹妹用地上那个碎掉的玩具砸到了你？不是的，这个玩具车是乐乐哥哥砸坏的。乐乐哥哥说不喜欢玩玩具，要让圆圆和他玩角色扮演。圆圆演小乞丐，他演大少爷。圆圆的话一出，刚进门的老爷子闻言立刻冷下脸，对着孙子质问道：乐乐有这回事吗？我没有，我怎么会让妹妹扮乞丐？我们玩得好好的，是她忽然变出怪兽打我的。明明就有，圆圆不肯扮乞丐，乐乐哥哥就要打圆圆，所以圆圆才哭的。爷爷，圆圆不是妖怪，也没有打乐乐哥哥。哈哈，我看要不这事还是算了吧，孩子都还小，闹点矛盾也正常。乐乐的手也受了伤，我先带他去医院看看。原本他见儿子受伤是想把事情往圆圆那边引的，但儿子跟疯了一样的，咬死是圆圆变出怪兽打伤他的，实在是不占理。而且自家儿子是什么性子他也清楚。然而顾国林想要大事化小，顾国兴一家却不肯。已经喊家庭医生过来了，还有5分钟就到。大哥也不用带着乐乐去医院了，先在这里将刚才在楼上发生的全部事情问清楚比较好。哈哈，我发现我家里的煤气忘记关了，大哥改天我们再来看你们。啊，对，见他们带着顾雨乐要走，顾晨阳赶紧跑到门口堵住了门。国兴，你们这就有些过分了，两个孩子说法不同，楼上房间又没有监控，如何问得清楚？是啊，圆圆是你们的女儿，乐乐也是我们的儿子，难道就因为圆圆说是乐乐的错，你们就要以多欺少，不分是非的逼我们认错不成？顾老爷子活了80来岁，早就成人精了，见儿子儿媳这副心虚的模样，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于是也直接转头看向顾雨乐。乐乐，你来告诉爷爷，你有没有欺负圆圆？没有，都是他们。乐乐，你想清楚了再说。你知道爷爷最讨厌撒谎的孩子。爷爷，我什么都没做，刚才我就是乖乖圆圆妹妹一起在楼上玩玩具而已。看来你还是没有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是不是以为房间里没有监控，我们就没法查清真相了？顾晨阳这话一出，顾雨乐脸色顿时唰的一下变得惨白。顾雨乐到底年龄小，做不到他爸妈那样撒谎，还这么有底气，被吓得直接把事情说了出来。滚，都给我滚！国兴，你别激动，我们也没想到乐乐会这样做，我们回家一定好好教育他，下次绝对不让他再欺负圆圆了。不用等下次了，我不会让欺负过我女儿的人进到家里。大哥，你现在就把你儿子带出去，以后也不用再带他到我家做客了，我们不欢迎。国兴，乐乐怎么说也是你侄子，他还小，做错了事情总要给他改过的机会，难道你一辈子都不让他上门吗？虽说这件事是顾雨乐一个人的错，但他毕竟是个才7岁不到孩子，他如今的言行举止、道德观念，全都是大哥大嫂你们惯出来的。我也不会要求大哥大嫂当着自己的面狠狠教育乐乐，毕竟按照你俩的性子，就算现在教育了，回去之后大概率还是和从前一样，所以干脆就不要来往了，免得大哥家教育不好儿子，次次上门都让我的女儿受委屈。国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们已经知道错了，回去会好好管教乐乐。滚出去！爸爸，少趴在地上装模作样，我刚才不过就是轻轻敲了你一下，用不着在别人面前做戏。爷爷你偏心，我刚刚就是嘲笑了圆圆妹妹几句，摔了玩具，但是她都变出怪兽把我的手打肿了，还我爸爸。可笑，你刚刚明明说的清清楚楚，是你侮辱圆圆还动手打她，她自己聪明躲开没挨打，难道还是她的错不成？我没有撒谎，就是怪兽打的我，是圆圆变。你给老子闭嘴！乐乐，国林，你打乐乐做什么？他刚才是在为你打抱不平，是在担心你。担心我？他这是想害死我！顾国林闻言怒极反笑，连可怜都装不下去了，直接伸手拎过顾雨乐就往门外走。
他来之前计划的好好的，想借着做客和侄女亲近建立信任，多来往几次后再把他骗出来和2年前一样处理掉。就因为他儿子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出来捣乱，现在别说是带人出去了，连靠近都靠近不了了。你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大伯和大伯母的心声？他们有没有和顾娱乐一样满肚子坏水？圆圆刚才就想和三哥哥说了，圆圆听不到大伯伯他们的心声。什么？你听不到大伯伯他们的心声？圆圆听心声的能力难道还有特殊限制？那为什么他能听到爸妈和大哥二哥自己，甚至还有陈国和医院护士小丽的心声，却听不到顾国林一家的？没错，圆圆发现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道门，大伯伯和大伯母心里的那道门，圆圆打不开，所以听不到门内的声音。一道门？难道你说的是人的心房？三哥哥，心房是什么意思？心防就是心理防备的意思，每个人都有防备和不防备的对象，就比如大哥二哥我，还有爸爸妈妈，他们都对你没有心防，所以自然而然的将心门敞开给你。那大伯伯和大伯母一定是对圆圆有防备，所以把心门关上了，对不对？没错，他们一家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连陈伯和小丽都能对你敞开心扉，他们却有所设防。三哥哥，圆圆虽然听不到大伯伯和大伯母的心声，但是能感受到他们不喜欢圆圆，特别是大伯伯，他把爸爸拉到一边说悄悄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到大伯伯特别生圆圆的气。圆圆觉得他很可怕。圆圆不怕，爸爸已经和门口的保安吩咐过了，以后大伯一家没有我们的准许不准进来，他们没有机会伤害到你。顾晨阳见妹妹害怕，脸色逐渐凝重起来。看来我得找个机会和爸谈谈，把妹妹能听到心声的事情告诉她，最好让大哥也一起通过这件事重新审视大伯一家人。霍安言，你在厕所里生孩子呢？郑哥，你要带我去哪里？我不出去，外面的人都在笑话我。霍安言，我可没工夫和你耗，王导都催我一下午了，还有公司那边联系不上你，也一直给我发消息，你马上跟我出去。我如今都这样了，你还满脑子只想着你的工作？不然呢？如今我手底下可不止你一个艺人，你现在出了事，如果不处理干净，我也要跟着丢饭碗。郑田，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当初要不是我，你能有现在的地位，估计还在影视城当兼职场务打零工呢。不用你，我也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起来。当初你拉我走了捷径，我感谢你，但是这2年我被你当狗一样使唤来使唤去，一点小事不满意就训孙子一样训我早就受够了。行了，走吧，公司那边急着找你商量赔偿和解约的事。我不可能解约的，也不可能赔钱，我还要继续演戏接广告，我要待在娱乐圈爬到顶端，把顾星云还有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看我笑话的人全都踩在脚下。霍安言，你给我站住！见霍安言逃跑，郑田拔腿就追，谁知后者竟直接上了剧组的面包车，一脚踩下油门就冲了出去。你以为你逃跑就没事了？你拖的时间越长，要赔的钱就越多。而此时影视城外，霍安言正开着面包车在路上漫无目的的狂飙，他害怕被郑田和王导的人抓到，要他回去解约，就往人少的地方开，一路挑选偏僻的山路走，竟开到了一座山上。我不可能回去的，不可能回去的。我记得之前有个导演喝了酒聊到圈里的某某明星养小鬼，听说那明星以前和自己一样对付别人踢到了铁板，养了小鬼后打压那人的对家后台就自动倒台了，那明星也越走越顺，要不我也养一只小鬼吧。现在自己卡上的资金已经全都冻结了，别说买小鬼了，连住酒店的钱都没有。但若是能让顾星云和顾家倒台，我愿意把自己这条命都抵进去。霍先生是想要养小鬼吗？你是人还是鬼？想要对我做什么？我自然是人，我叫玄清风，是这山上玄清道馆的馆主。刚才听霍先生想要养小鬼，正好我手头有几只品相好的，可以供先生挑选。你找错人了，我只是随便说说，而且我没钱买小鬼。可是刚才霍先生不是还说，为了报复顾家可以抵上自己的性命吗？你是怎么知道我心里想法的？你到底是什么人？霍先生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就说愿不愿意和我做这笔交易吧。我也不要你的命，只要你答应我2个条件，我就帮你得偿所愿。什么条件？第一，我需要你嘎后把灵魂递给我。嘎后把灵魂给你？你不会现在就想嘎了我吧？当然不是，我和你只是交易关系，不管你是明天出门被车撞死，还是活到100岁寿终正寝，我都不会出手干预。可以，那第2个条件呢？既然你想要对付顾家，那干脆就把顾家的那个小女孩绑来吧。
他今年3岁半，年龄合适，又是天降福星，是上好的制作小鬼的材料，这就是第2个条件。你在开什么玩笑？那可是顾家小千金，我要是有这本事，还用得着和你做交易？直接自己对付顾家得了。你一个人当然不行，但是有我的小鬼帮你啊！既然要合作，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如今已经120岁了，眼看寿数将近，而顾家的气运强盛，你要是能帮我把顾家的小福星偷过来，不仅顾家能垮台，我也能将它做成小鬼，帮助自己延长寿命，精进实力。到时候我们互惠互赢，你做你的大明星，我继续当我的玄清观主，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我自己有如今这般境遇，全都是顾家在背后搞的鬼。只要有机会能让顾家垮台，这个风险值得一冒。而且玄清风这么厉害，想必也有几分真本事。他做出来的小鬼，带自己进顾家偷个孩子应该不成问题。行，你先把小鬼给我，教我如何使用，我去帮你把顾小千金偷出来。这边霍安言和玄清风达成合作，远在京师的顾家却全然不知有人想害他们。此时正准备出发去找4哥顾继南。爸爸妈妈、爷爷还有3哥哥，你们快一点！司机叔叔已经把车开过来啦。从小福星找回家后，爸爸公司的股票也涨了，妈妈被炸伤的脸好了，残疾的4哥哥病也好了，造谣2哥哥的艺人也彻底倒台了。接上集，爸爸妈妈、爷爷还有3哥哥，你们快一点！司机叔叔已经把车开过来了。圆圆，外面冷，快把外套穿上。哇，这个外套和小白的毛好像，圆圆要把小白藏在口袋里。圆圆说完，将一直捧在手里的小兔子塞进了外套口袋里。当然像，因为这件外套就是兔子毛做的。圆圆闻言，小脸顿时垮了下来，伸手轻抚了抚趴在自己口袋里的小白，有些担心的抬头看向顾晨阳，问道：兔子毛是把小兔子的毛都剪光光吗？那小兔子冬天会不会冷？嘿嘿，不是剪小兔子的毛，是把小兔子。顾晨阳，赶紧滚过来帮我拿东西。圆圆，别听你3哥哥的，小兔子的毛是夏天剪的，夏天这么热，他们冻不着，还觉得凉快呢。那等夏天到了，圆圆也要给小白剪毛，凉快凉快。圆圆看到小白不听话想出来，赶紧伸手将他摁了回去，奶凶奶凶的威胁道：小白要是不乖想逃跑，圆圆现在就把你的毛给剪了。这兔子还挺聪明，好像能听懂人话似的。小白当然能听懂圆圆的话啦，因为他是圆圆的朋友。在圆圆几人赶去顾继南住所的时候，顾继南却不知道他们要来，他正推着轮椅在厨房想要倒水喝，结果因为水壶太重，他一个没拿稳，不小心就掉到了地上，大腿被烫伤了一大片。阿南，你在里面吗？爸妈带爷爷3哥还有圆圆来看你了，我们给你做了好吃的。圆圆，哇，爸爸，这些都是4哥哥画的画吗？这些都是你4哥哥画的，圆圆喜欢吗？圆圆喜欢，4哥哥画的夜空好漂亮，和圆圆画的星星正好搭配。圆圆看到这些夜空后，眼前一亮，开心的从自己随身背着的小书包里拿出了自己的画来，将上面的星星一颗颗撕下来，用胶水沾在了顾继南的画纸上。圆圆，真的是你吗？对外界的消息一概不知的顾继南，下意识的想要伸手去触碰小团子，可一想起算命师傅说的话，又猛地将手缩了回来。4哥哥，你看，圆圆把星星贴在你画的夜空上了。这是星星？对呀，这是圆圆画的星星，是专门送给4哥哥的见面礼。顾继南看到自己画的那些阴沉的黑夜里，亮起了一颗又一颗明亮的小星星，他内心的黑暗也跟着被驱散了开来，仿佛沉寂了许久的黑夜忽然有了亮光，让他整个人都活络了过来。阿南，圆圆不只给你准备了这个，还亲手做了小包子给你吃。是啊，阿南，我们每个人都有做，爷爷亲自帮忙蒸的，你吃一点，不要辜负了大家的一片心意。原本思绪集中在画作上的顾继南，在听到他们的声音后回过神来，慌张的朝后退去，谁知一往后挪动，盖在腿上的画纸便自动掉落了下来，露出了他腿上的伤。圆圆，你离我远一点，你们也都别过来。4哥哥腿流血了，圆圆帮4哥哥包扎。圆圆，你离4哥哥远一点，4哥哥身上有霉运，会传给你的。4哥哥身上才没有霉运，就算有，圆圆是小福星，也可以把4哥哥的霉运通通赶跑。阿南，圆圆说的没错，他的确是我们家的小福星，自从他回来，我们家每个人都变好了。对啊，阿南，你没发现吗？
妈妈被炸伤的脸都好了，造谣你二哥的艺人和他背后的人也彻底倒台，爸爸公司的股票也涨了，家里又多赚了好多钱呢。妈妈的脸好了。顾继南闻言一愣，震惊的转头看向何青书，这才注意到他脸上原本纵横交错的伤疤已经消失不见了。1年半前，自己刚得了算命先生的话，正犹豫要不要搬出去，结果还不到半天就又出了祸事。当时在医院，顾继南看着何青书满脸血肉模糊的被推进手术室，更加确定了算命先生说自己是天煞孤星的言论。回去后就收拾了家里有关自己的所有东西，一件不留地搬去了外面。妈妈的情况你也清楚，她的脸都能好，你的腿也一定能好起来。所以安南，你跟我们回去吧，不要信那什么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了。顾继南低头看向自己的双腿，没有轮椅的帮助，他根本就站不起来，而且不仅站不起来，触碰也没有感觉，就像今天下午大半热水倒在腿上，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疼痛。顾继南正想着腿上，却忽然传来了一阵刺痛。听到顾继南的痛呼声，小团子赶紧收回手，满脸愧疚的开口道歉：“四哥哥，对不起。”圆圆一着急就用了点力。没关系的，圆圆，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继南，你刚刚是不是腿有感觉了？我小腿被扎破的地方疼，大腿烫伤的地方也疼。都受伤了还去碰，你大腿怎么烫伤的？什么时候烫的？处理过没有？面对家人的关心，顾继南这回没有再执着的躲开，而是有些心虚的低下头。下午倒水喝的时候不小心把热水壶摔了，我没感觉就没有处理。怎么能不处理？都积水泡了。快，国兴，你把阿南抱到轮椅上去，我们现在就带他去医院做检查。爸妈，我不用。闭嘴，乖乖跟我们去医院。顾四少是不是中途去其他地方治疗过？这次的检查结果和上回完全不一样，腿部的神经已经恢复了正常反应。陈医生，您的意思是继南的腿有希望恢复？不是有希望，是完全没问题。顾四少原本瘫痪的主要原因是脊髓压迫加上腿部神经坏死，这其中原理复杂，总而言之很难治疗。不知道顾总能否引荐下治好顾四少的医生，让我也向他学习一下。抱歉陈医生，这2年我们带阿南辗转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医生治疗，具体是哪位医生给的治疗方案起的作用我们也分不清楚了。这夜了，那就可惜了。陈医生，那接下来继南需要住院吗？不用住院，他的腿部神经基本已经恢复了，只要1个星期来医院复查1次就可以。阿南，现在我们就一起回家吧。你画室的东西我和你爸爸会收拾过来，你不用操心。可是那个算命先生说我……你怎么还惦记着那狗屁神棍的话？这人要是被我抓到，我一定狠狠地揍他一顿，揍得他满地找牙，连他妈也不认得。对，圆圆也要和三哥哥一起揍他。圆圆最讨厌乱说话的人了，四哥哥那么好，真要算也该算出福星的命，才不是什么天煞孤星。鸡囊，你还记得那个给你算命的人的样子吗？记得的话，你把他画下来，爷爷帮你把他找出来。你爷爷说的有道理，我们先把这个人找出来，再看看他到底是有真本事还是故意来戏弄你。对，到时候无论怎么样，找到后都先把人用麻袋套着揍一顿，然后再放出来慢慢教训，谅他也不敢再和以前那样胡言乱语。好，但在找到算命先生之前，你们还是尽量先和我保持距离。回家我就一个人住在4楼，平时没事你们都不要上来。只要你肯回家，这些都听你的。不过就算平时不接触，饭还是要一起吃的。我们顾家有自古传下来的祖训，要是一家人在同一屋檐下却不一起吃饭，是要倒大霉的。我们家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祖训了？少多嘴，我们家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顾老爷子被拆台，一脚踢在了他的屁股上，顾晨阳捂着屁股嗷嗷的惨叫出声，其他人见状皆是忍不住笑出声来。而在顾家一家其乐融融的时候，远在城西的顾国兴一家却不太好过。国林，乐乐的伤口上怎么会有虫子？顾国林闻言立刻俯身去看儿子的手，就看到一团黑色的东西缠绕在顾雨乐的皮肤上。这不是虫子，但乐乐的伤口好像变成黑色了。你去门口叫司机，我们马上带乐乐去医院。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三人几乎将京市的全部大医院都跑遍了，连几家私人诊所都去过了，但愣是没有一个医生看出是什么问题。国林，要不带乐乐去我老家吧？我表妹婆婆的姐姐是神婆，我小时候去外婆家玩的时候，看过村里的神婆做法。当时有个小孩和乐乐现在的情况很像，神婆1碗符水下去就好起来了。那小孩什么情况？我记不清了，反正也是莫名其妙病了，带去城里的医院也看不好，最后神婆看过后才发现是中邪了。那我们快去找你表妹，
要他带我们去找神婆。白神婆您好，我是晶晶的表姐，这是我儿子乐乐。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今早我带我儿子去他小叔家玩，回来手就成这样了。他说是被怪兽咬的，去好多家医院看了都治不好。怪兽？什么样的怪兽？乐乐说是长了虎头、龙身，头上还有角的怪兽。虎头龙身，头上有角。白神婆闻言脸色一肃，站起身拉过了顾雨乐的手，凑近仔细查看。白神婆，我表姐说的是不是像之前在莲花村出现过的山鬼，一咬就死人的那种？不能死，乐乐不能死！白神婆，您一定要救他！只要能救乐乐，多少报酬我都能给。我们夫妻俩本就生育困难，50来岁就得了这么一个儿子，乐乐就是我的命。要是乐乐出了事，我也不活了。你平时是不是纵着你儿子做了什么祸事？陈文秀闻言一顿，有些心虚的问道：白神婆，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虎头龙身独角，那是地府地藏王菩萨手底下的神兽谛听，谛听能听心声，辨善恶，有审判神兽之称。你儿子这手上的痕迹就是审判，若是他没做坏事，遇到神兽是能得到福泽的，但他不仅没有得到福泽，反而落了审判，说明他做了坏事。更严重的是还当场冲撞了神兽。什么神兽？什么审判？一个老钱婆不会治病就不要乱说。哼！表姐夫，你别乱说，白神婆可是有真本事的。什么真本事？我看是骗人骗钱的本事。特呵，太阳两穴凹陷，眉尾尖锐破损，下颚突出，明显的奸恶之相。你这个老钱婆在胡说八道什么？我是不是胡说八道，你自己心里清楚。心思恶毒，欲残害血亲，还纵容隐瞒儿子做的祸事。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这娃娃被神兽审判也不难理解。傅国林被白神婆说中，心中大骇，下意识想要反驳，却是被陈文秀给打断了去。国林，你别说了，白神婆您说的对，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当好榜样，求您救救我儿子，他才6岁，什么都不懂。白婆婆，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帮乐乐吧，乐乐是我的外甥，他小时候我也经常抱他的。不用我帮，他是孩童，身上的审判之力只会让他痛苦2日，2日后便会自动消散。不过既然是晶晶的外甥，我就给他做1碗符水，提前消去痛苦。这碗符水给他灌下去，1刻钟便能见好。陈文秀端过碗就来到了赵晶晶的面前，和顾国林一起，3人合力将符水给顾雨乐硬灌了下去。表姐你看，乐乐手上的黑色开始退了。妈妈，我的手不疼了。快乐乐，过来谢谢白神婆，是她救了你，她是你表姨婆婆的姐姐，你应该喊她一声姨婆。不用和我攀亲戚，我是看在晶晶的份上，只帮你们这一回，下次过来我连门也不会给你们开。走吧你们。白神婆转身背对着他们，送客意思明显。陈文秀知道对方的本事后，不甘心就这么离开，舔着脸上前搭话道：白神婆您放心，我们没事不会来叨扰您的，只是乐乐现在身体还虚，我想再问问您。人家都不欢迎你，你还赖在他家门口做什么？一旁的顾国林却是忍不下去了，直接上前拉过他，快步的走出门去。我做什么？要不是你态度不好，白神婆会赶我们走吗？赶我们走最好，他能看透我们的心思，要是再多和他带下去，说不定连老底都被他给掏出来。怕什么？这样才说明白神婆有真本事。若是结交，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错过了这次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白神婆是能算，但也不可能算得那么细，而且就算能把这些事都算出来，也没有证据。全世界不是只有他一个神婆道士，之前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只是我都不信罢了。顾国林一边说着，一边翻出他的手机通讯录给陈文秀看。你家的这些人靠谱吗？乐乐这次可伤得不轻，你弟弟家里有神兽庇佑，想要继续对付他，必须要有大能耐的人才行。靠不靠谱去见了就知道了。而且我也不觉得顾国兴有请到神兽的能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老钱婆不是说伤到咱们儿子的是神兽谛听吗？那可是地藏王菩萨手底下的坐骑，顾国兴一家又不是什么神仙转世，轮得到这么厉害的神兽，能从地府跑到他们家当守护神吗？你说的好像有道理。这么厉害的神兽要是真在他们家，那顾安源也不用在外头受苦2年才找回来了。这么想来，这一切就是白神婆故弄玄虚，把简单的中邪故意说成是什么神兽的审判，抬高自己身价的手段罢了。好了，今天我们先带乐乐回家好好休息，
明天一早我就去联系给我介绍的那几个老板，打听一下那几个大师的本事，到时候选靠谱的登门拜访。妈，你终于来了，圆圆等你很久了。妈妈不是让你在床上等吗？怎么连鞋也不穿就跑出来了？这样会着凉的，知不知道？圆圆本来乖乖的在床上等，但小白跑出去了。圆圆是为了抓小白才出来的。圆圆说完，偷偷将藏在口袋里的小白兔拿出来扔在了一旁。何青书也发现了女儿的小动作，却没有揭穿。那小白找到了吗？没有找到，小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圆圆一边说着，一边将手藏在身后，对着小白挥了挥，示意他赶紧跑开。然而小白只是一只小白兔，听不懂自己的主人在说什么。在圆圆挥手后，不仅没有跑远，反而抖了抖尾巴，主动跑到了何青书面前。爷，这不是小白吗？哎呀，原来小白你在这里，你跑哪里去了？圆圆找了你好久。你这个小机灵鬼，在妈妈面前还撒谎。其实圆圆是专门到这里等妈妈的。圆圆想早点见到妈妈和妈妈抱抱。以后想妈妈的话就用手机给妈妈发，不用跑出来，妈妈看到消息就马上从楼下上来找你了。圆圆记住了。走吧，我们回房间擦一擦你脏兮兮的小脚。痒也要擦干净，我可不要和泥娃娃一起睡觉。哼，圆圆才不是泥娃娃，圆圆洗过澡，香喷喷的。那你过来让妈妈闻闻是不是真的香。母女俩玩闹了10几分钟，最后双双累得趴在了床上。圆圆，以后妈妈经常过来陪你睡好不好？可是妈妈一直陪圆圆睡，爸爸会不会不高兴？管他做什么，你爸爸又不是小朋友，不需要妈妈陪。那妈妈快给圆圆讲睡前故事吧，圆圆今天想听美人鱼逆袭当海王。那妈妈今天就给你讲美人鱼逆袭当海王的故事。有一只小人鱼在海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有一天遇到了杰克船长。在霍安言开车带着小龟前往顾家的时候，在何青书怀里睡着的圆圆，却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来到了一处河岸。花花，我们又见面了，谢谢你上次帮圆圆挡了拳头。你喜欢吃什么？圆圆下次给你带。花花，你的意思是你只吃这些漂亮的花花和叶子，不吃人类的食物吗？哎，你新衣服也穿不下，玩具也玩不了，连好吃的也不吃，那圆圆该怎么报答你啦？花花，你是在说要圆圆坐上去吗？圆圆坐到了花花的背上，一开始还有些新奇，但看到她越过花海朝着湍急河流奔去时，顿时吓白了脸。花花，不要过去，河里水很急，我们会被淹死的。然而花花却没有因为圆圆的提醒停下脚步，而是安慰的转头吼了2声，然后后腿一蹬，直接从河岸跃到了河中央。圆圆被吓得害怕的闭上了眼睛，再睁眼就发现花花带着自己来到了一处宫殿内，身边的花花也不见了踪影。漂亮哥哥，这是什么地方？你不会是妖怪吧？我不是妖怪，我是阎王，这里是地府阎王殿。啊，阎王哥哥，那圆圆是不是已经嘎了？放心，你活得好好的，没有嘎。那圆圆怎么会来到这？这里不是人嘎了才会进来的吗？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来的吗？圆圆是坐在花花的背上过来的。那在遇到花花之前呢？在遇到花花之前，圆圆在和妈妈睡觉。小团子努力转着脑子回忆，等想到自己是和妈妈一起躺在床上听着睡前故事睡着后，才猛地反应过来。阎王哥哥，圆圆现在是在做梦吗？没错，你就是在做梦，因为花花感应到了你在阳间有危险，所以才入梦将你带到了我这里来。圆圆有危险？难道是坏叔叔又想要抓圆圆？可是爸爸妈妈说家里很安全，没有他们准许，任何坏人都进不来的。顾家安保系统严密，坏人的确进不来，但是人进不去不代表龟进不来。你现在睡觉的房间外面就有一只龟。小阎王说完，拿出了一卷用竹简做的古书，递到了小团子面前。这是什么？是阎王哥哥给圆圆打龟的法宝吗？你看看就知道了。小团子闻言疑惑地打开竹简，认真地去看上面的字，因为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只扫一眼就把上面的文字还有符号图案给记住了。看完刚想再问什么，眼前却一黑，再度睁眼，却是回到了房间。妈妈，你醒醒！然而无论圆圆怎么摇晃，
何青书都沉沉的睡着不起来。小团子害怕妈妈出事，想要开灯拿手机给爸爸打电话，谁知房间的灯怎么也开不起来，整个房间都陷入一片漆黑。就看见一道黑气向自己扑过来，随后圆圆体内符文运转，直接将小龟弹了出去。黑气散开，圆圆也看清了小龟的模样。咦，你就是阎王哥哥说的想要害圆圆的那只龟吗？这里是哪里？小妹妹，你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是圆圆的房间，圆圆原本和妈妈正在睡觉，是龟姐姐你自己闯进来的。你叫我什么？龟姐姐呀，你是龟，又比圆圆大，所以才叫你龟姐姐。我是龟。小龟闻言猛地睁大眼睛，转头看向一旁的镜子。然而此时他明明站在镜子前，里面却倒映不出自己的样子。龟照镜子是照不出来的，要施法才可以看到。听到圆圆的话后，小龟忽然嘴巴一撇。龟姐姐你怎么哭了？是因为圆圆把你的裙子弄脏了吗？小龟闻言低头看向自己被雷劈得破破烂烂的裙子，哭得更加伤心了。圆圆见状更加确定了自己想法，于是转身跑向房间里的衣柜，把里面挂着的几件裙子拿了出来。龟姐姐你别哭了，圆圆把这些漂亮的新裙子送给你。小福星的帮助下，兰兰姐姐成功被救，想要谋害小福星的霍安言也被抓到了。接上集。龟姐姐你别哭了，圆圆把这些漂亮的新裙子送给你。我不要裙子，我要找妈妈。找妈妈？可是人嘎了不应该去地府吗？我去不了地府了。1个月前我和妈妈去游乐园玩，被坏人拐走做成了小龟，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嘎了，肯定在到处找我。龟姐姐你是被坏人杀死的？对，那个坏道士把我带到了一个黑漆漆的地下室，把我的魂魄从身体里抽走，关进了一个木头娃娃里。哼，这世上竟然有比坏叔叔还要坏的人。龟姐姐你不要怕，圆圆的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们都很厉害，我让他们帮你把坏道士抓住。可是坏道士很厉害，会很多奇奇怪怪的法术，你们打不过他的。哎，龟姐姐不用担心，阎王哥哥教了圆圆很多，圆圆肯定能打得过坏道士的。那圆圆妹妹你为什么这么帮我？明明刚才我还差点伤害了你。因为圆圆知道龟姐姐是被人控制的，而且你被坏道士抓走，那么你的爸爸妈妈肯定很伤心着急，就像圆圆之前被坏人拐走一样。圆圆妹妹之前也被坏人抓走过。圆圆1岁半的时候就被坏叔叔拐走了，在外面当了2年小乞丐，前几天才刚刚被哥哥找回来。圆圆觉得和小龟聊得很投缘，于是很是热心的主动提出帮他找妈妈。龟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圆圆明天带你去找爸爸妈妈。我叫李诗兰，今年6岁，你可以叫我兰兰姐姐。不过我现在被坏道士控制着，和一个人绑定了血气，不能离开他身边超过1000米远，所以你就算想带我去找爸爸妈妈，我也去不了。不能离开1000米远，那就是说和你结血气的人也偷偷闯进了圆圆家里。他叫霍安言，之前被控制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就算在圆圆妹妹的帮助下恢复了神智，但只要血气不解除，我就没办法离开他。兰兰姐姐别着急，让圆圆帮你来看看。圆圆闻言走到了李诗兰的面前，伸手按在了她的额头上，而后闭上眼睛，按照竹简中所教的念咒调动身体里的道力，通过手掌输入一股无形的气到李诗兰的身体里，道力冲撞上血气印，直接爆发出了强烈的金光，将其撞得4分5裂。而在血气被强行撞破的一瞬间，躲在顾家庄园草丛里的霍安言也是脸色瞬间惨白，一口血猛地喷了出来，整个人仿佛被抽空的力气瘫倒在了草地上。好啦，兰兰姐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太好了，血气已经解除了，谢谢圆圆妹妹。那现在兰兰姐姐是不是就能去找爸爸妈妈了？可以了，我现在就回家去看看，等明天早上再来找你。李诗兰说完，迫不及待地往窗外飘去。兰兰姐姐记得明天一定要回来找圆圆啦，我们还要一起去教训坏道士的。李诗兰离开后，受到她归气影响昏睡过去的何青书也是醒了过来。圆圆，你在做什么？圆圆怕妈妈吓到，打算把兰兰姐姐的事情暂时瞒下来。妈妈，圆圆刚才好像梦游了。梦游？你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会梦游？圆圆也不知道的，就好了，
明天妈妈带你去医院看看，再让你二哥找人来在3楼房间的窗户都装上防护栏。何青书抱着圆圆回到床上，在圆圆被何青书哄着重新睡觉的时候，解开血气束缚的李诗兰也终于是飘回到了自己家里，然后就看到了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都坐在客厅里没睡，正拿着寻人启事在拍照上传网络。妈妈，孩子他爸，你是不是忘记关厨房的窗户了？怎么有风吹进来？厨房窗户早就关了呀，屋里所有门窗都关着，哪来的风？小芳，你赶紧去睡觉吧，肯定是你这段时间太累，身体虚感冒了。我没事，我还没发寻人启事呢，我先发完这一条。陈慧芳说完，继续低头编辑文字。爸爸妈妈，兰兰已经嘎了，你们不要再发寻人启事了。兰兰，二狗，我好像看到兰兰了。怎么可能？我们家门窗都关着，兰兰就算现在回来，也不可能进得来啊。我真的看到兰兰了，她刚才就在这里，还伸手拽我袖子。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啊！慧芳，一定是你这几天太累了。行了，今天就发到这里，全部的人都去睡觉。警察那边没有查到线索，能不能找回兰兰全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垮掉，都会少一份助力。你爸说的对，我们都要养好身体，都去睡吧，明天早上起来再继续。圆圆妹妹，昨天晚上我回家看到了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他们凌晨3点多还没有睡觉，正在网上到处找热门帖子发寻人启事找我。兰兰姐姐不见了，家里人肯定是要找的。圆圆不见的时候，圆圆的爸爸妈妈也很着急，所以我们要快点去找他们，告诉他们真相。可是爸爸妈妈老了很多，爷爷奶奶也很憔悴，他们要是知道真相，肯定会病倒的。李诗兰昨晚听到圆圆说要帮自己显形和爸爸妈妈相见，还很高兴，但去见了他们一次后就有些犹豫了。现在虽然他们找不到自己，但坚信他还活着，所以不管多累多难过，都有一股信念支撑着。要是知道真相，这股信念就倒塌了。兰兰姐姐，如果不告诉你的家人，兰兰姐姐的尸骨就会一直留在坏道士那里，那边还有很多其他小朋友的尸骨，他们的爸爸妈妈说不定也都在找他们。可是，见李诗兰犹豫，圆圆再度劝道：兰兰姐姐，你不用担心，你现形后可以好好安慰你爸爸妈妈他们，要是知道你可以去地府重新投胎，他们也一定能重新振作起来的。圆圆妹妹，你说的对，我应该告诉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真相，不能让坏人逍遥法外。就在小团子成功劝说兰兰姐姐认亲后，昨晚晕倒的霍安言也被抓到了。星云，这就是在网上买通稿造谣你2次的那个演员吗？星云，这就是在网上买通稿造谣你2次的那个演员吗？没错，就是他。说吧，你偷偷跑到我家做什么？是不是想假装受伤，然后又让营销号造谣是我做的你？没有，我只是路过这边，不小心把东西掉到你们院子里，所以才进来找找。我现在就出去。你骗谁呢？顾家的庄园又不是普通院子，周围一圈都做了护栏隔离，你那东西除非是自己用尽全力抛进去的，不然不可能掉进去。王岩说的没错，不小心掉东西进来是不可能的，你最好老实交代，到底是想进来做什么？二哥哥，他是进来抓圆圆的。什么？你是来抓我妹妹的？我没有，你们别听他胡说，我就是进来找东西的。圆圆，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圆圆昨天半夜的时候睡不着，起来开窗看星星的时候看到的他。那时候他正朝着圆圆的房间方向走来，和圆圆说要上来抓圆圆。你胡说！昨天晚上我根本就不在楼下，不然你还能站在这和我说话？好啊，你果然是想要抓我妹妹报复我。监控视频呢？保安把别墅和庄园里的监控视频调出来。监控我们抓到人的第一时间就去掉了，但是调出来才发现，从2点40到3点半时段的画面全都变成了雪花，半点东西都看不到。监控看不到，是他操控我用鬼气将信号波屏蔽了。不过也还好，监控坏了，不然圆圆妹妹你撒谎就被戳穿了。李诗兰，你怎么在这里？我让你去抓人，你怎么把我和你之间的血气抹掉了？顾国兴几人看不到李诗兰，但是被玄清风开了天眼的霍安言能看到。你小子少他妈在这给我转移话题！你先是造谣我儿子，现在又来我家偷我女儿，是不是嫌自己命太长活腻了？爸，我们先把他捆起来打几顿，打够了之后再报警。没问题，就先把人捆着。我刚才录了音，他亲口说要来我家抓人的。
你不要过来啊！顾国兴毕竟上了年纪，体力比不过顾星云、顾晨阳两个年轻人，打了一会儿就有些喘气了，于是停下动作走到一边，把主场让给两个儿子。圆圆妹妹，霍安言昨晚刚和我解除了血气，身体正虚弱，你还是让你两个哥哥下手轻一点，不然不小心打喜可就不好了。坏人欺负兰兰姐姐，还想要抓走圆圆做小龟，把她打喜不好吗？打喜坏人是好，但华国法律有规定，不管坏人有多坏，打喜他的人都是达人犯，是要被警察叔叔抓去坐牢的。原来打喜坏人也要被警察叔叔抓走啊！圆圆满脸惊讶，她从小被人贩子带在身边，完全没有法律方面的意识。一想到二哥、三哥打死坏人后就要变成杀人犯被带去坐牢，小团子顿时坐不住了，赶紧迈着小短腿冲上去，拽住了两个哥哥的衣服。圆圆，你怎么过来了？三哥哥，你不是说要带圆圆去买蛋糕吗？圆圆现在就想吃蛋糕，你快带圆圆去买吧。蛋糕楼下冰箱里有，我们不要在这里站着了，三哥哥带你下去吃吧。可是圆圆只想吃五峰街的蛋糕，那边有一家很漂亮的甜品店，以前圆圆乞讨时路过就很想吃。城西的五丰路吗？你喜欢什么口味的？我让司机开车去买。圆圆想不好，三哥哥还是带圆圆去店里挑吧。一定要现在就要去吗？对，现在就去。二哥哥你也一起去吧，圆圆想要你和三哥哥陪圆圆一起。你也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赶紧报警把人处理了，赶紧带圆圆去，免得吓到了女儿。圆圆妹妹，你们家好有钱，如果等下你哥哥买了蛋糕，能不能分我一块？我也想吃。兰兰姐姐好笨，五丰路那边的蛋糕店是圆圆编的，就是为了让三哥哥带圆圆去那边找你爸爸妈妈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圆圆妹妹真的要去买蛋糕呢。而在兄妹三人坐着赶往五丰路的时候，在五丰路附近的李国庆一家正拿着寻人启事在到处找女儿。老板打扰您一下，请问您有没有见过这个照片上的女孩？她是我的女儿，今年6岁，走丢失传。滚远一点，不要挡在我店门口发这些鬼东西，谁知道什么狗屁女孩，带着你的这些垃圾滚一边去，别打扰我做生意。我的寻人启事，把这些垃圾都给我扫干净了。烧烤店的老板并不想就这样放过他，李国庆才捡了几张，剩下的那些就被他的手下拿扫帚扫到了一边去。你们太过分了，这条街是公用的，发传单的也不少，我儿子只是问问有没有堵在你们店门口影响你们店生意，凭什么暴力弄坏我们东西？哼，凭什么？你发出去的单子又被人丢在我店门口，我的伙计忙到一半就要出来扫垃圾，菜上的慢，能招呼的客人就少了，钱可不就少赚了吗？你们别和他们争了，还是区别出发吧。可是这是明明是他们没理，店门口的垃圾本来就很多，而且路人扔掉的寻人启事我们看到都会上去捡干净的，根本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乱丢。我知道你们没错，可是烧烤店的老板背后有人罩，平时嚣张得很，今天刚被一个小少爷砸了桌子，正憋一肚子气呢。你们赶紧走，免得被打了。爸，我们还是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是和他们打起来受了伤，找兰兰就更难了。听到其他店家的提醒，李二狗赶紧拉过李爷爷就要走，不甘心的李爷爷转头瞪了他们一眼。死老头瞪什么瞪？你找死！哼，小子，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小心我连你一起打。你敢威胁我？威胁你怎么了？我不仅威胁你，还敢打你。李爷爷见顾晨阳就要和烧烤店的人打起来，赶紧上前拉住了他。小伙子，谢谢你帮我，但你还是赶紧走吧，他们人多势众，你一个人打不过的。老伯，你不用怕，他不是一个人，还有我帮他。对，还有圆圆，圆圆也帮三哥哥打坏人。一个吃奶的小娃娃和两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也敢挑衅我，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们跟我一起上。你们都聋了吗？我让你们一起上都没听到。老板，他们好像是顾家的人。管他什么家，快鬼过来帮忙！何伟被这么多人围观出丑，只想快点找回面子。听到伙计的提醒，一时也没反应过来。他没反应过来，一旁的李家父子却是反应过来了。顾家是首富顾国兴的那个顾家吗？爸，他们就是顾家的人，这位是顾家二少爷顾星云，还有顾小千金。听说顾家和我们家一样也丢了女儿，是被人拐子给拐走了，走丢2年才找回来。我们的兰兰说不定也和顾小千金一样是被人拐子抓去了，正好可以问问他们有没有在那边见过兰兰。李家父子一开口，躺在地上的何伟也总算是反应了过来。
害怕的起身就要想要逃跑。你不是还想要打我吗？现在又想跑到哪里去？大少爷，刚才是我有眼无珠冲撞了您，您大人有大量就放我一马吧。我要是放过你，你转头是不是就要打他们出气了？不会的，我不会的。今天这件事本来就是我的错，我给他们道歉。你光道歉没有用，这个叔叔的裤子都被你划破了，腿也受伤出血了，你要赔钱给他们才可以。哈哈，顾小姐说的对，我现在就带他们去医院，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都由我来出。不用，这点小伤我自己擦点酒就好了。你要是真想道歉，就帮我们发几张寻人启事，店里客人多，说不定有见过我家兰兰的。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发。晚上烧烤摊的客人很多，多问问肯定能帮你找到女儿。欺软怕硬的何伟很是热情地接过了李国庆手上的寻人启事，递给了身后的伙计。太感谢了，今天要不是你们帮忙，我们说不定要被抬着回去。现在不仅没事，还有这么多人帮我们找孩子，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李爷爷不知道如何感谢，拉着李国庆就要跪下来给顾星云几人磕头。别，我们只是路过顺手帮一把而已。圆圆之前走丢，我们家里人也都很着急，所以希望你们的女儿也快点找到。圆圆妹妹，谢谢你和你2个哥哥帮忙，兰兰下辈子一定做牛做马，也要给你报恩。圆圆才不要兰兰姐姐当牛做马，圆圆要你投胎成人，变成小妹妹来找圆圆玩。好，那圆圆妹妹以后就是兰兰的姐姐了。在圆圆和李诗兰躲在角落嘀嘀咕咕说着悄悄话的时候，站在烧烤摊前看寻人启事的顾晨阳看到纸上的名字，也是疑惑地皱起眉头，喃喃道：爷，你的女儿叫李诗兰，这个名字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对，我女儿是叫李诗兰，顾三少你见过的？我没见过，但是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顾晨阳正努力思索着，同样拿着寻人启事看的顾星云却是忽然想了起来，是霍安言说的，早上霍安言提到了2次李诗兰。霍安言不是网上造谣过2少的那个明星吗？就是他，今天早上发现他溜进了我们家院子，想要抓我妹妹，已经被保安抓住，报警送走了。我也想起来了，姓霍的那个傻逼是喊了2次李诗兰，你们家女儿不会就是被他嘎走的吧？要不我们去警察局问问吧，正好我们开了车过来，带你们过去。谢谢你们。上集在锦鲤女孩的帮助下，失踪3年的女儿终于有了线索，然后一行人来到了警局。请问有什么事？我找霍安言，他早上2次念到我女儿的名字，我们怀疑他绑架了我女儿。你女儿叫什么？我女儿叫李诗兰，诗歌的诗，兰花的兰，之前在城西五峰分局报过警的。李二狗闻言赶紧将怀里的寻人启事掏出来，递到了警察手上。赶紧登记完进去吧，我去找负责霍安言案件的队长。审讯室里，霍安言还不知道自己买小龟的事也快要暴露了，正死死地瞪着眼睛看着恢复了部分的监控画面。兰兰，你确定监控都已经屏蔽掉了吗？好，等下你进去抓顾安源，爸爸就在庄园的树丛里等你，速度最好快一点，天亮之后你的龟力就会削弱，要是完不成任务，爸爸就不给你买洋娃娃了。你当时是在和谁说话？你进入顾家是不是还有同伙？技术人员恢复的部分就是这3句话，像是在和什么人对话，可音频里除了霍安言之外，没有第2个人的身影和声音，所以警方猜测是霍安言用微型耳机在和同伙通讯，对方很有可能和他分头行动，在这处监控拍不到的地方。没有同伙，昨天我是被刺激疯了才半夜跑到顾家去，不是真的想抓人，我进去之后就后悔了，想出来的时候就被保安发现给抓了起来。预谋绑架未遂可比入室盗窃未遂严重的多，你如果如实招待并且供出同伙，说不定还能从轻处罚。我真的没有同伙，我大半夜疯了自言自语而已。嘿嘿，我的同伙是李诗兰，但他不是人，是小龟，龟不用遵循人间律法，自己也不算撒谎是吧？小廖，有人来报案说他女儿可能被霍安言给拐走了，你把人带出来一下，我们2个案子并在一起审查。拐小孩，难道他的同伙是人贩子？叔叔和爷爷不要担心了，警察叔叔一定会查出真相的。谢谢顾小姐，这次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找到线索。叔叔不用这么客气，叫我圆圆就可以哒。圆圆真可爱，我家兰兰只比你大2岁，等她找回来后，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也可以和她做朋友的。不嫌弃不嫌弃，兰兰姐姐这么漂亮，一定能和圆圆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圆圆你放心，下辈子我们也可以成为好朋友的。我今年投胎，明年就1岁了，等再过3年你6岁半的时候，我正好是你现在的岁数，说不定还能一起上幼儿园呢。可这样我们就正好反过来了呀。什么反过来？圆圆你在和谁说话？
圆圆再次被顾晨阳抓包，顿时有些心虚，于是把顾老爷子说过的话搬了出来。没有啦，三哥哥圆圆是在和自己说话。爷爷说我们小孩子都喜欢自言自语的。嘿嘿。圆圆妹妹，你和我说话已经被你三哥哥发现2次了，我们在外面还是先别说话了。没关系的，反正兰兰姐姐迟早要跟爸爸妈妈相认啦，这件事瞒不住的。兰兰姐姐还是先进去审讯室里看看吧，坏人肯定不会对警察叔叔说实话的。圆圆说完，画了一张符贴到了李诗兰的身上。圆圆妹妹，这是什么符？嘿嘿，这个是圆圆给兰兰姐姐画的护身符。警察叔叔身上的徽章就和太阳一样会对龟造成伤害，所以要带护身符进去。原来是这样，圆圆妹妹，怪不得我一进警局就感到有些不舒服，原来警徽还有对抗龟怪的作用。好啦，兰兰姐姐快进去吧，再不进去审讯就要结束了。严警官，我都说了，昨晚我是发了疯才会去爬墙，也没有什么同伙。李诗兰是我家猫的名字，我把它当女儿来养的。你说你的猫叫李诗兰，哪有人给猫取这样名字的？怎么不可能？现在的人给猫狗取名都可时髦了，都是连名带姓的。我给我家猫取一个女孩的名字有问题吗？可是你的猫名字不是叫球球吗？你微博上发过照片，你的粉丝应该都知道。你是我粉丝？之前是，但是现在不是了。你以前每条微博动态我都看过，你的猫前天还叫球球，不可能是这2天改的名吧？我发到微博的猫的确叫球球，但是我不止这一只猫。脱粉回踩最是可怕，一听他又要撒谎，于是直接转头对严警官道：严警官，诱拐或是绑架儿童是十分严重的犯罪，我建议立刻申请搜查令，去嫌疑犯名下的所有住所搜查。去申请吧，正好看看他家里有没有一只叫李诗兰的猫，或者说是叫李诗兰的小女孩。你们随便查，猫我昨天丢了，人也没有。霍安言的话全都被躲在天花板上的李诗兰听得一清二楚，见他不肯供出玄清风说出真相，立刻从天花板飘了下来，归气涌动，带起阵阵阴风。怎么回事？哪里来的这么大的风？李诗兰，你怎么在这里？什么李诗兰在这里？霍安言，我劝你不要在我们面前耍小聪明。严队，要不还是先申请给霍安言做个精神鉴定吧，他神神叨叨的，可能精神上有问题。精神鉴定等找到证据之后再做，你还是先去申请搜查令吧。好的。兰，你别激动，爸爸这是被警察叔叔扣着，所以暂时没办法给你买洋娃娃。你不是兰兰的爸爸，兰兰也不要你买的洋娃娃。那你要什么？你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满足你。把真相说出来，把玄清风绑架我，嘎了我，把我做成小龟卖给你的真相说出来，不然我现在就嘎了你。严警官看着霍安言满头冷汗、抖成筛子的惊恐模样，也是叫住了出门的女警察。小郑，你还是去拉一下精神鉴定的申请表吧，他的确有点不正常。不用去了，我精神很正常。李诗兰已经嘎了，我知道杀他的人是谁，也知道他的尸骨在哪里。你说什么？我女儿死了？你们不要激动，他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的。他说我女儿死了，兰兰不可能死的，她只是走丢了或者被坏人抓走了，她一定还活着，活着等我们找她回去。先别着急哭，霍安言这个人从审讯开始就满嘴谎话，你们坐在这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进去帮你们问清楚。严警官，我家兰兰有下落了吗？霍安言供出了 B 市的一个地址，说你们的女儿在那里被人嘎害，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真假，需要去现场勘察，你们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兰兰被嘎了？怎么会？我的兰兰怎么会被嘎？严警官，是不是弄错了？严警官自从加入刑侦队后，见多了这样的情况，可每次见到心里还是很难受。我说了，事情还没定论，你们先回家好好休息吧，等我去 B 市调查有了结果后，再打电话给你们。不，我们也要去，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要去看看。你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去了，等会不仅要开2个小时的车，到了山腰位置还要下车徒步往上爬。其实他担心的不只是难走的问题，如果真如霍安言所说的那样，有满是尸骨的血池密室，家属看到后肯定会受不了。陈慧芳上前，眼神坚定地开口道：不会的，我爬山没问题，严警官也不用担心我会晕倒，我答应过兰兰要带她回家，所以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至少会坚持到带她回去。严警官，你就让我们去吧，我会照顾好她的。
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困扰。严警官看着夫妻俩坚定的眼神，叹了口气，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紧，那你们就跟我们的车过去，路上有什么不舒服都第一时间告诉我。爸爸妈妈不要去，坏道士的密室很恐怖，你们看到后肯定会吓坏的。兰兰姐姐，你别担心，圆圆会跟着叔叔阿姨一起去，不会让他们有事的。李诗兰有些愧疚地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再让顾家人帮忙。可是避世很远，圆圆妹妹，你和你哥哥已经帮了我们这么多，现在又要陪我爸爸妈妈过去。没事的，圆圆本来就要过去抓坏道士，兰兰姐姐不是说坏道士很厉害吗？警察叔叔肯定也打不过他，还是要让圆圆来才行。在圆圆和李诗兰说话的时候，顾星云也是找了过来。霍安言闯顾家的案子已结，爸妈也赶去4弟的学校办理复学手续去了。李家的案子虽然还没结束，但接下来警察要带着李家夫妇去避世，也没有他们帮得上忙的地方了。圆圆，我们回去吧，哥哥带你重新去五丰路那边找蛋糕店。圆圆，不能给叔叔阿姨添乱，到哥哥这里来。见妹妹跑到李家夫妇那边，顾星云也是沉下脸，大步上前将捣乱的小团子抱回来。圆圆被顾星云抱着往门口走，顿时挣扎了起来。二哥哥，圆圆想陪李叔叔和陈阿姨去找兰兰姐姐。哥哥，圆圆想陪李叔叔和陈阿姨去找兰兰姐姐。不行，警察叔叔是去破案的，你不能跟去捣乱。还有李叔叔他们知道女儿出事已经很伤心了，你也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打扰他们。小团子听到顾星云说自己捣乱，顿时气鼓鼓地反驳道：哼，圆圆才不是去捣乱的，圆圆是去帮他们的。那你和二哥哥说说你怎么帮他们。圆圆见二哥哥抱着自己走到门口就要上车，握了握小拳头。他原本不想告诉二哥哥自己能看到兰兰姐姐，怕会吓坏他，但是现在再不说就要被强行带回家去了，只能把真相说出来了。二哥哥，兰兰姐姐已经嘎了，我能看到兰兰姐姐坏道士的密室里嘎了很多人，阴气很重，警察叔叔有警徽保护不会受影响，但是李叔叔和陈阿姨没有保护就会倒霉。你说什么？二哥，你怎么开了车门不上去？有什么东西落在里面了吗？顾星云闻言没有说话，而是突然走到驾驶位，敲了敲窗户，对着司机道：小刘，你去那边超市帮圆圆买瓶牛奶，再帮我买2瓶水和面包，要奶酪夹心的那种。司机收到转账的钱，二话不说就下车跑去了对面超市。小杨，你跟我进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圆圆说自己能看到李诗兰，而她之前听到霍安言的心声，说李诗兰1个月前就已经被人嘎害了。见妹妹对着外面摆了摆小手，想到她之前那些诡异的举动，有些害怕的抱住顾星云的胳膊。李诗兰真的嘎了？那你的意思是圆圆能看到龟？三哥哥不要怕，兰兰姐姐已经和坏人解除血气了，现在不会被操控着去害人了。你这2天总是对着空气说话，或者做这样莫名其妙的动作，不会就是在和龟交流吧？你都几岁了还吓成这样？二哥你不怕吗？那可是龟啊！圆圆说的不一定是。顾星云正要说妹妹童言无忌说的不一定是真话，结果下一秒就看到一道半透明的身影在车内浮现，后半句话顿时卡在了喉咙里。李诗兰，真的是李诗兰，二哥有龟，我们车里有龟啊。陈阳哥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吓你们的。圆圆妹妹给我的符我第一次用，所以没控制住就变成了嘎屎的模样了。见到2个哥哥都还在发愣，听到声音的圆圆掀开车帘看了一眼，看见2辆警车都已经发动离开，赶紧回头对着2人催促道：二哥哥、三哥哥，你们别发呆了，兰兰姐姐的爸爸妈妈就要跟着警察叔叔的车走了，我们也赶紧开车跟上去。顾星云被圆圆一提醒也是回过神来，赶紧下车重新上了驾驶座的位置，发动车子就踩油门追了上去。二哥你怎么去开车了？小刘还没回来呢。我们自己去，小刘毕竟是外人，圆圆能看到龟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圆圆见3哥哥害怕，不但没有嘲笑他，反而主动伸手抱住了他的脑袋，学着妈妈哄自己的样子道：三哥哥不怕，兰兰姐姐已经变回来了，她是好龟，不会伤害你的。呵，我才没有害怕，我是故意这样想活跃一下气氛而已。嘿嘿，三哥哥不怕就好，不然等到了山上圆圆还要救其他小龟，天黑之前不回去，山上很多孤魂野龟也出来了，三哥哥肯定会被吓死的。什么？还有其他龟？原本是没有这么多的，大多数的龟都被龟差叔叔勾去了地府，剩下的就是逃避规则留下来的，也有像兰兰姐姐这样被坏道士害的。圆圆妹妹说的没错，那座山上被坏道士害嘎的小朋友很多，还
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孤魂野鬼，闻到这边浓郁的阴气，被吸引了过来。这么多龟，圆圆你对付得了吗？还有那个什么坏道士，要不要三哥哥叫人来帮忙？你叫再多的人也没用，2个区的警察人手肯定是够的，难对付的主要是道士。顾晨阳担忧地看着妹妹道：那怎么办？要是对手太厉害，圆圆你千万不要逞强，万一出了什么事。等到了山上，如果那道士不在，你也不要主动去找他，想要做什么都要先跟哥哥们提前报备，我们同意你才能做。2哥哥、3哥哥放心，圆圆做什么都和你们说，有危险就马上跑的。顾晨阳和顾星云听到妹妹的保证，放下心来。而在他们一群人开车赶往玄清观的时候，远在青山中学的顾国兴夫妇正在校长室内和校长商量顾继南的复学事宜。圆圆小姐，你们怎么也跟着过来了？我们正好闲着没事干，就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这山可不太好爬。没关系的，我和2哥身强体壮，多带一个孩子爬山完全不成问题。小杨说的没错，我们爸妈出门有事了，我们不放心把圆圆交给保姆，所以才带她一起出来的。到底是别人家的孩子，严立峰也不好说什么。既然是这样，那就一起吧。要是孩子困了，就让他在我们带的帐篷里睡觉。被顾星云抱着的小团子满脸好奇，看着周围的花花草草，才没2分钟就待不住了。2哥哥，圆圆可以自己走的。圆圆，周围这么多灌木，这些尖尖的树枝都会刮到你的。可是山上好好玩，圆圆想自己走着玩。圆圆乖，等到了山顶再玩，不然所有人都要等你。你也不想警察叔叔和兰兰姐姐的爸爸妈妈都等你，对不对？好吧，2哥哥抱抱。见妹妹不再闹腾，顾星云赶紧抱起她，快步追上前面的队伍。而在他们追上队伍没多久，走在最前面的严立峰有些疑惑地指着身边的树木道：小廖，我们是不是见过这棵树？好像是见过。严队就是一样的树，我10分钟前看过，而且这棵树好像被让人砍过，就这里有很大的一道缺口。严立峰闻言沉着脸：霍安言，你是不是故意带我们兜圈子？其实那天晚上我是直接开车到山顶的，但今天不知怎么的，路到山腰就不见了。什么？这种事情你怎么不早说？严队，他肯定不会说的，因为他就是故意带我们走错山，想要拖延时间让他的同伙逃跑。小廖这话一出，所有人都表示赞同，正要倒头往回走，被顾星云抱在怀里的圆圆却忽然从他怀里跳了下来。警察叔叔，坏人没有带错路，圆圆闻到了坏道士的气息，我们一定是遇到鬼打墙了。小朋友，这话可不能乱说，你知道鬼打墙是什么吗？小团子见警察叔叔不相信他，立刻将竹简当中对龟打墙的示意复述了出来。哼，圆圆当然知道，龟打墙就是用龟力制造的幻象迷障，把人困在迷障当中走不出去。你们是不是平时给圆圆手机玩多了？哼，圆圆不是在手机上看到的，是阎王哥哥给圆圆的竹简上写的。见妹妹连阎王都搬出来了，顾晨阳赶紧跑上去将她抱了回来。他见过李诗兰，当然相信妹妹说的话，但是别人肯定不信。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好叫圆圆把李诗兰招出来，所以就先让严立峰他们自己尝试解决，实在解决不了了再让圆圆上。圆圆别闹，你这样会影响警察叔叔办案子的。委屈。警察叔叔要是不信就继续走试试，龟打墙没解除，上山还是下山都只会在原地打转。走吧，我们下山，先去刚才停车的地方问问旁边的村民。严立峰显然没有将小团子的话放在心里，带着队伍往山下走去。哼，兜了一圈，竟然又回到了这里。你们不是在原地休息了吗？怎么又比我们走得快了？李叔叔，不是我们走得快，是你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前进，一直在原地打转。严队，又是这棵树，我刚才离开的时候特意在树下放了一根烟，烟也还在。难道真的是龟打墙？严立峰从头到尾就没信过龟打墙的说法，看到歪脖子树也觉得是相似的巧合而已。可面前的烟和顾家等人已经不能再用巧合来解释了。小圆圆，你在画什么？圆圆在画符。爸爸妈妈，兰兰是你吗？妈妈就知道你没有嘎。妈妈，你没事吧？疼不疼？爸爸，你快扶妈妈起来。李二狗看到妻子直接穿过女儿的身体，呆在了原地，听到女儿的声音才反应过来，赶紧上前将陈慧芳扶起道：兰兰，你这是怎么回事？爸爸妈妈，兰兰已经嘎了，这2天我一直都在你们身边，只是你们看不到我而已。不会的，不会嘎的。兰兰，你一定是在和妈妈开玩笑，对不对？别闹了，兰兰，到妈妈这里来，让妈妈抱抱你，看瘦了没有？妈妈，兰兰已经嘎了，活着的兰兰怎么可能飘起来？你别自欺欺人了。
兰兰是不是那个叫玄清风的道士嘎了你？你告诉爸爸，爸爸现在就去嘎了他。二狗，带我一起去，我和你一起去给兰兰报仇。陈慧芳脸色憔悴，似乎风一吹就能倒，可她的眼神却格外的坚定，仿佛抱着必嘎的决心一般。爸爸妈妈别去，你们找不到他的，找到了也没办法打过坏道士的。不去报仇，难道就让你白嘎吗？我和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就是嘎也要拉她一起下地狱。对，就是嘎，我和你爸也要拉他下去。爸爸妈妈是好人，不会下地狱的。坏道士有圆圆妹妹和警察叔叔帮忙寻找，他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圆圆妹妹，兰兰，你说的是今天陪我们上山的那个顾家的小千金吗？对，就是圆圆妹妹。当时坏道士将我送给霍安言，他操控着我半夜潜进顾家抓圆圆妹妹。圆圆妹妹救下我后，不仅没有怪我，还将我与坏人之间的血气解除了，还说会送我去地府投胎，到时候和阎王爷打声招呼，让我投在圆圆妹妹家，和圆圆妹妹做好姐妹，再认你们当干爹干妈，这样兰兰就有2对爸妈。插队投胎找我们认干爹妈。李二狗和陈慧芳被女儿的话给震得愣在了原地，连出门报仇都暂时忘记了，感觉脑子有些转不过来了。是啊，虽然我会喝孟婆汤不记得这辈子的事情了，但是圆圆妹妹记得，她会来找我，然后带我来找你们的，所以最多3年，3年后我们就又能团聚了。看着女儿笑了，陈慧芳夫妇也跟着笑了起来，他们的脸上还带着泪，又哭又笑的看着十分难看，但心中的郁气却消散了许多。那太好了，3年不长，我和你妈等得起。对，别说3年了，10年、20年我们也可以等。爸爸妈妈，看在兰兰的份上，那现在你们能把刀放下了吧？放，我们这就把刀放回去。兰兰，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红烧鸡翅和番茄蛋汤好不好？这2样是你最喜欢吃的。慧芳，兰兰现在是龟，不能直接吃东西，我们要给她上供才对。兰兰她爸，你说的对，人和龟是不一样的。爸爸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东西了。你吃过了？谁给你的？是圆圆妹妹给我的。别人给的东西和爸爸妈妈做的饭菜味道能一样吗？妈妈还是给你做一桌。慧芳，你这是什么话？圆圆给我们家兰兰吃蛋糕是对她好，顾家买的蛋糕平时我们都舍不得买，可比你做的饭值钱多了。见父母一改之前的颓态，还有功夫斗嘴，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也终于是放了下来。圆圆给的蛋糕是很好吃，但是爸爸妈妈做的饭也是独一无二的。李家因为女儿回来，久违的充满了欢声笑语。站在李家门口查看情况的圆圆听到屋里传来的笑声，也是放下心来。圆圆，我们不把李诗兰带回去了吗？不啦，兰兰姐姐好不容易和她爸爸妈妈团聚了，就让她在家里待1天。龟差叔叔每天都要勾很多龟去地府，不会那么快过来的。那就好，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最好晚上就提前把信写好，到时候就可以直接把信给李诗兰，让她带李诗兰到地府去。没问题的，今晚圆圆就给阎王哥哥写信。而在顾星云3人坐车往回赶的时候，1年半前说顾继南是天煞孤星的唐七年4人，准备再算计他一波。算计顾继南的人找上了门，小福星一脚教他做人。接上集，顾继南进超市的零食区了，我们去把他身边的佣人支开。天哥，我们怎么把那个佣人赶走？他好像很谨慎，不仅推着轮椅，还四处打量。你等我一下。天哥，这2个小孩你哪找来的？带他们进来做什么？我从外面的儿童城堡找来的，他们家长去楼上买东西了，我就给了钱让他们来帮忙。快过去吧，就是那边推轮椅的那个人。过去后按照我刚才说的去做，做得好，等会儿再奖励你们200。大哥哥放心，我们肯定能完成任务。天哥，你想让这2个小孩去支开顾继南的保镖？没错，刚才在外面这2个小孩正在为一辆玩具车打架，我就给他们1人200，让他们帮我做事，而且他们和豪门没有任何关系，由他们去支开顾家的保镖最为合适。这2个小学生靠谱吗？不靠谱也没关系，只要能引开保镖20秒，就够我们的王大师说完一句话了。我的腿好疼，叔叔你把我的腿压断了。保镖摔倒后第一时间就要起回到顾继南的身边，谁知听到动静后的周围人都正义十足的围了上来，彻底将他和顾继南给隔离了开来。怎么回事？这奶粉架子怎么倒了？这2小孩腿好像被砸到了，好像是这2个保镖推的。你看他还想跑，超市的保安呢？快去叫保安过来。顾继南听到他被路人误会，正要推着轮椅上去解释，一道身影却忽然挡在了自己面前。顾少爷，你还记得老朽吗？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顾
顾继南推着轮椅的手顿时僵硬在原地。哈哈，看来顾少爷还记得老朽，那应该也记得1年半之前老朽和你说过的话吧？记得，你说我是天煞孤星，会客身边的亲人。可现在妹妹找回来了，妈妈的病也好了，爸爸的公司股票暴涨，连自己的腿也快要好起来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你这个臭道士在说谎。非也，就因为你之前听了老道的劝解，离家远走后，家中亲人才不会被你的气运影响了，才会慢慢变好的。你的意思是，他们变好都是因为我离开家？没错，你离开家人就会没事，而你回了家，很快便会像2年前那样或是频频。你放屁！王立山没想到这一次的顾继南这么机敏，见有个保镖从人群中正拖了出来，转身就要走。哈哈，顾少爷，你要是不信老朽的话，就当老朽今天没来过。唐七年要自己说的话他都已经说了，任务已经完成，至于顾继南会不会信，就不是他的事情了。小陈，把那个道士打扮的人拦住。是，司少。王立山，你再跑快一点，车已经停在门口了，只要上了车就没事了。燕哥，你说王立山会不会被抓住？他如果被顾家保镖抓住，肯定会把我们供出来的。放心吧，王立山也不想被抓到，肯定会尽全力跑的。顾继南身边现在就那一个保镖，不敢追太远。我们门口有车，只要人上了车就没事了。可万一那保镖跑得快追上了呢？追上就追上了，你之前不还说这是同学之间的玩笑，就算被抓包了也不必害怕吗？怎么现在怕成这样？本来我是不害怕的，但今天早上我爸刚和顾家公司谈下了一笔合作，我有些担心。放心吧，不会出事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也出去看看。而此时的外头，也正如唐七年所猜测的那样，因为商场人多，保镖又顾忌一个人留在超市里的顾继南，并没有追上王立山。不过就在王立山快要成功逃上车的时候，哪来的小屁孩，竟敢踢老子！是圆圆踢你的，圆圆不仅要踢你，还要把你揍成大乌龟。多管闲事的小孩，看我不打死你！我顾家的人你也敢碰？我看你是活腻了。二哥哥、三哥哥，圆圆抓住骗四哥哥的那个假道士了。顾星云闻言抱起妹妹，担心道：厉害是厉害，但是这样太危险了，下次不可以，不和哥哥们打招呼就单独行动。小团子没有听到夸奖，不高兴地鼓起了小脸。可是圆圆不过去，假道士就跑掉了。跑掉没关系，你四哥哥刚见过他，肯定能把人像精准的给画出来，我们可以慢慢找。二哥说的没错，他那么壮一个人，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肯定是被你吓得自己滚下车的。圆圆听到自己那一脚的功劳也被埋没了，更加委屈了。三哥哥胡说，刚才不是他自己滚下来的，是圆圆一脚把他踢下车的。为了证明自己，圆圆走到王立山身边，再度抬腿踢了他一脚。哎呦，我的屁股！圆圆，你的力气怎么忽然变这么大了？因为圆圆在身上画了大力符啦，5分钟后大力气就消失了。三哥哥，你看。圆圆对着他摊开掌心，露出了小手上淡淡的金色繁复符文。顾晨阳一脸崇拜地看着妹妹，正想让妹妹也在自己身上画一道试试，却被顾星云挤到了一边。这符没有副作用吧？刚才踢人的脚疼不疼？二哥哥放心啦，圆圆出品必属精品，不会有副作用的。二嫂三嫂，这个假道士怎么处理？交给警察，这种骗子神棍就该进监狱好好改造。我不是骗子，我说的都是我算出来的，是肺腑之言。你算出来的？你算出我弟弟是天煞孤星，说他会克死家里其他人。没错，我算出来就是这样。干这行的窥探天机，偶尔也有出错的时候，我又没收你们的钱，算出不好的结果，不爱听就别信。怎么还能打人呢？枉法了！有没有枉法了？有钱人当街打人了。好，那我就让人把商场的监控调出来，刚才那辆车的车牌号也马上去查，顺带报个警，查查你名下银行流水，看看你是不是清白。不要报警，我和你们说实话。赶紧说，我只给你5分钟时间，如果不把真相交代清楚，我立刻把你送进去。1年半前，有3个豪门的少爷在天桥下找到我，他们找我说让我办算命大师，办一回就给我50万，当时我就答应了。上个星期他们又来了，说再给我50万，再办一回。我说这哪行啊，这不是在赚，问没着良心的钱吗？就再加了50万。那3个豪门少爷叫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找自己交易的时候，他们都戴着帽子口罩，也不互相喊名字，只透露了自己是豪门的身份。但是我听到他们说话时候有喊带头的那人年哥，看起来也和你们几个差不多大。豪门人口众多，名字里带年资的更是不少。顾星云也一下子想不出是谁，于是转头问顾继南道：继南，你对年哥这个称呼有印象吗？
我休学前班上有个叫唐七年的，他身边有2个跟班，就叫他年哥。那这个唐七年和你关系怎么样？还有他的2个跟班，和你有过仇怨吗？他们和我说的话一个学期加起来都没几句，不过每次考试出成绩时候，唐七年都会故意来撞我桌子，说我的话很一般，根本就没有新意。什么？他们竟然敢撞你桌子？你以前怎么不告诉我们？我顾晨阳的弟弟也有人敢欺负，你当时就该喊3哥去学校帮你狠狠撞回去。他们撞的时候，我桌上的笔也没掉一支。要是换做3哥，你考第1被人压，以你的脾气，肯定会把人桌子直接撞飞出去吧？你3哥不会的，因为他每次都考到数第1，成绩出来，回压着一个年级的300多号人，也没见他翻过一次脸。谁说我不翻脸的？我只是不屑和他们争成绩，但要是有人抢我校霸的位置，我肯定打得他满地找牙，连他妈都不认的。小虎哥哥说了，不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是要去捡垃圾的。3哥哥学习这么差，长大肯定要去捡垃圾啦。顾晨阳被妹妹的眼神看得有些心虚，但还是挺直腰板自信道：不会的，我们家那么多钱，就算3哥哥不读书也不会捡垃圾的。可是就算不捡垃圾，长大还在家里用爸爸妈妈的钱是啃老，是没用的人。圆圆也不喜欢啃老的哥哥。顾晨阳闻言笑容僵在了脸上，他不知道妹妹从哪里看来的这些奇奇怪怪的言论，但他不想被妹妹讨厌，也不想在6个哥哥里面的排名垫底，所以挣扎了几秒后便一脸坚定道：3哥哥回去就看书，争取下次上面少压几个人。一旁的王丽珊战战兢兢地等了许久，见他们越聊越偏，便大着胆子开口道：那个打扰一下，你们确定找我的人就是顾4少的3个同学吗？我有他们2年前高一运动会的照片，你先看看是不是？对，就是他们3个，这个背影和那3个人找我交易的人一模一样。你确定是这3个人吗？要一个人这么想我还不敢确定，但是3个人都这么想，那肯定就是他们了。顾星云见王丽珊肯定，便对着身边的人一一吩咐下去：小周，去把顾家门口到明辉广场这一路的监控能调的都调出来。小杨，你去查1年半前王丽珊收到的那笔50万的报酬，看看对方账户和唐高楼3家的具体关系。二哥，你查这些干嘛？这骗子都说了就是这3个人，而且他们还挑衅过4弟，不用核实直接找上门去就行了。没有证据直接找上门他们会认，说不定还会反咬一口，说我们是特意找人演戏来坑他们的。二哥哥说的没错，我们还是要先把证据搜集好，再过去比较稳妥。连哥，现在怎么办？王丽珊被抓走了，顾家肯定已经去调查我们了。我能怎么办？谁知道半路竟跑出一个小屁孩，把他从车上给踹了下来。这一踹，直接把我们辛苦的计谋全都踹废了。要不我们回家先和家里人坦白吧？你疯了！我和我爸妈说，他们肯定要打断我的腿。我也不行，我爸明天早上还要和顾家签合同，他要知道我坏事，别说打我了，把我赶出家门，再不让我回来都有可能。可是顾家早晚会查出来的，如果等他们找上门去，从他们口中说出的事情性质必将恶劣无数，还不如自己回家认错坦白，再和家里人一起想解决办法。连哥，老高说的好像也有道理，我们自己回去说，抢在他们上门前，让家里长辈打电话过去道歉，说不定能大事化小。唐青年闻言沉默了半晌，最终点了点头道：那我们就先回去吧，我看看我爸和我爷爷的心情如何，他们心情好的话，我今晚就说。然而让唐青年3人想不到的是，顾家调查的速度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快许多。小年，你回来的正好，快过来帮爷爷看看这客厅布置的怎么样。爷爷，您布置的都好，我还有作业没写，就先上楼了。你小子是不是犯了事？怎么看起来这么心虚？我没有。爸，今天就别训他了，等会儿顾家的人就要到了，让齐年也去换套衣服，等会儿好见人。我还要写作业，没时间见顾家的人，你们见就好了。如果顾继南问起，就说我不在。唐大少爷是不想见我们吗？连借口都已经想好了。圆圆才不是不值钱的丫头片子，阿姨你就是重男轻女。唐大少爷是不想见我们吗？连借口都已经想好了。哈哈，让顾二少见笑了。顾4少和我们家小年是同学，小年可能是怕被同学知道笑话，所以才找这样的借口的，是吗？可是我看唐大少爷脸皮好像没那么薄啊，不然怎么会2次找人来坑骗我4弟？找人坑骗，这是怎么回事？唐七年花钱找人假扮大师来找我4弟，说他是天煞孤星的命，会克父母，还会害死家里所有人，让他离家出走。而且他骗1次还不够，还想骗第2次。要不是今天我们正好也在，就让这假道士给跑了。
唐老爷子听到顾家两兄弟的话，再看到扔在他们面前的人，顿时感觉脑袋都要炸了，举起拐杖狠狠打在了唐七年的身上。孽障，你都背着我们做了什么？我没有，是他们认错人了，我没有找人坑骗顾济南。唐大少，我是王立山，你不认识我了吗？你今天下午还让朱楼拿了100万现金，请我过去帮忙呢，怎么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你别胡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顾二少、顾三少，有话好好说，说不定是一场误会。顾星云闻言冷笑了一声，懒得和他们掰扯，直接将打印出来的证据扔了过去。是不是误会？你们看看这个就知道了。这事还有你儿子的2个跟班一起参与，我已经都打电话叫他们过来了。你是怎么查到这些的？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既然能收钱替你办坏事，自然也可以收更多的钱出卖你。我只是和同学开的玩笑，我没有要害他的意思。你这才不是玩笑！你说四哥哥是天煞孤星会克死身边的亲人，等于把圆圆的家人都诅咒了一遍。你个小屁孩懂什么？我都说了是个玩笑。都这时候了还敢演戏，看老子不打死你！唐七年在客厅里被爷爷和爸妈混合3打，凄惨的叫声和哭声从门内传到院落。一起进来的娄家和高家两夫妻听到这惨叫声也是有些发怵，赶忙加快脚步走上前来劝导：唐老、唐总，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打孩子？顾家几位少爷都来了，也不招呼人家进去坐坐。你是娄家娄东新，我记得你这段时间在和顾家的分公司谈合作。对，就是我，合作昨天已经谈下了，明天早上就要签合同。哼，那太可惜了，你辛苦谈下来的合同可能签不了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在娱乐圈当演员的吗？什么时候管起家里公司了？这合同可是分公司的经理敲定的，顾大少和顾总也点头同意的，哪有说不签就不签的？一旁的葛美贤朝着客厅里左右打量，想找顾明琛或是顾国兴的身影。葛美贤向来看不起娱乐圈里的那些明星演员，觉得都是干些不正经活计的人，所以听到他说娄东新的合同签不了，觉得他是故意这么说，想要离间娄家和他爸他大哥，回来为争夺顾家财产和公司继承权做准备。别找了，我爸和我大哥没来。没来怎么谈生意？你少说几句，电话里又没说是谈生意的。不是谈生意，难道还是叫我们来看唐家教育小孩的吗？你猜的没错，我们这次叫你们过来，就是让你们看看唐家是怎么教育小孩的，好好学学，等会儿兴许能用得上。葛美贤就娄瑞一个儿子，听到顾星云这么说，顿时炸了。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家小瑞需要教育吗？顾二少，我们家不争气的几个小子是不是做错事惹到了你们？您和我说，我现在就打电话把人喊来。他们一起雇了人假扮道士坑骗我4弟，人现在被抓住了，证据也在那边，你们自己去看吧。老高，你马上打电话把高一周叫过来。我也打电话把娄瑞叫过来。你急什么？我们先看看那证据再说。娄总娄夫人不用那么着急抢，你们还有另外的人证，直接让他们来和你们说吧。小姨救我！顾星宇，你们竟然敢绑架我外甥，现在可是法治社会。他们是自愿过来的，怎么就成绑架了？你糊弄谁呢？小佳今晚明明还要上补习班，现在却被你带到了这里来，你这样擅作主张绑人，小心我直接去顾家告发你。告发我？你向谁告发？这件事我爸妈都是知情并且同意的。没错，要不是他们还有事，现在就跟我们一起来了，也不知道你脑子是怎么长的，还有胆子去我家告状。行啊，你们绑人还有理了，你们爸妈不管，我就打电话报警。见葛美贤拿报警来吓唬他们，顾晨阳嗤之以鼻，反而是田雨佳吓了一大跳。小姨别报警，我补习班那边已经请了假，我是自己同意过来的。那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表哥，是娄瑞表哥逼我去找海威转账的，他说如果我不帮忙，以后就都不和我来往了。转账？转什么账？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转什么账，表哥只给我们领了个人来，让我和海威带他去办银行卡。没错，办了卡后，瑞哥给我账户分批转了50万，再让我转给那个人。我们转完了，才知道这是瑞哥和高家、唐家两家少爷合伙雇人去吓唬顾四少的钱。娄东兴听完两人的解释，脸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来的时候还以为是顾家来找他们进一步合作，没想到是他儿子惹了祸事，将顾家给得罪了。这么一来，别说以后的合作了，就是明早的合同能不能签都是个问题。我马上打电话叫娄瑞过来。你不要他们说什么就信什么，我们家小瑞这么善良懂事，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说不定是陈海威自己想吓唬顾济南，撺掇我外甥一起给那什么人转账。陈海威没想到葛美贤竟然这么不要脸，为了娄瑞，想把全部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伯母，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和顾四少任都不认识，我有什么理由去害他？我怎么知道你什么理由？反正我家小瑞是不会干出这样的事的。
陈海威看着葛美贤，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冷笑了一声，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娄家伯母平日看着温柔，原来是个蛮不讲理的泼妇。还好当时我和娄瑞打电话的时候录了音，不然今天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海威，你赚了吗？转了就把截图发给我。年哥看顾济南不顺眼很久了，这次要成你可就立了大功了，以后我们都会罩着你的。可是顾家这么厉害，要是被发现了，我是不是就要蹲局子了？瑞哥，你之前也不和我说清楚，转账是找人对付顾四少。我要提前说了，你还会帮我吗？行了，这事我们会处理好的，你回去该干嘛干嘛，事成了请你吃饭。雇人干坏事还威胁中间人，原来这就是娄夫人口中善良懂事的好儿子啊！这只是个音频而已，声音可能是合成的，不一定是我儿子。是不是娄瑞？可以拿去找专人鉴定。就算鉴定也不一。够了，你给我闭嘴！这件事情是娄瑞的错，我先代他给你们道歉，给顾四少造成的精神损失，我们娄家也会依数赔偿。赔偿？我弟弟被害的又是休学又是抑郁的，这精神损失费你赔得起吗？这事就算是小瑞做的，也是小小的恶作剧而已。顾四少也太脆弱了一些，随便一下火就得了抑郁症。恶作剧？1年半前我妹妹走丢，正是我们全家最失魂落魄的时候，换做其他人这时候被坑骗，也照样要抑郁。哼，一个不值钱的丫头骗子而已，有什么好伤心的？圆圆才不是不值钱的丫头骗子，阿姨你就是重男轻女。圆圆才不是不值钱的丫头骗子，阿姨你就是重男轻女，所以身上才背着那么多怨气浓厚的龟。什么龟？我怎么没看到？婴灵就是龟。阿姨你之前是不是怀孕打了很多次胎，而且还引产过8个月大的婴儿？你怎么知道我引产过？1个、2个、3个、8个，咦，怎么还有一个是男孩？阿姨，这个小弟弟说他是你在引产最后一个女婴之前怀的胎儿，因为私人诊所的医生辨认错了性别才被你打掉的。小弟弟说他还记得那家诊所的名字，叫好医诊所，帮你打胎的医生叫刘庆，打完是下午4点57分。我做打胎手术明明瞒着所有人，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不仅记得诊所名字医生，连打完胎的时间都记得一清二楚。是不是当年你也在那里？说你蠢，果然蠢笨如猪。你打胎那年哪来我妹妹？她今年才3岁半，穿越回去看你打胎吗？不可能的，明明是丫头骗子我才打掉的。那个医生是我姐的朋友，专门做这行，我都在他那边做过8次了。我姐说他100%靠谱。你真的打了8次胎，都是测出来是女孩才打掉的。我是打了8次胎，但还不是为了给你娄家生个传宗接代的男孩。谁让你一定要生男孩？我们娄家又没有皇位要继承，生男生女都一样。丫头骗子有什么好？而且怀孕生孩子的是我又不是你，为了给你生个儿子，我打了那么多次胎，现在身体都不好，你不心疼我竟然还在这骂我。娄东兴没有理会葛美贤的质问，他想到20年前自己赶到医院时，医生递给自己的小小的婴儿尸体，顿时心一揪。你告诉我，你最后引产的那个女儿生下来的时候是不是还活着？你在说什么鬼话？引产的孩子当然生下来就嘎了，怎么可能还活着？娄叔叔阿姨说谎哦，小妹妹和圆圆说了，她被引产下来的时候还活着，而且很健康，是阿姨用手生生将她捂嘎的。幻境消失，众人看着一个人在原地发疯的葛美贤。娄东兴刚上前，却被这个时候过来的娄瑞看到，以为是他爸对他妈做了什么。你果然嘎了我们女儿，你好狠的心！爸，你做什么？你疯了吗？娄东兴什么都没做就被自己儿子推到一边，原本就憋着的怒火更是蹭蹭蹭的往上涌。我做什么？你应该问问你妈都做了什么。我妈做了什么你都不该对她动手，流这么多血，难道你想嘎了她不成？这伤都是她自己弄的，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做的那些事我还没和你算账呢，就敢在这里说架起我来了。娄瑞看着葛美贤腿上的血还往外涌，赶紧拿出手机就要打120。你把手机还给我。娄瑞手机被抢走，起身就扑过去抢夺，父子俩为了争夺手机扭打在一起，看得旁边的3家人叹为观止。哈哈，真是有趣，娄总想要的女儿被老婆嘎了，好不容易生了个传宗接代的儿子，却反过来打老子。你胡说什么？我爸妈就我一个儿子，哪来的女儿？你当然不知道，在你之前你妈还怀了8次孕，4次都因为是女胎打掉，最后一个已经8个月大了，引产下来还有气，却活活被你妈捂嘎。不可能，打8次胎身体肯定会坏掉的，而且我妈怎么会做出捂嘎自己亲生女儿的事情来？肯定是他们和你造谣的。
你们家里事情多，我们就不多留了。我只和你说一声，明天早上的合同你不用去签了。顾二少，合同的事情，请你们再考虑考虑。娄瑞做错了事，我会好好教训。您要不信任我，直接将他带回去也可以，只要别把他打残废，我都能接受。娄叔叔，你如果把这个坏哥哥和坏阿姨送走，圆圆就劝大哥哥继续和你合作。圆圆，你这是做什么？娄瑞是他唯一的儿子，他不可能会听你的。自从闹出许家的事情后，顾家对每一个将要合作的对象都严格审查过。娄东兴本人的品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早年因为葛美贤连续打胎，40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如今都快60了，为了生意断掉父子关系，他是绝无可能的。谢谢顾小姐的好意，我会好好教训娄瑞，但他毕竟是我亲生儿子。可是坏哥哥是天煞孤星，他会克嘎娄叔叔还有娄叔叔身边其他亲人的。眉尾断裂，嘴角歪斜，颧骨高升，脸上多毛，加上印堂发黑，这就是天煞孤星相。你个小孩子怎么这么欠？我已经和你四哥道过歉了，你还故意诅咒我。圆圆才不是诅咒你，坏阿姨打了那么多次胎，大部分的怨气都留在了肚子里，你在坏阿姨肚子里吸收了怨气，所以一出生就成了天煞孤星的命格。可是娄瑞长这么大，身边亲人都没出过事啊，他自己的运气也很好，爬树从树上摔下来都只磕破一小块皮，不可能是天煞孤星吧？就是我爷爷奶奶外婆外公都活得好好的，他们都快90岁了，身体还很硬朗。那是因为娄叔叔身上福泽深厚，才把你的命格暂时压下去的。可你从小就做坏事，娄叔叔分你的那点福泽到现在已经被全部耗光光了。刚才圆圆之所以好心提醒娄叔叔，一是因为娄叔叔对四哥哥的事情不知情，二便是圆圆通过天眼从娄叔叔的身上看到了深厚的福泽。福泽的颜色有2种，白色代表那是上辈子积攒下来的阴德，金色代表这辈子攒下的福德。娄叔叔身上这2种颜色都有，这就说明了他上辈子和这辈子都是善人，这样有福泽的好人，要是被天煞孤星克嘎，那就太可惜了，所以圆圆才出口提醒的。可是我儿子平时挺乖的啊，只有这一次犯错。圆圆不知道，圆圆还没有看一眼就知道对方犯过什么错的本事，但从娄叔叔消耗福泽的速度来看，他这几年肯定坏事做了不少。这世界上就没有龟，爸你别听他乱说，我们快回去吧。你这么急着走是心虚吗？我心虚什么？不走就不走，有本事让你妹妹把龟叫出来。如果你们不会被下嘎的话，圆圆现在就让英灵显形。见圆圆看向他们，周围众人纷纷点头，最后一致将目光转向了年纪最大的唐老爷子。都看着我干嘛？顾小千金尽管施展，要真有招龟的本事，以后老头子我给你介绍生意。那圆圆开始了，来吧，你们自己出来把冤屈说清楚。沈新月，怎么是你？上集，女龟和小孩借着显形符诉说完冤屈后，娄东兴便拉着儿子要去警局自首。大，我不去自首，沈新月是自己想不开自嘎的，和我没有关系。你还有脸说？他之所以自嘎，都是你和你妈逼的。他叫沈新月，是青山中学的贫困特招生，因为漂亮追他的豪门少爷很多，但他一心学习便一一拒绝。其中一个白姓富少不甘心，开了个赌约，说谁要是能把沈新月追到手，就给20万，并认他当大爷。娄瑞正好和白富少有过节，虚荣报复兴起，便狂追沈新月。2个月后不耐烦，便下药带去了酒店，不仅发生关系，还拍了视频。娄瑞靠着视频成功成了白富少的大爷，而沈新月却因为他的迫害抑郁休学在家。那时候娄东兴在外地出差，不知道这件事。沈新月父母想报警，被葛美贤用视频和暴力威胁压了下去。后来沈新月发现自己怀了孕，不甘心就割腕自杀了。然后和2个糖果都跟在娄瑞身边。娄东兴半辈子积善行德，没想到生出的儿子竟做出这样猪狗不如的事。知道真相后，一气之下就要大义灭亲。娄叔叔，圆圆来帮你。爷爷，我说我刚才不是演的，你还不信？小丫头会画大礼服，她开挂。鬼叫什么？就算开挂，那也是人家的本事。你被踹是你活该。顾小姐，谢谢你今晚的一番提醒，我会和葛美贤离婚的，也会送儿子去自首的，还会联系沈新月的父母给予赔偿。他们做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至于和顾家的合同，我也没脸再签了。等我处理完家里的这些事情，再重新投入工作，争取下次再合作。好的。娄家一走，
顾星云便把目光转向了一直在旁边看戏的高家和唐家。娄家不仅把儿子送走，还自愿放弃了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合作。那么唐老还有高总，你们两家打算怎么做？顾二少，您放心，今晚我回去后就把高一周教训一顿，然后送回他生母的老家去。可是你半个小时前就说打电话叫高一周来，到现在还没影子，你的话很难让人相信。高建树见顾星云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将通话记录和短信界面打开，一一展示给他看。我电话也打了，短信也都发了，但是这逆子故意不接也不回复，我人走不开也没办法。不过顾二少放心，我已经停了他的卡，给他同学朋友都打了电话，不许他们收留，不出1天肯定能把人抓回来。你真舍得将你儿子送走？当然舍得。说句不好听的，我儿子这么多也不怕少高一周一个。是挺多的，光在你身边的就8个吧。哈哈，顾三少记得没错，是8个。高一周是我第2任妻子生的，我和他妈离婚时候闹得很不愉快，要不是法院把他判给了我，我也不会要他。你们要是不相信老高，那就让我来办吧。我是高一周的后妈，肯定不想他好过。这件事交给我，保证办妥当。你们也可以随时派人来检查。行，那我就勉强相信你们一次。我四弟过2天就要回学校上课了，我们会轮流去学校门口接他。到时候要是再让我看到高一周，不会的，您放100个心。他亲妈的老家离这边有108000里，以后不止在学校，您就是在京市也见不到他了。哼，高家的儿子那么多，我早就想要处理掉几个了。这次顾家找上门，对我来说倒是好事，正好可以将高一周赶得远远。二哥哥，我听到这个阿姨的心声了，她说的都是真的。那二哥哥就放心了。老爷，高家和娄家都已经做出决定了，你看是不是？爷爷，你别把我送走，我是唐家唯一有绘画天分的孙辈，您要赶走我，等您和我爸驾鹤西去，唐家的传承也就毁了。哭什么哭？这么大人了还哭，不嫌丢脸吗？唐老爷子没有立刻拒绝，反而皱着眉头。他和子孙多的高建树不同，和儿子犯了罪，不得不送去警局的娄东兴也不同，对唐其年这个孙子还是有点感情的。再被拉着一哭，顿时有些心软了。可刚心软没一会，他的儿子就跑了过来。爸，我把副卡的明细拉出来了，1张卡的明细而已，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儿子的卡内2个月前多了1个亿的进账，我去查了打款账户的信息，发现是 H 国的华陵拍卖会负责人。华陵？那不是 H 国专门拍卖华国书法画作的拍卖行吗？他怎么会给唐其年打钱？还是1亿？我打电话给对接人问了，他说是7年联系他们把爷爷的成名画给拍卖了。我还到楼上的保险柜查过，那幅画确实不见了。孽障！你个孽障！唐家怎么会有你这么个败家玩意？爷爷，我哪里败家了？你那画一直锁在柜子里，早晚要坏，我拿出来拍卖还赚了1个多亿呢。这不是钱的问题，你太爷爷临走前再三交代，其他画都可以卖，就这幅画不能。你现在卖了，让我死后如何和他交代？爸，你别太过伤心，我已经和拍卖行的人商量过，让他们帮忙劝说买主把画归还，我们可以多加点钱，买主说不定会同意的。钱呢？赶紧把那1亿块钱交出来！唐其年心虚道：钱我用了1点，1点是多少？8000万。什么？8000万？老爷子一口气没上来，眼皮子一翻就晕了过去。爸，把这个孽障给我扔出去！再让你待下去，唐家都要被你败光了。爸妈，你们救救我，我不会了，我以后一定都听你们的。画我去求买主还，青山中学我也不读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在顾家人面前。之前是我和你妈太关注你了，没有教育好你，如今也该让你吃苦头了。清风，你把人带走，开车送到南省，每个月给他1000生活费，不够就自己想办法挣钱。1个月1000块，爷爷你是想让我饿死吗？拖出去，把人拖出去。谢谢2哥3哥还有圆圆帮我出气，一家人有什么好谢的？你以后有什么事，别都憋在肚子里就好，都说出来，让哥哥们帮你一起解决。还有圆圆也可以帮忙。圆圆比我们2个都厉害，要不是他发现葛美贤和娄瑞身上的糖果，估计今晚还没这么快结束。对了，那只女龟和那几只糖果呢？之前圆圆把李诗兰装在口袋里，但现在这么多只龟，应该装不下了吧？他们都在圆圆的包包里，三哥哥想看看吗？不，我不想看，你别把他们放出来。三哥哥真胆小，圆圆原本还想放2只小妹妹出来玩玩呢。你三哥哥就是这么胆小？别吃我！哼，妖怪，放开那个小哥哥！星云不好了，老5老6搭的那辆大巴车在山里不见了，怎么回事？之前不是说车子故障修一下就好了吗？我也不知道，
一开始跟车的老师打电话来说是小故障，要多等20分钟，但我和你妈都在学校这边等了1个小时了，连车上的司机和老师也联系不上。那其他车的司机和老师呢？他们都不知道4班的车去哪了吗？其他4个班级都已经回来了，修车的时候4班的老师让他们先走的。现在我和你爸还有其他家长开车去营地的路上找，警察也过来了，但人还没找到。爸妈，你们别急，我们马上过来。圆圆会破解龟打墙，说不定老6、老5他们的车是被龟打墙给困住了。龟打墙？星云，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不是开玩笑，具体的我到了再和你们解释，先找人要紧。顾星云没有和顾国兴还有何青书多说，和他们要了定位后就挂断电话，让司机直接开去营地。你们看，这就是我妹妹圆圆，她是不是很好看？好漂亮，你们的妹妹好像天使。是啊，好好看，比我的妹妹好看多了。有这么漂亮的妹妹一定很幸福吧？她的小脸看起来软软的，很好捏。我想捏，有机会能不能让我捏捏看？哼，我妹妹的脸蛋只有我能捏，我弟捏都不行，你们就别妄想了。西月，你哥说的是真的吗？你妹妹的脸只有她能捏？你们信他鬼话？圆圆明明对我最好，别说捏脸蛋了，连睡觉都要拉我一起。你才说的鬼话，圆圆什么时候要拉你一起睡觉了？她明明都是和妈妈一起睡的，你一直都和我一个房间。圆圆是在你睡着之后过来的，你睡得和死猪一样，怎么可能知道？就算我睡着了不知道，但圆圆2年前也才1岁半，她哪里有本事一个人从2楼到4楼来？陈姨把她抱上来的，不信你问妈妈。那也是我房间，你怎么不说是圆圆想我呢？明明是想我，是想我。顾朝风和顾西月为了争夺谁是妹妹最喜欢的人，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你揪我耳朵，我拽你领子，很快扭打成一团。周围的同学想要劝架，但因为2人长得一模一样，打起架来又换了位置，不知道谁是谁，一时间无从下手，还是老师上前才将他们分开来。你们平时不是关系很好吗？今天怎么好好说着话就打起来了？顾朝风想抢我妹妹，哼！一个妹妹有什么好争的？小屁孩最讨厌了，就算长得好看，也是个麻烦。你敢说我妹妹不好？傅林然，你再给我说一遍！再说一遍就说一遍，别人怕你们顾家，我傅家可不怕。小屁孩就是讨厌。你一个没有妹妹的人，有什么资格评价别人的妹妹？就是我们妹妹又乖又可爱，我看你无非就是嫉妒而已。林然，你少说几句。还有曹风、新月，你们在车上跑来跑去很危险，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去。老虎，有老虎，这是怎么回事？这里怎么会出现老虎？手机电话打不出去了，消息也发不出去，刚才明明信号还有的，怎么这个时候断了？快开车！导航有问题，这条路不是回学校的路。什么？王师傅，你不是经常往返这条路吗？就算没有导航，也不应该开错啊。我是按照原路开的，但莫名其妙就跟着导航开到了这里来，而且就算开错也没开出去多远，这附近不可能有老虎的，我们是不是遇上了妖怪？司机的话刚落，车窗边的白虎忽然口吐人言：你这个人类还挺聪明，既然猜到了我是妖怪，那就乖乖把车门打开，把这些小孩都放出来，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你说的是真的？我开了门你就放过我？当然是真的，比珍珠还要真。好，我这就开门。别开，他肯定有原因没办法弄坏我们的车，只要我们不开车门就不会有事。曹峰说得对，他想要撞我们早就把车打坏进来了，你别上当了。可是有什么可是的？就算他让你做选择，你还真想把我们的孩子送出去给他吃不成？三哥哥，圆圆知道5哥哥、6哥哥在哪里了？他们在结界里。结界？那是什么东西？是妖怪用妖力设的独立空间，比龟打墙还要厉害。这世上除了龟还有妖怪，这就是那妖怪的猫，长毛猫妖吗？不是长毛猫，是虎妖。听说虎妖会吃人，要是虎妖的话，老5和老6他们岂不是很危险？2哥哥不要着急，圆圆马上进去看看。圆圆，现在怎么办？圆圆一个人能对付得了虎妖吗？要是在里面出事怎么办？老6和老5还没找到，圆圆又跑不见了。别乌鸦嘴，圆圆很厉害，
肯定能打败虎妖，把小五小六救出来的。我们干等着也不是办法，我问问我朋友有没有认识的厉害道士，叫他们过来帮忙。而在顾星云两人找人求助的时候，结界内的大巴车上，佛珠的佛力却已经被虎妖的妖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哈哈哈，还有5分钟，5分钟后我就能把你们全都吃了。司机想开门，快抓住他！你他妈是疯了吗？那可是虎妖。嘿嘿，虎妖只是小孩，只要把小孩扔出去，他就会放过我。识相的人类，为了奖励你把门打开，就第一个嘎了你。你之前不是说只要把门打开就放了我吗？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没听过虎妖的嘴，骗人的鬼嘛！别吃我！哼，妖怪，放开那个小哥哥！妖怪，圆圆给你一个机会，你把这个小哥哥放下来，撤掉结界离开，圆圆就放过你。哪来的小妖精，竟然主动送上门来，还放过我？哈哈，这是我800年来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圆圆，五哥真的是圆圆。你们快回来，危险！徐老师，你放开我，我妹妹来了，我要是不过去救她，她就要被老虎嘎掉了。你妹妹？听到顾朝风的话，徐奋进转头看向门口，正好看到白虎被雷劈得2分熟的样子。原来是一个小道士，怪不得能溜进我的结界里来。不过我白虎神兽可不是你区区几张符就能降服的。看到道门的面子上，你要是现在乖乖滚出去，我可以不赶你。你才不是白虎神兽，你就是一只普通的虎妖。这小妖精不好骗啊！呵，既然你不领情，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小妖精看招！哎呦，好疼，好疼，好厉害！用尾巴就把虎妖打飞出去了。那又是什么妖怪？头上有角，好像奥特曼里面的怪兽。福送，怎么会是怪兽？明明是救我们的神兽。坏老虎，你看清楚了，花花才是真正的神兽，你就算再修炼8万年，也比不上花花的一根脚趾头。这神兽我认的，那可是地藏王菩萨手底下的谛听，可这么厉害的神兽，为什么要跟着一个小妖怪啊？不管了，想不通就不要想，斗大腿，斗大腿。小大师饶命，我上有老下有小，从来没有杀过人，今天醒来实在是太饿了，才会出来抓人嘎，求求你放了我。可是你嘴巴上有血，已经嘎了人，嘎了人的妖怪就不是好妖怪了，要抓起来。我嘎的司机是坏人，他主动把车里的学生们放出来给我嘎，我就把他先嘎了。圆圆他没有撒谎，被嘎掉的那个司机确实是坏人。对你没来的时候，他开了车门，想要把我们推出去。咦，你们2个是谁？为什么长得一模一样啦？呵呵呵，顾朝风、顾西月，你们2个之前不是还在车上争妹妹对谁最好吗？结果他根本就不认识你们。你们给我闭嘴！我妹妹走丢的时候还小，现在刚回来没认出我们也很正常。就是不管认不认识圆圆都是我们的妹妹，你们想要还没有呢。原来你们就是圆圆的5哥哥和6哥哥呀！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都怪这只坏老虎，不然圆圆早就可以见到你们了。小大师别说我跑很快的，可以当你的坐骑，求求你给我一个将功赎过的机会。可是圆圆家里的车还有飞机都跑得很快，不需要你这么麻烦的坐骑。不需要坐骑我也可以当宠物，我看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养猫，我的缩小形态也很可爱的。喵喵喵，小大师这样喜欢吗？虎妖学着家猫的动作打滚撒娇，对一切可爱没有抵抗的小团子，果然被虎妖的这一招给俘虏了。哇，好可爱的小猫！圆圆，它不是小猫，是老虎。是啊，你要是带它回去，万一它哪天不高兴，就会变回老虎把我们嘎掉的。不会的，这是个大腿，我抱着还来不及了，怎么会干这种傻叉的事？你们要是还是不放心的话，我和小主人千主不屑，只要我对你们有点坏心思，我就会当场暴毙。你竟然为了活命竟如此不要脸，你的尊严何在？就是不要脸，尊严何在？哥哥们放心，圆圆这就和他签好主仆契，要他一定做个好妖。他要是再做坏事，圆圆就让阎王哥哥把他丢进油锅里。对，做好妖，进油锅里。不放心的顾家2兄弟还想再说什么时，身后却传来了一道惊叹声：圆圆你好厉害，还认识阎王。
你是刚才圆圆救下来的小哥哥吗？你有没有受伤？受伤的话，让小白赔你医药费。不用，谢谢你救了我，我没有受伤，就是摔地上的时候扭到了脚，养几天就能好了。而傅林然说不用，圆圆却不肯这么罢休，奶凶地威胁道：小白，你已经活了800年，肯定藏了很多的宝贝，把你收藏的宝贝都拿出来，挑一件出来给这个小哥哥做补偿。好的，我这就去。那我们出去吧。2哥3哥，圆圆真的很厉害，他不仅自己打老虎，还召唤出神兽和他一起打，那神兽一尾巴甩过去，虎妖就倒下了。是啊，那虎妖比我们坐的大巴车还要大，司机都被嘎掉了，傅林然也差点被嘎掉，是圆圆及时赶来把他从虎口救下来的。顾星云仔细将弟弟妹妹都检查了一遍，确定他们都没受伤，才放下心来。没受伤就好。那只被圆圆打败的虎妖呢？现在在哪里？圆圆让小白挑宝贝去了，傅小哥哥的腿被小白弄伤，他得赔偿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给他才行。你怎么还给虎妖取名字了？而且小白不是你养的兔子的名字吗？嘿嘿，圆圆准备养虎妖，兔兔是小白1号，虎妖是小白2号。这种东西也能养？我们家里的庄园是很大，养几只狮子老虎也没问题，但这可是嘎人的妖怪啊！圆圆正要解释，虎妖却已经挑完宝贝回来，将嘴里叼着的蓝色宝石放到了地上，而后在圆圆脚边蹭了蹭。哇，好漂亮的小猫，这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哇，好漂亮的小猫，这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你快放开本王！你这个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半死不活还浪费人民币的家伙！哼，那是圆圆的3哥哥，你要是再骂圆圆，现在就把你送去地府扔油锅里炸成猫干。喵喵喵，主人不要，我错了，我不知道他是你哥哥。你哥哥一看就是人品好，长得帅，又会说又能干的男子汉，怎么会是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半死不活还浪费人民币的那种人呢？是我看瞎了眼，看瞎了眼。这只小猫咪就是那只虎妖吗？是呀，它就是那只虎妖。对了，圆圆，你打虎妖的时候，车上的学生和老师都看到了，等会儿警察来了怎么和他们解释？是啊，现在警察和家长都差不多快到了，等到了之后肯定要仔细询问老师和学生做笔录，到时候圆圆收服虎妖的事情不就被全部说出去了吗？圆圆打老虎的事情不可以说吗？之前和我们一起去玄清观的警察叔叔也知道圆圆的本事，这边的警察叔叔为什么不可以啦？那边的警察是和我们一起遇到了鬼打墙，亲身经历过自然会相信，事后也会帮我们在报告上把玄学的部分隐瞒掉。但是这边的失踪案不一样，虎妖只有车上的学生和老师看到，要是按照实际情况说，就得把虎妖给交出来。那圆圆可以让白二变回原形给他们看一眼，只要看一眼警察叔叔就信了。嘿嘿，白二嘎了司机，如果把他给警察看，他们肯定会把他带走，说不定也会因为你能召唤出花花，把你也抓去实验室做研究。圆圆不要让警察叔叔把小白带走，也不要被抓去做研究，也不想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们分开。圆圆你别担心，二哥哥去和老五老六的老师谈谈，其他学生年龄又都太小，只要老师不说，他们的话警察叔叔是不会信的。二哥哥，白二说他有办法，他的妖力可以修改人类的一小部分记忆，你不用去和老师商量了。喵喵喵，主人就把他们的记忆改成是司机预谋绑架，打不过老师又弃车跑路怎么样？这个好，要不是那个司机主动开门，我也不会第一个被抓出去，就该让他背锅。那个司机被嘎了的确活该，为了活命想要把我们送出去给虎妖嘎。那就这么办吧，不然也没办法解释司机为什么会不见了。妈妈，我好害怕，司机叔叔想绑架我们，陈老师为了救我们都被打了。没事了，没事了，宝贝女儿，妈妈以后不会再把你弄丢了。被虎妖篡改记忆后的学生一边哭一边讲述被绑架的事，而跟着家长过来的警察听到学生的哭诉，也是快步走到3位老师面前。你们可以和我们讲讲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吗？1个小时前，我们从营地出发准备回学校，谁知车子开到半路，王师傅就忽然起了歹心。出发之前你们都没发现司机的异样吗？有异样我们也没往那方面想。云鹤小学的学生大多都出身豪门，家里非富即贵，哪有人有这么大胆子敢绑架一个班的人？
被虎妖修改了记忆的陈岩和高老师，一人一句讲述着从司机如何起义，如何威胁老师和他们搏斗，再到他们如何合力把司机打跑，讲得很是激动。警察越听眉头皱得越紧，也没有怀疑，将司机的信息记下后，便转发给了局里的同事，让他们立刻出发，去司机的住处和公司找人。等会儿你们3位再跟我回警局做一次笔录，司机绑架幼童未遂逃逸，性质非常恶劣，我们会加大警力搜寻的。顾星云几人见成功骗过警察，也是悄悄松了口气，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老五，老六，爸爸妈妈，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六哥哥羞羞，这么大还哭鼻子。姐，我找小虎哥哥和妞妞妹妹，你知道他们在哪吗？小朋友，你找小虎哥哥啊。小虎他刚才被宿管阿姨带去整理床铺了。那姐姐，你知道小虎哥哥的宿舍在哪里吗？圆圆想去找他。宿舍楼就是前面的红墙楼，你跟姐姐来，姐姐带你去。好的。小虎哥哥，圆圆妹妹。两人见面后高兴地相拥了一阵，冷静下来后便开始打量起对方来。圆圆，你变胖变好看了，现在就像是个小公主一样。是爸爸妈妈还有哥哥给圆圆打扮的，他们都对圆圆很好，每天给圆圆各种各样好吃的，还有满满一个房间的漂亮衣服。妈妈，这就是之前一直帮助妹妹的哥哥吗？他的手怎么只剩下一只了？看起来好可怜。是人拐子干的，小虎的手臂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拐子给折了，他们故意弄断他手臂让他出去乞讨，这样就可以博取路人的同情，多讨点钱。这些人拐子太可恶了，他们折了别人的胳膊，就应该叫警察叔叔把他们的胳膊也折了。对，不只是胳膊，腿也要打断。我刚才看到教室里有好多小朋友没有腿，肯定也是被他们给折的。小虎听到双胞胎的话后，没有失落和伤心，而是乐观地笑着走上前说道：我的手已经没事了，现在一点也不疼，而且只用一只手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小虎，阿姨明天带你去医院给你量尺寸定做义肢吧，装上也能自由活动。小虎听到能装义肢，眼里不自觉地露出渴望，但一想到假手的费用，又很快低下了头。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拐子抱走了，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是不是还在找他？但像真手一样的义肢肯定很贵，装义肢是不是要很多钱？多少钱你不用管，圆圆在小黑屋的时候多亏有你帮忙护着，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我们找到，义肢就当是给你的谢礼。可是小虎哥哥，你必须收下我们家的谢礼，要是不收，圆圆也不会安心的。小虎听圆圆这么说，也不好再拒绝，感动地对着顾家人鞠了一躬。谢谢大家，等我长大了，我要赚很多的钱，还要建很多的救助站，帮助很多和我一样被拐走的小朋友，帮他们找爸爸妈妈。和小虎说定后，何青书和顾国兴就到一边打电话和医生商量有关义肢的事宜，其他人则是跟着圆圆和小虎在救助站里外找妞妞的身影。被救下来的孩子大多都不记得自己原本的名字，只有人拐子给的代号。登记册上的照片里没有妞妞，可能妞妞还在人拐子的手里。小虎哥哥，快跟圆圆上楼。圆圆，等会儿，我还没看完照片呢。小虎哥哥不用看了，圆圆找到妞妞的照片了，就在2楼203宿舍里。听到圆圆说看到妞妞的照片，顾星云几人立刻跟着她往宿舍楼的方向跑去。2楼宿舍？不可能啊，2楼宿舍一半都改成了洗浴室，剩下的宿舍也没有住人，3楼和4楼才是孩子和我们工作人员住的地方。这就是203寝室，我让保安拿了钥匙过来。门打开后，只见一个年轻的女人和2个道士在屋里头做法。原本空荡的宿舍地面摆着一个巨大的铁盆，铁盆周围用红绳围着，绳上挂着铃铛。此时被门风带得叮当作响。你们不要进来！沈女士，你怎么还没走？还带了这些奇怪的人到我们救助站的宿舍里来？刘老师，你行行好，再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好不容易请到李大师帮我找女儿，现在我女儿的糖果已经在路上了。阿姨，你是妞妞的妈妈吗？阿姨，你是妞妞的妈妈吗？小朋友，你认识我女儿？你们认识多久了？她有没有给过你东西？我们认识1年了，前几天才分开。小黑屋里什么也没有，妞妞妹妹只分过圆圆馒头，都已经被圆圆吃掉了。那你和她最后见面那天穿的衣服还在不在？在的话能拿给阿姨吗？阿姨不白拿，可以用钱跟你买。
阿姨是想拿妞妞用过的东西招龟吗？那是不是妞妞已经找到了？还没有找到，李大师正要招他的糖果过来，问问他现在在哪里。没有找到人，怎么可以招龟呢？竹简上说了，活人的三魂七魄是不能轻易离体的，若是受到惊吓不小心离体的也就罢了，但是人为将其抽出，不仅可能变成傻子，说不定还有生命危险。你说什么？大师他说的是真的吗？屋里的道士脸上本就带着不耐，听到圆圆的话更是气得眉头都皱成了川字。你这小孩在胡说什么？我招了龟问完问题，自然会将它完好无损的放回身体里去，怎么可能会变成傻子？师傅，书上说招龟的确有风险，我们……给我闭嘴！你就是书上说什么就信什么，才会一事无成。以你师傅我的本事，招个龟能有什么风险？打断小道士话的老道士，不管屋里还有其他人，就要走到祭台前想要继续。老道士，你不许招妞妞的龟。老道士见面前的小奶娃娃垫着脚想要去撕符纸，忍不住笑出声来。整个祭台我都做过法，你个小娃娃怎么可能破坏的了？然而还没等他笑几声，一道紫色的雷电便从窗外窜进屋内，直接将上面的符纸和铁盆都劈得四分五裂。紫色的五雷，你这么小的年纪竟然能画出这么高级别的五雷符？这个很难吗？圆圆第一次画五雷符的时候就成功了。什么？第一次画五雷符就成功了？这小娃娃看着也就4、5岁的样子，这就算是从娘胎里开始学习道术，最少也要5年啊！我那时学了5年的时候，我连符咒都画不好，更别提召唤出紫色的雷电了。小大师，之前是我莽撞了，您收我为徒吧，我愿意每个月给您孝敬费，求求您教我学本事。我妹妹不缺钱，而且她马上就要去上幼儿园了，没有时间收徒。上幼儿园没关系，只要每周不每2周，每2周给我半天时间学习也可以。只见他不知从哪拿出一大堆符纸朱砂，还有浮尘八卦镜之类的东西，放到了圆圆的面前。我虽然能力不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收妖捉龟，也收藏了许多珍稀的法器和材料。小大师，你看这个符纸还有朱砂，是我加了珍稀材料加工改造过的，用它们画符是半功倍，市面上有钱也买不到。只要你收我为徒，我都可以长期免费提供给你。真的吗？你可以把这些都给圆圆？当然是真的，除了这些，我家里还有很多，小大师可以亲自过去挑选。那圆圆就收你做徒弟吧。不过先说好了，圆圆每天都很忙，要看动画片，还要玩玩具，还有养兔兔和猫猫，只有空下来的时候才能教你。师傅放心，我肯定不会打扰您的日常生活。见李天龙和圆圆聊了起来，在一旁着急的沈雪莲忍不住上前问道：李大师，您现在还帮我女儿招龟吗？不招了，不招了，我师傅说招龟不好，那肯定是有风险的。之前是我太自大了，现在可不敢帮你女儿招龟了。那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只要能找到我女儿，我出多少钱都愿意。没有办法了，按照师傅的说法，追踪类的道术都只能用在龟和妖怪身上，用在活人身上对灵魂都会造成伤害。我最多帮你算一卦，运气好的能算出大方位。大方位是什么意思？是能算出在哪个市吗？不能，只能算出在华国的东南西北大概方位。让圆圆来算吧，圆圆算的比老徒弟准。京市的东南方，离这里大概300里的距离。京市的东南方，那就是在 C 市，我女儿肯定在那边。可 C 市很大，想要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我刚从 C 市那边回来，没有找到人。大哥哥，你怎么这么久才过来？我回来去了一趟警察局，耽误了一些时间。不过我把你的小蜜安全带回来了。圆圆，我好想你。圆圆，我好想你。小咪，刚刚是你在说话吗？圆圆，你能听懂我说话？喵，他已经开了灵字，成了猫妖，就和本虎一样，所以他说话主人你能听懂。
虎妖。感觉到小咪的害怕，圆圆立刻安慰道：小咪别怕，有圆圆在，他不敢欺负你的。绿茶猫，我什么都没做就躲进主人怀里，还好我偷偷跟来了，不然主人的魂都要被你给勾走了。白儿，以后小咪就是你和小白的老大，你一定要和他好好相处，不许欺负他。白儿委屈道：凭什么他是老大？那只兔子比我先来就算了，他可是最后一个到的。小咪是圆圆的恩猫，比小白还要早认识圆圆。圆圆被人拐子关小黑屋的时候，是小咪经常给圆圆送吃的。你正好相反，不仅没帮过圆圆，还差点吃了圆圆的5哥哥和6哥哥。如果再敢欺负小咪，圆圆就把你丢出去。听到圆圆提起下午劫车的事，白儿瞬间就怂了。主人，我没想欺负他，我是看他3岁就开了林子，定是猫中天才，我是在测试他的抗压能力如何呢？圆圆，我知道妞妞在哪里，我在房顶上听到人拐子聊天，他们说今晚要把妞妞卖到银杏村去。圆圆相信小咪是只好猫不会说谎，所以想也不想就将他的话转达给了沈雪莲。沈阿姨，圆圆知道妞妞妹妹在哪里了，她被人拐子带去了银杏村。真的？是小咪在坏叔叔那边偷听到的，我们现在要快点过去，要是坏叔叔改变主意就不好了。我们从这开车到 C 市的银杏村，至少也要半天，可就算调动家里的直升机，也要3个多小时，会不会赶不及，就要人拐子给跑了？明，我可以化成原形被小主人跑过去，比直升机还要快。那白儿，你赶紧带圆圆和老徒弟过去，哥哥们你们随后到。就在他们一群人往 C 市赶的时候，刚被卖到银杏村的妞妞正被村里的老人选中，准备带回家。你叫妞妞是不是？以后就跟着我们一家生活了。爷爷，妞妞有自己的爸爸妈妈，你能不能帮妞妞打电话给警察叔叔，让他们带妞妞回家？刘老头闻言脸上笑容一僵，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你还记得你爸爸妈妈？妈妈的样子记得一点点，但是名字和电话记不住了。听到妞妞的话后，刘老头松了一口气。记不住没关系，你这么瘦是不是都没吃过饱饭？先跟爷爷回家吃饭。爸，这就是你给小宝找的伴儿。把小宝和你男人都叫到堂屋，我们关上门来说。女人见老头进屋，又赶紧跑进去给他拿烟斗，然后帮忙将烟草点燃。妞妞站在一旁看着，眉头止不住皱了起来，总觉得这个瘦阿姨很怕刘爷爷的样子，点烟草的手都在抖。阿姨，刘爷爷是你爸爸吗？你好像很怕他的样子，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惹他生气了？女人的神色原本还很正常，但一听到做错事这3个字，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忽然就激动了起来。我没有做错事，我没有。大晚上的发什么疯？给老子滚去门口洗衣服！刘爷爷，让这个叔叔别打阿姨了，阿姨手臂都被打出血了，再打就不好了。爸，你带回来的这小丫头胆子倒是挺大，不过有点主次不分，不如我顺手教训一顿，免得以后生出什么不该有的想法。那就交给你吧，把门关紧点。小宝已经睡了，别吵到他。刘老头冷漠地看了被拎着的妞妞一眼，转身回到屋里去了。妞妞对上刘老头回屋，眼眶瞬间就红了。等被男人扔到地上，再也忍不住，呜哇一声就大哭了起来。哭什么哭？烦死了！男人见妞妞哭，顿时不耐烦地扬起皮带。妞妞害怕地闭上眼睛，结果等了一会儿也没感觉到疼，睁开眼睛才发现是瘦阿姨将自己护在了怀里。天哥，我来教他，他年纪太小了，会被打坏的。你教他？对，我教他，保证让他乖乖听话。你这皮带刚换的，别打坏了。要是明早还没教好，你再教训他也不迟。刘福天闻言看了眼自己手里崭新的皮带，衡量了一会儿，最后抬头对着女人骂道：那就赶紧带着这死碍头滚出去，别在老子面前碍眼。女人闻言如释重负，抱起妞妞就跑了出去，回到了那盆满满的脏衣服前面。妞妞年纪小，看不懂这家人之间的关系，心里还对刚才刘老头冷漠的行为有些不解。阿姨，那个坏叔叔是谁？刘爷爷刚才还说要帮妞妞找妈妈的，为什么坏叔叔一来他就走了？是不是他也害怕坏叔叔？小声点，被听到又要被打了。你记住，那不是坏叔叔，是阿姨的丈夫。你既然来了这里，就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后也不要再说刚才那样的话。妞妞闻言更加不解了。阿姨被打为什么不去离婚？妞妞的妈妈不喜欢爸爸就离婚了，坏叔叔这么凶还打人，阿姨应该也和他离婚才对，为什么还要继续待在这里？
阿姨和你妈妈不一样，没办法离开这里。那妞妞也不能离开吗？不可以，好了，他们会打断你的腿的。回过神来的女人拿起木棍，继续敲打木盆里的衣服，掩盖他们的说话声。那阿姨和妞妞一起跑，还有今天过来的几个姐姐，我们人多一起，他们就打不过了。宋美辰闻言苦笑了一声，起身从井边拿了一个小点的木盆放到妞妞的面前，将脏衣服分了她一小半，示意她学着自己洗。你还小，很多事情和你讲了也不懂，反正以后他们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时间久了日子就会好过一些。要是不听话，我也救不了你。妞妞闻言站在原地沉默了许久，似乎懂了又似乎不懂，但她没有再执着地问问题，擦了擦眼泪，拿起一件脏衣服学着女人的样子，笨拙地用木棍敲打着洗了起来。也许是太累了的原因，洗着洗着就睡了过去。醒来时发现旁边的阿姨已经不见了，正要询问时，就见一个男孩从屋里气冲冲跑了过来。我不要你当我老婆，都是你害我妈妈被打的，看我不打死你！就在刘小宝要打妞妞的时候，半空中忽然刮来了一阵大风，直接将他整个人都刮翻在了地上。你是瞎子还是傻子？明明是你爸爸打你妈妈，你非要推到妞妞身上。圆圆姐姐，真的是你！妞妞妹妹别怕，圆圆来救你了。等会叫警察叔叔把这些欺负你的人拐子全都抓起来。刘老头，这小孩是哪来的？怎么穿得这么干净漂亮，不像是我们村里的啊？刘老头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这么漂亮的女娃娃就算不留下，也可以送出去换一笔钱，所以听到王大爷问，想也不想就撒谎道：是刚刚一道带回来的，我和刚子叔他把2个孩子都给我了。说完他转身就要将圆圆牵进屋里去，结果还没碰到人，一把桃木剑便狠狠地砍在了他的手背上。陪我师傅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你这老头也太不要脸了！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我是神仙，从天上来惩罚你们这些恶人的。老王，快打电话给村长，让他通知大家有疯子闯进我们村里来了。好的。你们快走，要是等会人来了，就走不了了。他妈的臭婆娘，到底是哪边的人？我当然是这边的，我只是怕他们把妞妞带走。姐姐，小美阿姨是好人，刚才坏叔叔打妞妞，是小美阿姨帮妞妞挡住的。哼，圆圆的爸爸说了，打老婆的男人都是窝囊废，跟他在一起时没有未来的。小美阿姨既然帮了妞妞，那老徒弟就带他和我们一起走吧。没问题，师傅，在警察来之前，我一定把他们都护得好好的。你们走不了的，警察也不会来。你们不用管我，趁着其他村民还没来，快走。然而高美辰的话音刚落，一群村民便从远处跑来，他们一个个手上都拿着锄头、木棍等武器，哗啦啦的便将李天龙等人给围了起来。你们几个一个也别想跑！看到这么多人围过来，妞妞和高美辰都吓得瑟瑟发抖，圆圆却一点也不怕，正要拿出黄纸画符，白儿却从旁边的草丛里跳出来。主人，这些村民看着就很坏的样子，肯定没一个是好人，让我把他们都嘎嘣脆吧。不行，他们虽然坏，但是和你没因果关系，嘎嘣脆了他们会阻碍你修炼的。主人，你这是为我着想吗？当然，现在你是圆圆的宠物了，圆圆要对你负责。他怕白儿忍不住开大把村民嘎嘣脆了，便将他塞回了小书包里，而后在掌心画了一道大力符，抬起小短腿就向最近的村民冲去。师傅，我也来。村民们没有想到这2个人的力气会这么大，猝不及防之下，包围圈直接被冲破了一道口子。而刘老头见自家儿媳和预备孙媳都被带走，顿时焦急了起来，就要去隔壁的莲花村求助。这2个人力气大的不正常，你们给我追，我去找隔壁村的人帮忙。圆圆姐姐、小林姐姐他们还在其他村民家里，来不及了，其他孩子肯定分散在村子各处，村民们追得很近，我们要是返回去就是自投罗网，还不如先跑出去再报警。小美阿姨不用担心，圆圆画了很多隐身符。圆圆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小叠画好的符纸，贴在了自己和他们的身上。白儿看到凭空消失的4人，顿时急得不行。喵喵喵，主人，那我呢？白儿，你去拦坏叔叔他们。妞妞说他们是1个小时前离开的，你闻着气味追过去。喵，主人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姐姐，他们追上来了。妞妞妹妹别怕，我们身上贴了隐身符，这些坏人看不见我们的。咦，他们明明没跑多远，怎么在这里就不见了？老王，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我们这么多人当然有声音，你家的那几个跑不了那么快，应该是跑这边的小路去后山了，咱们赶紧追过去看看。4人就站在原地没动，看着村民们在眼前晃荡一圈又离开，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快走吧，第1张隐身符的效力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其他人找出来。我和妞妞都不知道今晚过来的孩子去了哪几家，只能一家一家找。不过我们可以先找家里有未婚青年的那几家，说不定可以节省一些时间。众人觉得高美晨的主意不错，于是4个人便从重点的几户人家开始寻找。而在圆圆4人去找人的时候，离银杏村30公里远的一处小镇上，白二也是闻着气息追上了，把妞妞拐到这里来的人拐子。今晚可真是个好日子，不仅成功甩掉了条子，还卖掉了这么多的拖油瓶，赚了一大笔。这几个是出了，但金银路那边还有几个出不了手的残废怎么办？怎么办？当然是都扔了。我刚才已经给老鹰发了消息，让他想办法带我们去 W 国避一避风头。都扔在那儿，要是被警察找到了怎么办？哪有这么多的怎么办？你给我在这10万个为什么呢？走饿了一天了，开车去镇上吃点好的。然而赵刚还没把车子开到路上，一声苦笑便从远处传来。哈哈，人类的味道闻着可真香啊！刚子，老虎说话了。虎大爷，我们2个年纪大了，每天风餐露宿的肉也不好吃。您如果肚子饿了，我可以马上去镇上买几只鸡鸭牛羊供奉给您，只求您饶我们一命。吃我的肉不好吃，您想吃人，我给您提供更新鲜可口的。更鲜嫩可口的？没错，在 B 市郊区的一座废弃医院里，那边有我们很多绑架的小孩。主人说的没错，你们人拐子果然没有一点人性。生气的白二把人打晕困住后，从人拐子身上掏出手机，拨打了110，因为手机是京市的号码，接电话的也是京市的警察。你好，我在路上抓到了2个疑似人拐子的男人，你们赶紧过来把人给带走。小朋友，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和人拐子搏斗有没有受伤？快把地址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带人过来。我叫白二，今年已经800岁了，我没受伤。像他们这样的，要不是我留手，一爪子就拍死了。警察原本还只是怀疑报警人是未成年，听到白二如此中二的发言，直接就确定了，甚至觉得他可能还是个小学生，于是赶紧让同事在电脑上定位这个号码的位置，准备过去。小朋友，你乖乖在原地，不要乱走，我们的人很快就来了。人我扔在这里，你们自己过来抓。还有 B 市的金银路244号有一群小孩被关在里面，你们赶快联系在 B 市的警方去救人。竟然把本虎当成人类幼崽，真是不知好歹。挂断电话后，白二上前将赵刚和王立明塞回了面包车里，变回原形往银杏村的方向跑去。而在白二往回跑的时候，被挂断电话的警察也是根据定位找到了车上的人拐子，同时根据白二提供的信息，还联系了 B 市的警方，去他说的金银路244号查看。主人，我完成任务回来了。你已经抓住坏叔叔们了，那人呢？不会都被你吃掉了吧？当然是报警，让警察把他们抓走了。见他怀疑的盯着自己的肚子看，白二顿时不高兴的解释道：主人，你这也太不信任我了，我既然答应了不吃人的，就算我从这跳下去饿死，也绝对不会把他们吃掉的。嘿嘿嘿。师傅，这里有个被锁住的女人。什么？别打我，不要打我，我会乖的，我不逃跑了，求求你不要打我。淑萍，是我，不是美晨。美晨啊，你不认得我了吗？他是疯了吧？如果我们带着他，就算贴了隐身符，也会发出声音引来村民的。应该是疯了吧？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走吧。淑萍救过我的命，我不能忘恩负义，我留在这里陪着淑萍就好了。高阿姨，圆圆不会抛下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就算人太多跑不了，大哥哥和警察叔叔他们也很快就来了。说完，小团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清明符，贴在了林淑萍身上。符文消失后，原本发疯的林淑萍也是安静了下来，空洞的眼神也恢复了神色。师傅，您刚刚用的是什么符咒？他怎么一下就安静了？你回头一定要教我。这是清明符，这个以后再说。你先去把林阿姨身上的铁链解开，回头有空了我再叫你。几位警官这么晚来访，一定累坏了吧？要不去我们家坐坐，喝杯茶？茶就不喝了，我是京市白云区刑侦队的队长刘军超。刚刚我们在山下抓到了2个人拐子，他们已经招供了，说在你们村卖了5个小孩。村长没想到赵刚2人被警察给抓住了，心里一咯噔，但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而是假装委屈的叫冤道：
警官冤枉啊！我们村的村民都是一辈子种田的老实人，每天就守着家里的1亩3分地，连镇上都没去过，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啊？刘军超懒得和他们在这里扯皮，直接道：既然没做，那不介意我们去你们家里看看吧。警官，今天都这么晚了，我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睡了，要是吵醒了他们也不好。你看，要不明天再……那我换一家。他一眼就看出了面前男人眼底隐藏的心虚，不过也没戳穿，脚步一转便向隔壁走去。然而还没等他走几步，人群里又一个男人冲了出来。警官，我老婆怀孕9个月，快生了，这1个月都睡不好，你可怜可怜我们，等明天早上她醒了再来吧。哼，你家又有什么困难？是有老人睡不好，还是有小孩要生？那村民被刘军超噎得说不出话，正不知怎么回答时，村长连忙帮着他解释道：刘警官，我们村里有能力的青壮年都已经出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晚上负责巡查的。现在在家睡觉的都是老弱妇孺，他们确实需要休息，不是我们故意刁难你们。然而村长的话音刚落，圆圆便从一户人家推门跑了出来，在他的身后还有李天龙、高美晨和几个救出来的女人，他们一个个身上都带着伤，互相搀扶着，看起来格外凄惨。警察叔叔，你别相信他的话，他们都是坏人。警察叔叔，你别相信他的话，他们都是坏人。你这小孩胡说什么？我还要告你们拐走我老婆呢！我不是你老婆。警官，我叫陈学静，是南大的学生。去年胡老奶奶过马路的时候，被人算计迷晕带到这里来的。我这还有学生证。有陈雪静带头，被救的女人一个个都站出来表明身份。我也不是这个村里的，我叫林诗月，在东林市打工，也是去年被骗来这里的。我叫赵佳佳，是南省富县人。我叫陆雨涵。被圆圆救下的几个女人的丈夫见他们背叛，也全都站了出来，不要脸的往自家媳妇身上泼脏水。警官，你不要听他们胡说，他们都是附近的村民，是自愿嫁到这里来的。结婚时我们不仅给了彩礼，还摆了酒席，我们全村人都可以作证。没错，我老婆是在外面有了男人，所以才说谎想要诬陷我。我老婆也是，前天还和山下来的木工眉来眼去的。陈雪静早就料到他们不会承认，于是从院里拿过一把铁铲，走到了家门口的一棵梧桐树下。行，就算没法证明我们不是自愿嫁过来的，但我有我丈夫嘎人的证据。陈雪静，你住手！他冲上前就要阻止陈雪静，却被刘军超和另外一个警察按在了地上。别动！村长，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是任由他们挖出来，我们都得去坐牢。是呀，村长，听说现在的技术很厉害，尸体腐烂化成白骨也可以验出是谁，我们不能让他们吗？要不把他们也打死吧？有警察又怎么样？一共也才6个人，我们这么多还打不过他们6个吗？村长看着正在挖坑的李天龙他们，脸上露出一抹狠色。那就打，打嘎之后不要卖，让老赵在化工厂上班的侄子开车带2桶药水回来，把尸体给溶了。冲啊！敢打扰本虎睡觉，都去洗！哎呀，快走，快走！看到比房子还要高大的白虎和被刮飞的村民们，刘军超抱着脑袋震惊在了原地。这是什么？嘿嘿，警察叔叔别怕，这是圆圆的宠物白二，它很听话的，平时就是小猫咪，遇到危险才会变回原形的。师傅，挖到人了！师傅挖到人了，不过土里好像有镇压的东西。镇压的东西？那是什么？是封印魂魄的符纸，还有进了黑狗血的泥土。怪不得这个村子里嘎了这么多人都没有龟的气息，原来龟都被封印起来了。李天龙将土里的那张符纸撕碎，站起身继续往下挖，将颜色不一样的泥土全都挖了出来。可直到里面腐烂的尸体都被挖出，却依旧没有看到龟的身影。不应该啊，这人的气息被封住，就不会被鬼差带走。现在封印已经解开，鬼魂怎么还没出来？封印还没解开，老徒弟的方法不对，需要用倒立才能将它解开。让圆圆来。圆圆的小手按在土地上，掌心的符文顿时绽放出了金光，金光将埋尸的那块土地笼罩，很快就发出了震颤声。随着土地的震颤，一道透明的人影缓缓从地里浮出，正是被封印在地下的女龟。
因为嘎前嘎后接受折磨，女龟怨气十分浓重，在地里就化作了厉龟，所以一解开束缚，就在对面的人群中锁定了她的丈夫，红着眼睛就要冲过去嘎人。何伟荣，我要嘎了你，嘎了你！李天龙见女龟失去理智，赶紧上前用桃木剑拦住她，提醒道：你不能嘎人，不然身上有了孽债是要下地狱的。我不怕，只要能报仇，就算下地狱也没关系。救我！村长，快救我！你躲在我身后有什么用？我又不会打鬼。小红，你饶了我吧，是我错了，我给你烧钱烧房子，让你在那边过得好一点。让我在那边过得好点？你把我关在底下这么久，我连阴间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女龟闻言更加疯狂了，面对再度横在自己面前的桃木剑，就要以自损的方式冲过去。小红姐姐，报仇不一定要同归于尽，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他即使被判死刑，他也有机会把死刑变成无期徒刑，还不如现在嘎了，以绝后患。不一定要嘎了他呀，不是还有一种办法叫生不如死吗？哦，你有办法让他生不如死？你肯定知道龟打墙吧？你是想让我用龟打墙把他困住？哼，圆圆是想让你用泥杖制造一个幻境，把你们两个人的身份对调过来，让他在幻境里尝一尝你受过的苦。女龟听完圆圆的解释后，清白的脸上不自觉地带上了喜色，转身看向了何伟荣的方向，调动周身龟气制造起了龟打墙。师傅，厉龟制造的迷障虽然厉害，但想要做到开启无感却不伤人，需要消耗大量龟气，恐怕……他身上怨气太重了，要是不了结这桩心事，是没法投胎的。小红，你的丈夫这么不听话，要不换一个新的吧？是啊，这个总是想逃跑，不如打断腿扔去柴房，让他自生自灭。我也觉得打断腿比较好，不然下回再逃跑，又要麻烦村长出动全村人去抓。阿田，你们怎么都跟他成一伙儿的了？快帮我把绳子解开！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叫我的名字？滚一边去，别碰脏了我的衣服！阿田，你忘记我了吗？我是何伟荣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去年还一起娶的新媳妇，你都不记得了吗？阿田这回没有再踢他，而是甩开他的手后退了几步，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道：你在胡说什么？和我一起长大的明明是小红，你就是个从村外来的下贱货，是给我们红姐生儿育女的。爸，你疯了！你不仅不帮我教训小红，还拿水泼我。嚯，你怎么了？你以为嫁给了小红，叫我一声爸，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了？是不是觉得这一幕很熟悉？你以前就是这样对我的。是你搞的鬼！这些人是不是都被你控制了？小红没有告诉何伟荣幻境的事，而是顺着他的猜测道：没错，他们是被我控制了，我改变主意了，嘎了你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亲自体验一下我生前的痛苦。我要嘎了你，嘎了你！好好享受吧，等你嘎了之后，你也会被符咒封印在地下，到时候你就会永远被封印在地下，不会有人救你出来的。村长，何伟他好像疯了。明看着中了邪事的何伟荣，所有人都面露恐惧。你们拐卖女人和小孩，现在证据确凿，还要狡辩吗？他们看了看刚刚一巴掌把他们扇飞的虎妖和正在施法的女龟，最终还是放弃了挣扎。我们认罪自首，后山上还有我们埋的尸体，那些都是我们村犯罪的证据。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畜生！白二，挖快一点！圆圆这么多龟，你都不害怕吗？当然不怕，这些龟姐姐都是好人，圆圆在救他们。大哥，圆圆不怕，我怕。叫你不要跟过来，你非要跟过来，现在还要我反过来照顾你。刘警官，圆圆呢？我们家女儿圆圆怎么样了？圆圆没事，这次要不是她帮忙，我们几个今天可能都要栽在这些人拐子手里了。我们家圆圆还有这样的本事吗？刘军超原本以为顾国兴两夫妻知道女儿的本事，见他们一头雾水的样子，也不知道从何开始解释，干脆指了指前方道：你们自己去看就知道了。花花你好厉害，你一发功，这些封印就全都解除啦。圆圆，这只老虎真的是你收服的宠物吗？怎么看起来傻不拉几的？啊！银杏村的事情结束后，何青书夫妇见天色已晚，正准备回家时，李天龙却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师公师奶，你们大晚上赶路肯定累了，
要不让我来帮你们开车吧？你是谁？你刚才叫我们什么？我叫李天龙，是圆圆师傅新收的徒弟。你们是我师傅的爸妈，自然是要尊称你们师公师奶。我女儿才3岁半，你看着却比我这个当爹的还要大不少，该不会是来碰瓷的吧？李天龙面对顾国兴的审视，一脸紧张。爸爸妈妈，他确实是圆圆收的徒弟。老徒弟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是资质和品德还是很不错的。要不你就喊我爸妈顾总顾夫人吧，平时其他人都这么喊他们。顾国兴见顾星云也帮李天龙说话，于是沉默了一会儿，将车钥匙递给他。那就先观察一阵看看吧，如果你通过了我们的考核，再认可你。谢谢顾总，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二哥哥，你的手机响了，是麦叔叔打来的。大哥，你帮我抱一下圆圆，我出去接一下电话。星云，你的公作号是不是关机了？张佩乔没找到你，电话都打到我这边来了。工作号的手机没电，忘记充了。他打电话给我什么事？是不是催我回剧组？没错，不过不是催，是请。他知道你是顾家二少爷的身份后，态度和之前天差地别，比和金主讲话还要客气。我只是请几天假，没有说不回去。这部剧已经拍了一半，怎么着也会把戏演完的。你真的还要去啊？现在我们可不比以前，手上有大把的影视资源可以挑选，都是名导或者大制作的电视剧和电影，可比你之前演的破魔尊好多了。我知道，但是我当初之所以接下魔尊的角色，除了没戏可接，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角色的剧本打动了我，我得拍完对这个角色负责。可是你的角色开拍时候就被删减魔改了剧本，高光部分要么删，要么转移到了男主身上，导致魔尊完全变成了无脑的变态杀人魔。我现在是顾家二少爷，想要把剧本改回来很容易，而且张佩乔大早上打电话来请我回去，应该也是准备了一点诚意吧。哦，懂了。二哥，你要回剧组拍戏了吗？去拍戏是不是又要住在那边很久不回来了？是要回剧组了，不过二哥现在已经公开了身份，二哥不在家的时候，你们和大哥他们要照顾好圆圆，我有空就打视频过来。顾希月和顾朝风正要点头答应，听到他们对话的小团子怕二哥哥离开，迈着小短腿哒哒哒的快速跑到了顾星云的身前。圆圆不要打视频，圆圆要跟二哥哥去剧组玩。不行，二哥哥拍戏的时候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你。圆圆不用二哥哥照顾，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圆圆听话，你要是想来剧组玩，可以下周末让爸爸妈妈开车带你过来。然而不管顾星云怎么劝，小团子都不肯从他身上下来。正想要和其他人求助，何金叔却放下碗筷从餐厅走了过来，笑着对着儿子提议道：要不我带圆圆和你一起去吧，我已经很久没拍过戏了，也想去影视城看看。妈妈带圆圆去。妈妈带你去，你先跟着陈一去楼上拿你的小行李箱，妈妈很快就上来帮你。顾国兴见老婆女儿都要去影视城，顿时坐不住了，过来道：我也和你们一起去玩几天吧，公司那边有阿琛看着，我当放假偷个懒。爸，我也想去。我也想，我还没看过二哥拍戏呢。去什么去？都给我去上学，晚上回来写完作业就去复健室陪你们4个，我过2天回来检查你们的学习进度。爸爸，你放心吧，从小到大就没有人不喜欢我的，只要我拿下这个角色，千云哥哥肯定会把我当亲妹妹一样对待，到时候我再介绍他和你认识。看来可儿你很有信心拿下顾二嫂啊，到时候可别忘了帮张叔叔也说说好话。没问题，爸爸都把你和星云哥哥的矛盾和我说了，等我和他处好关系，随便劝2句，星云哥哥就会和你握手言和了。哈哈，那我就先提前谢谢可儿了，这个蛋糕送给你，就当是答谢你的礼物。张导，袋子交给我吧，我来喂可儿小姐吃。喂太快了，你想呛死我吗？可儿小姐对不起，我马上去换杯新的，慢慢喂给你。我不想喝了，你滚出去。是。可儿，你等会儿见到了顾二嫂可不能这么凶，不然人家就不喜欢你了。放心吧，张叔叔，小琪是我家的佣人，像这种下等生物，我爸爸给了钱骂几句也没什么。青云哥哥长得那么好看，家世又那么好，怎么能拿这种下等生物和他比？影视城很大，有些地方还有工人在装修搭建筑，等哥哥去拍戏你就乖乖跟着妈妈，不要乱跑，知道了吗？二哥哥放心了，圆圆是妈妈的小尾巴，不会跟丢的。
怎么了，女儿？妈妈，圆圆想要上厕所。片场人多，妈妈陪你去。妈妈，圆圆已经是大朋友了，上厕所不用帮啦，妈妈在门口等。这里的厕所和家里不一样，你真的知道怎么上？知道，圆圆以前被人拐子拐走的时候，都是在外面上厕所的，圆圆已经很熟练了。那你自己小心点，把纸巾拿好，有什么需要就喊妈妈，妈妈马上进来。知道了，圆圆进去了。圆圆还没洗完手，你想洗应该在后面排队，怎么能撞圆圆？谁让你洗这么慢的？这里小朋友的洗手台只有一个，你故意磨磨唧唧的，其他人都不用洗吗？你乱说，圆圆才没有故意洗慢。圆圆见林可儿推了人，不仅不道歉，还嘲笑自己，冲上前学着他刚才的样子，用肩膀将林可儿撞到了一边。你竟然敢撞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圆圆才不管你是谁，是你先动手的，圆圆只是学你的样子撞回来而已。我不管，我要告诉爸爸，告诉张叔叔和马上要认当哥哥的星云哥哥，要他们把你从剧组里赶出去。星云哥哥，那不是圆圆的二哥哥吗？林可儿看到小团子瞪大眼睛的模样，以为他害怕了，不屑地瞥了他一眼。怕了吧？怕了就给本小姐磕头认错，只要你跪下磕头，本小姐就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你。就在这时，听到动静的何青书走了进来，见女儿脏兮兮的坐在地下，赶紧将她抱起，从包里拿出纸巾来帮她擦拭，一边擦一边问道：圆圆，你衣服怎么湿了？是摔跤了吗？是这个熊孩子推了圆圆，不过妈妈放心，圆圆已经还回去了。你是谁家的孩子？你家长或者经纪人呢？你一个助理有什么资格和本小姐说话？滚一边去！她是圆圆的妈妈，不是助理，而且就算是助理，你也不能这么地和圆圆的妈妈说话。厕所门口的吵闹动静有些大，引来了周围一些工作人员过来查看。我怎么说话不用你管，小七，你马上去叫张叔叔过来，我要让他把这两个人赶出去。然而小七还没来得及答应，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看到是何青书和圆圆后，都惊讶地围了上来。合影后顾小千金，你们怎么和可儿小姐吵起来了？什么顾小千金？她就是顾家的人，青云哥哥的妹妹。林可儿年纪小，不知道早早退隐的何影后，但是经常在家听爸爸说的，被拐走2年半还能被找回来的顾小千金，她还是知道的。可儿小姐，今天顾二嫂回剧组特意带了顾夫人和顾小千金来参观，你怎么上个厕所就和人家吵起来了？听到周围人问，圆圆不等林可儿回答就抢先开口指控道：圆圆在里面洗手的时候被他推倒了，圆圆推回来后他很生气，说要让张叔叔把我们赶出剧组。才不是，是他洗手洗太慢我才推他的，而且我只是轻轻推，他却很用力，你们看，我的戏服和头发都湿了。还有，就算他是顾家的小千金又怎么样？他推自己推得这么狠，就应该是他的错才对。何青书没有因为对方是孩子就事情接过，给顾星云发了消息，然后条理清晰地列出证据道：这条路上应该有监控吧？我送我女儿到门口时候是8点10分，里面传出动静的时候是8点14。圆圆从进门到上完厕所洗手被推，中间一共就过了4分钟。4分钟已经不慢了，有时候大人上厕所都没有这么迅速。是啊，可儿小姐比圆圆高大这么多，要是打起架来，圆圆一看就不是她的对手。就算是顾小千金推的，但也是可儿先动手的，谁先动手就是谁的错，不是谁惨谁有理的。厕所门口一群人围着看热闹，收到消息的顾星云也是赶了过来。他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圆圆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躺在病床上，身上绑了绷带，小脸苍白，十分虚弱。那时候他就发誓以后一定要保护好妹妹，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她。结果带圆圆来剧组玩的第一天，他就被人推到了地上。是你推了我妹妹？天，青云哥哥，我是你在戏里的妹。我问你是不是你推了我妹妹？从没被人凶过的林可儿被顾星云这么一吼，瞬间绷不住大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喊着要去找爸爸。顾星云见他哭闹，便转头看向了张导。张导，你有这个小演员爸妈的联系方式吗？我想我有必要和他家长谈一谈。我刚才已经给林总发消息了，他正往这边赶来。原来是林总的女儿，之前塞一个陶艺城来还不够，现在又想要把他的女儿塞进来。爸爸，你怎么衣服湿了，身上还脏成这样？是顾圆圆推我的，我摔在地上，衣服湿了，腿和胳膊也摔得好疼。不是说是可儿推了她吗？怎么我女儿摔得这么惨？
张佩乔闻言凑近他小声的解释道：“是可儿推了顾圆圆，但是顾圆圆摔倒后又推了回来。”林峰闻言脸色难看，见女儿明显有些心虚的脸色，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如果对方不是金氏顾家，就算是自己女儿先动手，他摔成这样自己也不会善罢甘休。但很可惜，顾家根本不是林家能够对付得了的，为了不被反教训，只能低头认怂。林总，你女儿推了我女儿，你是不是应该先和我们道歉？是可儿鲁莽了，我替她和你们说一声对不起。子不教父之过，你道歉了还不够，林可儿自己也要道歉。林峰脾气并不算好，刚才看到女儿狼狈的样子，心里就已经憋了一把火。此时见自己道了歉，顾星云还不肯罢休，也是握紧了拳头。我女儿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我先带她去换衣服。星云见林峰一脸不爽的抱着林可儿就要离开，也不想再和他掰扯，直接威胁道：“林总不想让女儿道歉也没关系，我们也不会逼你，只是以后林家想要在京城混下去，那可就难了。”听到顾星云的威胁，脾气本就不好的他也忍不下去了。我女儿才6岁，我不来你们就一直让她穿着湿衣服。顾家就是在有权有势，也不带这样欺负一个小孩的。顾星云没想到他还能把锅反扣在自己头上，忍不住怒极反笑，指着路边的监控摄像头道：“我们欺负他，明明是他自己不肯去换，非要穿着湿衣服在原地等你过来。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监控，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林峰闻言一愣，低头看向怀里的女儿：“可儿，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是你自己不肯去换衣服啊？”他原本还想否认，但听顾星云说有监控，就不敢撒谎了。爸爸，我害怕。见女儿这样，林峰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冷着脸将林可儿放下，下来和顾小千金道歉，道了歉再去换衣服。爸爸，我不过去道歉。对不起。哈哈，既然大家都解开误会了，那就握手言和去化妆换衣服吧。道歉我们接受，但是握手言和不可能。我不想和欺负过我妹妹的人演兄妹。魔尊妹妹的演员还请张导换一个人。二哥哥，我们就不要为难林叔叔了，他是个好人，林可儿不是他亲生的，都对他那么好。你说什么？说什么？我的女儿不是我亲生的，你可不要听别人胡说。圆圆不是听别人说的，是看相看出来的。林叔叔既然不知道这件事，那就当圆圆没说过。坏了，我还以为林可儿是林叔叔领养的小孩，谁知道是他老婆和别人的孩子。哎，都怪自己职业病太重了，遇到一个人就忍不住看相，看着看着就不小心把别人家的惊天大秘密给捅出来了。不能当作没说过，你今天必须说清楚，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些话。圆圆都说了是看相看出来的，林叔叔脸部啦啦啦，这是命中无子女，短命的面相。夫人，您就是这么教育自己的女儿的？说我无子无女还短命，这不就是咒我早嘎吗？我女儿都说了是她算出来的，她在这方面很有本事，这点唐家、高家、娄家都能证明，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成诅咒了？你的意思是她这么小一个奶娃娃会算命？圆圆当然会算，林叔叔要是不信就去医院做个亲子鉴定，如果算错，那圆圆亲自上门和你们道歉。道歉有什么用？说我老婆生的孩子不是我的，这里这么多人都听到了，要是有人把话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啊？张佩乔闻言站出来，拍着胸脯保证道：“林总放心吧，这里的人都交给我来，绝对不会透露半点出去的。”你给我闭嘴！你保证有个屁用呀！顾星云见气氛陷入僵局，想了想道：“那这样吧，要是我妹妹算错，我就替她在微博上公开道歉，并且给林家赔偿亲子鉴定费和精神损失费。要是算对了，就反过来，你看如何？”行，我现在就带着我女儿去验 DNA， 等结果出来再来找你。林峰见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也不好再说什么了。顾星云前几天才自曝身份洗清谣言，积累了一点粉丝，要是因为这种事情在微博公开道歉，肯定会掉粉。既然他愿意拿前途和钱来做抵押，他也不介意带女儿跑一趟医院。郭二嫂，既然林总已经带着可儿走了，那我们现在就来重新讨论一下魔尊妹妹的选角吧。选角不应该是选角导演的事情吗？只要你们按照剧本上的角色形象好好选，我都可以接受。张佩乔指了指一旁的小团子，试探性的开口道：“我觉得单从形象上来看，顾小千金是最符合的，而且顾二嫂和她还是亲兄妹，都不需要互相熟悉，就能自然的演出兄妹的感觉来。”你想都不要想，我妹妹这么小是不会进娱乐圈的，过几天她就要上幼儿园了。二哥哥，圆圆不可以演戏吗？可儿刚才穿的衣服很漂亮，圆圆也想穿。演戏很辛苦的，
大冬天要穿那么点衣服拍摄，而且仙侠剧的角色大多都会飞，要用钢丝绑着你在冷风里荡来荡去，一点也不好玩。你要是想穿刚才可儿身上那样的衣服，二哥哥让人给你定制一批，你想穿什么颜色什么款式都可以，我们在家里拍拍照就行了。圆圆不怕辛苦也不怕冷，圆圆想和二哥哥在剧组一起演戏。顾星云见用天气和吊钢丝也劝不退妹妹，便换了个思路。你没演过戏，知道怎么演吗？这里可不是让你来玩的，要是演不好角色，一起拍戏的其他演员都要等你。小团子听到顾星云的话有些发愣，就在他要放弃时，张佩乔却赶紧站出来道：没关系，这个角色不需要太多的演技，只要带入感情就好了。我可以请表演老师过来全程指导。顾小千金这么聪明，一定一教就会。嘿嘿，仙源现在因为顾二嫂的个人热度，不花钱就3天2头地上热搜。要是再加上一个顾小千金来，这开播前的宣传费都就省了。小团子不想给别人惹麻烦，但是听了张佩乔的话之后又很是心动。二哥哥，让圆圆跟老师上一节课试试吧，要是学不好就不拍了。不用上课那么麻烦，只要试镜一个重要片段，就知道适不适合这个角色了。那就试镜一段吧，正好试镜棚还没拆。真的？小妹妹，你是新来的吗？你好漂亮呀！我演的小妖怪。妹妹，你演的是什么角色？我叫圆圆，演的是魔尊的妹妹莫瑶儿。不过我还要试镜，不一定能留在剧组。魔尊的妹妹，那不是林可儿演的吗？可儿刚刚欺负圆圆，她爸爸把她带回家做 DNA 鉴定报告了。这2天拍定妆照，半数的小演员都被林可儿欺负过，心里都憋着气。此时听到她离开剧组，全都高兴的不行，一个个在化妆间里吐槽了起来。走得好，可儿姐姐太凶了，动不动就拽我头发，还欺负我，我不喜欢她。我也不喜欢她，昨天她还踩了我的裙子也不道歉，还给我一个白眼。我觉得圆圆妹妹更适合演魔尊妹妹，她和星云哥哥很像，一看就是两兄妹。圆圆听小朋友们夸自己，并没有虚荣膨胀，反而更加担心起自己试镜时候演不好，有些忐忑的开口道：圆圆长得像哥哥，但不一定会演戏，如果演不好就要跟妈妈回家了。没关系的，我们教你。对，我戏不多，可以帮你看剧本。我不会教人，但是我姐姐也在剧组，她演得很好，我让她教你。孩子的世界很单纯，没有成年人那般复杂，他们大多对豪门没有概念，也不会像张佩乔那些大人一样，因为身份故意捧着谁。这些释放的诚挚善意让圆圆有些感动。走吧，圆圆，试镜棚那边已经都准备好了，二哥哥带你去。圆圆要演的不是莫瑶儿下线的片段吗？下线的片段对没演过戏的小朋友来说太难了，哭戏还好说，濒死状态的演绎肯定需要老师指导过才能演出来。这一段是哥哥历练时重伤被抬回门派药师无意，妹妹着急痛哭将其唤醒的场景，也是很考验演技的。听到张佩乔的解释，顾星云也觉得有道理，于是答应了下来。那就这段吧，我给圆圆讲一下场景。这个片段讲的是哥哥莫玉林和师兄师姐外出历练，在危急关头被师兄推出去挡了妖兽的致命一击。莫瑶儿满心期待的在宗门口等待哥哥回来，等来的却是浑身是血奄奄一息。被告知药石无疑只能回家等死的莫玉林，小小的莫瑶儿崩溃大哭，彻夜守在哥哥的身边，呼唤他醒过来。这个片段只有短短几句描述，台词也不多，实际上要演绎的情感却很复杂。顾星云在讲的时候就担心妹妹不能理解，果然讲完后圆圆便一脸疑惑的瞪着大眼睛抬头看着他。哥哥不是就不活了吗？为什么妹妹哭他就醒过来了？顾星云试图将妹妹也拉到角色里去，因为莫玉林不放心他的妹妹，所以才从鬼门关挣扎着回来。要是二哥哥成了莫玉林，也会像他这样。二哥哥成了莫玉林？没错，二哥哥演的就是莫玉林，而你现在要演的是莫瑶儿。你可以把剧本里发生的事情当成是上辈子你出生在穷苦的村庄，爸爸妈妈和其他哥哥姐姐都被洪水冲走了，只剩下二哥哥和你相依为命。听顾星云这么一说，圆圆也是将自己带入了剧本中，一想到自己出生就没了爸妈和其他哥哥，好不容易靠着二哥哥打工过上了安稳日子，二哥哥又突发意外受了重伤，顿时忍不住鼻子一酸，眼睛瞬间就红了起来。圆圆不要二哥哥死，二哥哥不会死的。圆圆不要二哥哥死，二哥哥不会死的。圆圆不哭，二哥哥没有嘎，我们这是在演戏，刚才那么说只是为了让你带入角色而已。带入角色？对，这都是莫瑶儿和他哥哥的故事，你现在要演的是莫瑶儿，只有把自己想象成他，才能把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完美的演出来。小团子闻言沉默了一会儿，而后认真地点了点头道：
圆圆知道了，圆圆会努力把瑶儿的故事演好的。那我们重新再看一遍剧本，然后就开始。瑶儿，你在等你哥哥吗？是呀，哥哥今天就历练结束回来了。瑶瑶跟着柳霞姐姐做了桃花酥，要第一个给她尝。哈哈，顾二嫂还说顾小千金不会演戏，我看她很会演嘛。要不是知道她刚被顾家人从外面找回来，还以为是跟表演老师专门学过的。形象又符合，又有演戏天赋，这孩子还真是天选莫瑶儿。而在评委纷纷夸赞的时候，顾星云也是躺在担架上被几个配角抬了出来。在看到哥哥身上的伤后，原本捧着桃花酥笑容满面的小团子也是浑身一僵，在原地愣了几秒后，便不可置信地奔了过去。哥哥，瑶儿，你哥哥去采灵药的时候被守护妖兽给打伤了，我们已经抬他去过了药堂，给他喂了丹药，但是师尊说他伤得太重，可能什么？人妖哥哥，你快说呀！师尊说该喂的药都已经喂了，只能让我们先抬回去。要是六师弟到明天早上还没醒，可能就再醒不过来了。不会的，哥哥不会醒不过来的。哥哥说过要陪瑶瑶一辈子。哥哥，你出门前答应过瑶瑶回来要吃我做的桃花酥的，现在桃花酥做好了，你快起来吃一口。哥哥，你别睡，睁开眼睛看一看瑶瑶。见圆圆一边哭一边求着哥哥尝一口，评委席上的几个导演都有些惊讶，压低声音讨论了起来。我记得卡片上好像没有这个情节，这是顾小千金自己加的。是他自己加的，试镜片段是我选的，确实没有这一段。这孩子演戏可太有天赋了。应该是他被人拐走在外乞讨的经历，和他演的莫瑶儿在外漂泊过苦日子有些相似，所以能带入的这么好吧。在张佩乔等人激动讨论的时候，圆圆却已经将眼睛哭肿了。她想起了自己在小黑屋里被人拐子打，还有在街上乞讨时孤立无援的场景，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回了家，有了亲人却再度要失去。我女儿像我，有演戏的天分。何青书看着小团子一边哭一边还不忘说台词，时不时还按照自己的情绪加几句，内心骄傲的同时也是有些心疼。而不止何青书，顾星云也心疼坏了，躺在担架上努力忍着才没有坐起来。等到圆圆按照剧本唤醒自己后，才坐起身将妹妹抱进怀里。圆圆不哭，二哥哥没事。星云，你怎么回事？怎么连这么基本的台词都说错了？就是看得正精彩呢，说断就断了。对不起，我妹妹哭得这么厉害，我一下子没控制住情绪。没关系，妹妹第一次演戏，做哥哥的担心也是情有可原。二哥哥，是圆圆演的不好你才出戏的吗？不是你演的不好，是你演的太好了，你演的太真实，所以二哥哥才心疼出了戏。真的吗？那圆圆是不是通过试镜了？通过了，这要是不通过，那简直没天理了。另一边刚做完 DNA 鉴定报告的林峰，看着女儿睡着的样子，想到圆圆说的话，越来越觉得女儿长得不像自己。小贺，你觉得可儿和我长得像吗？还有3天才出 DNA 鉴定结果，你说我女儿会不会是老王的？林总，您这是问的什么话？可儿小姐是您的女儿，长得当然……不过我觉得她更像夫人一些。林峰看着司机怪异的表情，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赶紧问道：“夫人现在在家吗？”林总，您忘了，夫人昨天晚上就去刘夫人家了，他们一起去郊区野营，今天晚上才回来。那把可儿送回家后就开车带我过去吧，我有事情找她。林总，我找老板问了，老板说夫人和他朋友没有在这里。马上把周梦溪那辆车的定位信息调出来。要不您不先给夫人或者夫人的朋友打个电话吗？说不定他们换了地方玩。没必要打电话，万一真的有什么，那就是打草惊蛇了。讨厌，你衣服都没脱，